以为死在世界末日就能安心投胎，睁眼却成了暗黑帝国的废柴少爷。不仅5年后世界依然要毁灭，眼下2年内还要被亲生父亲暗杀，想活命唯有亲自登顶成为黑暗魔皇。巨大的血色能量球覆盖天空，整个战局彻底陷入绝境。埃文低头自责，认为如果是天才克里斯当勇者，结局或许会完全不同。同伴赶忙劝他不必内疚，大家确实都已经拼尽了全力。如果克里斯能早点突破9星剑术，必定能成为超越极限的10星勇者。此刻克里斯静静坐在地上，只能独自面对这无法挽回的结局。若是克里斯和埃文能够联手，也许就能拯救这场绝望危机。克里斯拥有极强的学习天赋，任何技能都能快速掌握，也因此获得了全能路人的称号。20岁那年，他逃离了糟糕的家族，在后巷打杂谋生，渴望改变命运。然而血魔帝率领黑暗帝国全面入侵，将整个世界带向了毁灭之日。当年勇者小队招募队员时，克里斯以为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幻想着战后能够名利双收。然而光之国度最终彻底沦陷，落入了血魔帝的手中。面对这无法挽回的毁灭，克里斯对所谓的勇者虚名嗤之以鼻。如果真的能够重来一次，他绝对不会再走一遍旧路。克里斯看着眼前这无法挽回的一切，缓缓闭上了双眼。他本不相信什么转世来生，但如果真的能有下辈子，他只想投胎到富贵人家。没想到再次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竟是奢华的房间。他看着自己变小的双手，竟然真的重生成为了黑发红眼的少年克里斯蒂安，而且身份居然是黑暗帝国的贵族少爷。这里正是支撑黑暗帝国的12名门之一，暗魔家系的领地。他仔细确认后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毁灭之日的5年之前。看着城堡阳台上，魔物侍从正拿着剪刀修剪绿植，克里斯蒂安不禁暗自吐槽，前世再怎么见多识广，也没见过魔物在庭院里修剪灌木。更重要的是，克里斯蒂安这个身份他再熟悉不过，在前世的记忆里，他就曾和同伴专门讨论过这个家族。卡扎尔家族属于暗魔家系的分支巴龙一脉，虽然只是旁系，但财力极其雄厚，在整个黑暗帝国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而这个显赫的伯爵家族一共有2位潜在的继承人，前世的同伴曾提起过，伯爵家的大少爷克里斯蒂安是个十足的废柴，因为整天惹事被家族彻底放弃。当时自己还好奇这少爷后来有没有改邪归正，结果对方告诉他，这货最后直接被家族内部的人暗杀了。想到这里的克里斯蒂安崩溃不已，明明只想投胎当个富裕人家的少爷，偏偏穿成了这个最糟糕的家伙，不仅臭名昭著，甚至很快就要被亲人给干掉。克里斯蒂安冷静下来，梳理现状。他在这具身体里醒来已经3天，算算时间，距离自己被家族暗杀只剩下2年。既然原主是因为惹事败坏门风才被清理，那只要自己老老实实不惹麻烦，安心享受贵族财富，是不是就能避开死局？可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就算逃过家族暗杀，5年后还有更绝望的危机，那就是血魔帝发动的世界末日诸神黄昏。血魔帝为了完成诸神黄昏，将整片大陆作为祭品献祭。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时，无论光明阵营还是黑暗帝国，都已经彻底毁灭。要想活命，就必须阻止这场末日浩劫。可麻烦的是，血魔帝不仅实力强悍，背后还有大批黑暗帝国的魔族拥护。想拯救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超越血魔帝。既然如此，克里斯蒂安下定决心，他要亲自登顶黑暗帝国，拿下那至高无上的魔皇之位。距离毁灭只剩5年，既然坐以待毙，横竖都是死，不如放手一搏。只要能成功登顶，整个黑暗帝国都将是他的囊中之物。可刚来到父亲卡扎尔伯爵面前，对方就重重拍响桌面，斥责他为什么不待在房间反省，甚至警告他要是再敢惹事，就割断他的喉咙。面对卡扎尔伯爵可怕的威压，克里斯蒂安没有退缩，反而平静地开口，表示自己今天是专门来向父亲道歉的。克里斯蒂安深知，想实现目标就必须先洗刷恶名，他当场向父亲诚恳道歉，保证以后绝不再犯。伯爵听完大感意外，质问他最近刚惹了麻烦，凭什么让人相信？克里斯蒂安暗暗发愁，原主烂摊子太多，根本不知是哪件。他索性拿失忆当借口，说自己这几天反思过去，才发现以前过得有多荒谬，如今是真的决定痛改前非。可伯爵早已听惯了他的好话，表示这种保证毫无意义。克里斯蒂安主动提出要在惩罚室里关够整整1个月，承诺到时候一定会让父亲看到一个彻底脱胎换骨的自己。这里是专门关押高阶魔族的惩罚室，里面不仅毫无光线，还会被剥夺五感，普通人待上几天就会精神失常。但这正是克里斯蒂安最需要的地方，因为绝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监视。听到这个请求，卡扎尔伯爵断言他连半天都撑不过去。克里斯蒂安态度依旧坚决，表示只有做到这种地步，才能证明自己的决心。卡扎尔伯爵冷冷地看着他，提醒他过去无数次说过这种好话，每一次的结果都只是让家族看到他更荒唐的恶行。卡扎尔伯爵最终松了口，决定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但卡扎尔伯爵严厉警告，如果1个月后没有任何改变，就会被彻底逐出家族。克里斯蒂安心里很清楚，失去家族庇护就等同于送死，但他依然一口答应，并顺势提出条件，只要自己真的脱胎换骨，希望父亲能满足他一个请求。卡扎尔伯爵冷笑了一声，表示只要他真能撑过去，到时候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
但他根本不相信克里斯蒂安能做到。说完便径直离开了房间。不久后，管家考克斯敲门进来汇报，表示惩罚室那边已经准备就绪。克里斯蒂安起身准备出发，跟随管家考克斯前往惩罚室的沿途，仆人们纷纷在暗中窃窃私语，不敢相信这位大少爷竟会主动受罚。大家还在私下议论他先前惹出的祸事，他竟然跑去得罪死对头缉毒加西的小姐，逼得卡扎尔伯爵不得不亲自登门道歉，让整个家族丢尽了脸面。在仆人们看来，克里斯蒂安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混蛋，甚至私下打赌他在惩罚室里最多只能撑过2天。连弟弟特恩也在阴影中冷眼旁观，冷笑他恐怕连半天都撑不过去。很快，考克斯带他来到了惩罚室门前，大门前伫立着2尊庞大的重铠骑士，周身燃烧着炽热的蓝色火焰。克里斯蒂安认出这是死亡骑士，不由感叹黑暗帝国果然底蕴深厚。就在他准备进去时，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克里斯蒂安回头一看，发现来人正是弟弟特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特恩竟突然拔剑刺了过来，锋利的剑尖瞬间停在他咽喉前。克里斯蒂安表面保持从容，问弟弟：“这副驾驶可不像是专门来送行的。”特恩直言克里斯蒂安就是家族的耻辱，警告他要是敢再让家族丢脸，自己会亲手宰了他。克里斯蒂安表面波澜不惊，心里却瞬间明白过来，原主当年恐怕就是死在这个弟弟手里。前世毁灭之日时，他曾遇到过特恩，那时的特恩已经是个擅长诅咒魔法的强敌。看着眼前尚显稚嫩的弟弟，克里斯蒂安眼神沉了下来。对于经历过毁灭之日的克里斯蒂安来说，眼前的特恩不过是个毛头小子。他随手推开了咽喉前的长剑，表示自己已经听懂了，让特恩赶紧离开。没等特恩放完狠话，克里斯蒂安就径直越过了他，头也不回地朝门内走去。被彻底无视的特恩在身后大发雷霆，克里斯蒂安丝毫没有理会，直接迈步踏进了昏暗的惩罚室中。一踏进惩罚室，视觉和听觉被瞬间剥夺，这里只保留了指尖微弱的触觉，让人能摸到随身物品，不至于饿死。换做普通人，待在绝对黑暗里，很快就会发疯。但克里斯蒂安根本不在意。前世做寻宝猎人时，他去过恶劣的多的地方，这种绝对安静的环境，正好能让他把所有精力完全集中在自身修炼上。想要重塑这具孱弱的肉身，过程极其艰难，不仅需要足够的运气，更得结合他前世掌握的各种绝学。他当年曾苦练过高超的野外医术，甚至在马戏团学过精密的身体改造与缩骨功。而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需要大批含有不同属性的昂贵魔石。原本魔石极其罕见且价格不菲，可凭借卡扎尔家族的雄厚财力，哪怕他名声再差，随身配给里依然备齐了这些宝物。回想起前世和埃文为了搜刮魔石吃尽苦头，他由衷感叹投胎到豪门确实太香了。第一步需要用到能净化的白色魔石来清除这具身体里的杂质，过程虽然枯燥，却是身体重塑里最关键的一环。利用魔石净化全身杂质极具风险，稍微出点差错，整具肉身就会彻底废掉。魔力能量瞬间在胸前炸开，强烈的电流迅速窜遍全身。对别人来说这是生死关头，但凭他前世积累的掌控力，这种操作不过是小菜一碟。镜头来到伯爵书房，伯爵向考克斯询问克里斯蒂安的近况。管家汇报大少爷确实自愿进入了惩罚室，但也担心他会直接瘫在里面无法求救。伯爵隐隐有些后悔将他送入其中。在他记忆里，克里斯蒂安小时候曾是个前途无量的天才，可后来却不知为何突然崩塌堕落，甚至变成了如今这副荒唐模样。看着沦落至此的长子，伯爵眼神愈发冰冷。在他看来，与其让克里斯蒂安窝囊的丢尽脸面，倒不如让他直接废掉或者死在里面。伯爵回想起长子要用行动证明的誓言，但他很快否定了这种可能，毕竟过去已经被骗过了太多次，他不再对克里斯蒂安抱有任何期望。接着他转向考克斯，质问克里斯蒂安进去时是否有异样。在伯爵的逼问下，管家只能如实交代，大少爷带进惩罚室的魔石里竟然包含极其危险的幻梦石。管家担心出现难以预料的副作用，建议立刻打开惩罚室救人。伯爵却冷冷拒绝，直接下令让克里斯蒂安自生自灭。1个月的期限很快过去，伯爵来到了惩罚室门前。在他看来，经历了幻梦石的折磨，克里斯蒂安此刻定然早已彻底崩溃。然而当重门缓缓推开，从里面走出的克里斯蒂安不仅没有废掉，反而神采奕奕，全身散发着脱胎换骨般的强悍气场。面对大惊失色的父亲，克里斯蒂安笑着向他打了个招呼。克里斯蒂安直言自己一直在等伯爵过来，问父亲是不是感到很意外，毕竟自己当初就答应过一定会脱胎换骨的走出来。伯爵一时愣在原地，这种自信沉稳的眼神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见过了。伯爵收起震惊，冷冷承认他居然真的挺了过来。克里斯蒂安顺势打趣，问这算不算是在夸奖自己。伯爵依旧嘴硬，表示自己可不会轻易信任他。面对固执的父亲，克里斯蒂安顺从地表示会继续努力，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伯爵以为他是在死撑着熬日子，实际上他在里面忙着重塑身体，充实的根本没空感到无聊。利用白色魔石净化杂质后，他彻底激活了全身细胞，为练习剑术打下了最完美的肉身基础。而真正帮了大忙的，则是那块被考克斯称为禁药的幻梦石。当初考克斯急得拼命劝阻，他还是硬带进了惩罚室。靠着幻梦石模糊感官的特性，他不仅熬过了
脱胎换骨的漫长剧痛，甚至还在体内成功凝聚出了2个魔力核心。重塑完肉身与核心，克里斯蒂安抬手催动魔力，当场施展出了最基础的1阶微光术。为了不被魔族发现，克里斯蒂安专门用暗核心遮住了光核心。可就在他修炼时，一颗幻梦石却突然朝他砸了过来。有人暗中动了手脚，想利用幻梦石让他陷入幻觉，彻底发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暗算，克里斯蒂安却只是冷笑了一声，根本没把这点手段放在眼里，暗中算计他的幕后黑手，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既然自己已经达成了约定，克里斯蒂安便顺势提出兑现承诺。伯爵沉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克里斯蒂安直言，希望父亲允许他使用黑爪骑士团的训练场。伯爵听完怒不可遏，训斥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黑爪骑士团作为守护家族的3大骑士团之一，唯有绝对的精锐才能踏入，绝不是他这种败家子能随便出入的地方。面对伯爵的严厉训斥，克里斯蒂安依旧态度从容，表示自己只是想借用训练场而已。克里斯蒂安补充解释，自己并非想要加入骑士团，只是想借旁观训练来激励自己。伯爵沉吟片刻，最终松口答应了下来，但警告他在骑士团面前必须收敛言行。克里斯蒂安顺从答应，随即又紧接着提出了新的请求。随后，黑爪骑士团的训练场大门正式敞开，喧闹的训练场上热火朝天，场边的骑士官也注意到了到来的动静。克里斯蒂安刚走进训练场，四周的魔族骑士便纷纷议论起来，根本没把这位败家少爷放在眼里。在这个崇尚实力的黑暗帝国，贵族身份可派不上用场，但他这次专门过来，其实是为了达成另一个目的。先前他向伯爵提出的第2个要求，就是进入存放黑魔法魔导书的大图书馆，但伯爵提出了条件，必须先拿到副团长梅林的推荐信，才会把大图书馆的钥匙交给他。伯爵之所以提出这种苛刻条件，是因为原主过去竟偷过家族的魔导书，甚至还打算拿去黑市贱卖。不过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拿到副团长的推荐信。场上的骑士们纷纷冷嘲热讽，直言训练场可不是垃圾该来的地方。人群中弟弟特恩也赫然在列，看到特恩，克里斯蒂安反而扬起了嘴角，眼前这个弟弟说不定正好能帮他达成目的。特恩当场上前拦下克里斯蒂安，警告他赶紧滚出训练场，别把好不容易保住的性命扔在这里。克里斯蒂安反问他能否承担后果，并直接说明是父亲许可自己来的。得知这是父亲的命令，特恩顿时大吃一惊。就在这时，黑爪骑士团副团长梅林走上前来，他表示伯爵的决定固然要尊重，但克里斯蒂安本人根本不值得信任。庞大的魔气瞬间在全场爆发，克里斯蒂安感受着这股至少4星级别的力量，很清楚眼前这位副团长是在给他下马威。面对梅林倾泻而下的强悍魔压，克里斯蒂安不仅泰然自若地向他问好，甚至完好无损地扛下了整股威压，这让梅林暗自吃惊。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要证明自己使用训练场的资格。面对梅林的追问，他表示要在决斗中限制魔力使用。克里斯蒂安进一步提出要将这场较量限定为单纯的肉体力量比试。副团长梅林暗自发愁，毕竟在训练场上的少爷谁也担不起责任。他开口提醒克里斯蒂安，难道觉得只比肉体力量自己就能赢？克里斯蒂安却泰然表示不试试怎么知道，随后顺势询问谁来当他的对手。还没等别人安排，克里斯蒂安就打了个响指，当场伸手指向了自己的弟弟特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衅，特恩顿时气得面露怒色，旁观的众人议论纷纷。梅林也连忙出声劝阻，希望克里斯蒂安换个更合适的对手，毕竟特恩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了2星级别的实力。在克里斯蒂安看来，13岁能达到2星实力，确实算得上极其出色的天才。可若想彻底证明自己，就必须击败实力更强的人，特恩自然成了最合适的对手。面对众人的质疑，克里斯蒂安笑着反问弟弟，难道是害怕输给自己才不敢应战？被当众戳中尊严的特恩当场一口答应下了这场决斗。围观的众人纷纷起哄，叫嚷着让特恩把克里斯蒂安当场废掉。克里斯蒂安却神色自若地询问梅林，决斗是不是到一方认输就算结束？看他不顺眼的梅林直接改了规则，宣布必须打到一方彻底无法动弹，心里甚至盼着特恩能打断他的腿。克里斯蒂安听完反而调侃起弟弟，问特恩待会儿会不会被打得很惨。特恩被彻底激怒，刚要发飙，克里斯蒂安的身影却已快如闪电，在特恩还没反应过来时就已逼至眼前。克里斯蒂安贴到弟弟面前，笑着提醒特恩战斗早已开始。特恩恼羞成怒的挥拳砸过去，却被对方轻松闪身躲过。其实克里斯蒂安早就套路了所有人，按魔力标准他现在连1星都不到，真要硬拼魔气，他瞬间就会败下阵来。但若只比拼单纯的肉体力量，凭借前世沙场厮杀积累的经验，收拾眼前的2星少爷根本不在话下。克里斯蒂安抬腿一记重击，直接将特恩打得当场吐血倒飞，全场骑士瞬间一片哗然，谁都没看清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特恩被打得跪倒在地，鲜血直滴，完全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招击飞。克里斯蒂安却凑上前落井下石，调侃弟弟是不是要被打哭了。特恩喘着粗气死死盯着他，质问他到底用了什么阴谋诡计。克里斯蒂安眼神一沉，冷冷回应，根本没有耍诈，纯粹是因为你太弱了。接着他又掏着耳朵继续挑衅，嘲讽特恩站得太矮听不清。被彻底激怒的特恩不再留手，周身魔气轰然暴涨，他咆哮着向克里斯蒂安猛攻过来，疯狂挥拳砸向对方。克里斯蒂安却只是轻松侧身闪避，甚至还微笑着
夸他速度不错。眼看特恩的攻势愈发凶狠，克里斯蒂安看准时机抬手，轻轻一搭，特恩周身暴涨的魔气竟瞬间消散。还未等特恩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克里斯蒂安直接一记重拳狠狠轰在弟弟脸上，打得特恩当场吐血，重重瘫倒在地。四周围观的骑士看得目瞪口呆，根本无法接受二星少爷被一招击败，只能硬着头皮帮特恩找补，猜测他只是怕伤到人，故意收手。克里斯蒂安懒得理会围观者的议论，转头看向旁边的副团长梅林，询问自己是否已经证明了实力。看着胜负已分的战局，梅林最终点头表示认可。顺利拿到认可的克里斯蒂安客气致谢，心里却早已亮起了小算盘，准备把这位副团长一身的剑术与魔法彻底掏空学走。克里斯蒂安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成功将魔导师等级提升到了星阶1星。因为还不习惯使用魔力，加上这具身体积攒了太多杂质，修炼花的时间比预想中要长不少。要想重新掌握光之力，还得等实力提升到更高的层级。他摇响手，灵叫来贴身女仆，青蓝色幽灵火光一闪，暴桑女妖玛丽随即凭空现身。看着眼前这位高阶恶灵，克里斯蒂安猜到是原体名声太烂，才导致家里只能找恶灵来伺候。他决定日后一定要换个普通女仆，随后先吩咐玛丽去倒杯果汁。玛丽顺口询问要不要加入人血，克里斯蒂安果断要了草莓果汁。面对女妖强行推荐的人血特饮，他态度坚决地表示只要草莓。补充完精力后，克里斯蒂安准备出发前去训练。管家考克斯连忙赶来劝他注意身体，甚至表态哪怕别人都不信少爷，自己也绝对会永远相信他。面对自我感动的管家，克里斯蒂安完全不领情，反而冷冷地对了回去，表示自己从没要求过这种信任，对方更没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被当面回怼的考克斯吓得连忙躬身道歉，祝克里斯蒂安训练顺利后便匆忙退下。看着管家离去的背影，克里斯蒂安暗自警惕，觉得这家伙可疑到了极点。来到训练场后，克里斯蒂安注意到周围骑士看他的眼神不再像过去那样凶狠，态度明显缓和了不少。他决定趁势而为，彻底赢下大家的信任。克里斯蒂安将负重扔在地上，当场挥起木剑刻苦训练起来。这举动也引得旁边的魔族骑士侧目观察。手下赶来向副团长梅林汇报，克里斯蒂安又跑来训练场了。听到消息的梅林心生警惕，完全猜不透这位少爷到底在耍什么花招。回想起那天克里斯蒂安与特恩的决斗，特恩的攻势固然凶猛，可克里斯蒂安居然能看清破绽，甚至精确打散了特恩暴涨的魔气。这如果不是运气，就说明他早已精准预判了整个战局。若真是如此，那这位少爷隐藏的真实水准恐怕远超所有人的想象。梅林原本断定克里斯蒂安早已荒废，不可能弥补与真正天才的差距，可训练场外突如其来的喧闹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走出帐篷询问情况，手下这才慌忙上前汇报，大少爷刚刚跟场上的骑士起了冲突。可当梅林看向场内，一名异星魔族骑士竟已重重倒在地上，围观的众人满脸震惊，纷纷猜测克里斯蒂安难道也达到了异星。面对众人的惊诧，克里斯蒂安拎着木剑泰然自若，甚至当众泼起了冷水，嘲讽黑爪骑士团的实力远没有传闻中那么厉害。克里斯蒂安继续当众叫嚣挑衅，还有谁敢上场应战？顺带嘲讽黑爪骑士团难道全是胆小鬼？这话瞬间激怒了全场。身材高大的魔族骑士索恩站了出来，主动报上姓名，准备应战。眼看对方上钩，克里斯蒂安当即挥手示意他尽管过来。索恩挥剑迅猛出击，两人瞬间站在一起。克里斯蒂安很清楚，这群魔族绝不会主动教他本事，他只能靠实战强行偷学。通过观察对方的握剑角度与步伐，克里斯蒂安当场看清了传闻中黑爪剑术的门道。刚看清招式门道，克里斯蒂安顺势挥剑反击，当场将索恩重重击倒在地。这干脆利落的一招，让围观的骑士们彻底看傻了眼，纷纷猜测暗之核心破损的大少爷难道真的拥有了一星实力？看到这一幕的梅林也更加印证了心中的猜想。克里斯蒂安却泰然自若地转过身，当众嘲讽骑士团的水平令人失望，甚至把责任直接甩给了副团长梅林。面对克里斯蒂安当众的挑衅，围观的骑士们被吓得不轻。副团长梅林沉着脸走上前，警告克里斯蒂安不过是赢了场意外，如今有些太自信过头了。克里斯蒂安却丝毫没有收敛，反而拎着木剑要梅林亲自赐教，当场喊话要见识骑士团真正的实力。见对方如此不知好歹，梅林顺手一把干倒碍事的下属，周身强悍的魔气瞬间轰然爆开，地面直接被余波炸开一道巨大裂纹。强悍的魔压铺天盖地笼罩全场，梅林散发着暴虐的魔光，冷冷表示收拾他只需要1秒钟。面对梅林爆发出的强悍魔压，克里斯蒂安却笑着提出条件，建议双方只使用1星魔力和木剑，并且禁止使用黑魔法。听到这话的梅林冷笑一声，表示自己只要用1半的魔力就能当场打断他的双腿。说完，他便挥起木剑，径直发起了进攻。梅林迅猛的一剑重重砸下，却被克里斯蒂安稳稳架剑挡住。面对随后接连不断的挥砍，克里斯蒂安见招拆招，全数接下。这出乎意料的拉锯让围观的骑士们深感震惊，以为副团长只是没用习惯的大剑，可场上的梅林却越打越心惊。他发现自己的每一道攻击竟然都莫名其妙地落了空，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按理说克里斯蒂安顶不住他的攻势，可无论是之前和特恩交手，
还是刚才的几场决斗，克里斯蒂安似乎都能提前看穿攻击。克里斯蒂安见状，顺势开口嘲讽，询问梅林是不是打得不太顺手。恼羞成怒的梅林叫他闭嘴，一把猛地握紧木剑，周身爆发出汹涌的魔力，朝着克里斯蒂安重重砸下。面对梅林砸向地面的猛烈一击，克里斯蒂安敏锐抓住了破绽，他果断闪身贴上前，猛力一撞，直接将梅林硬生生撞得连连后退。受到重击的梅林抬手捂住鼻子，发现手套上竟渗出了鲜血。克里斯蒂安喘着粗气，确认自己的这一记反击终于奏效。克里斯蒂安暗自庆幸，幸好限制黑魔法后梅林不擅长纯剑术，这才让他抓到了破绽。受击的梅林反而大笑起来，坦言自己确实低估了大少爷，准备接下来拿出真本事。克里斯蒂安却淡定地指了指颈部，提醒他决斗其实已经结束。刚才近身撞击的瞬间，自己的指甲已经划破了他的皮肤，若是涂了剧毒，他早已丧命。意识到这一点的梅林不再强撑，坦然扛起木剑，当场认输，并主动询问克里斯蒂安想要什么。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如果梅林还想再次决斗，就要先答应他另一个条件。梅林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随后，克里斯蒂安凑到他耳边，低声要求梅林向他下跪效忠。这离谱的要求让梅林大为震惊，他当即表示自己早已宣誓效忠家族，不可能向他个人低头。克里斯蒂安却泰然自若地反问，只要自己成为家族继承人，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听到继承人3个字，梅林直接断言这绝不可能，因为被认可的5位候选人全来自本家。克里斯蒂安随口反问，谁说分家的人就不能当继承人？接着顺势答应1个月后再次决斗，但也提出届时不再限制任何招式。梅林当即提醒，如果不限制黑魔法，克里斯蒂安将毫无胜算。克里斯蒂安却泰然自若，笑着表示鸡蛋有时也能砸碎巨石，随后便躬身道别。不久后，克里斯蒂安拿着梅林给的推荐信，准备去开展下一步计划。克里斯蒂安拿着报告找到卡扎尔伯爵，直言骑士团的基础训练太差，需要加强。信中，梅林更是大赞克里斯蒂安是个天才，表示不仅底层骑士被他轻松拿下，连自己也败在了他手里。得知连副团长都甘拜下风，卡扎尔伯爵大受震撼，意识到这小子也许这次真的不同了。面对伯爵异样的眼神，克里斯蒂安淡定地询问情况，伯爵连忙收回目光掩饰过去。随后，伯爵兑现承诺，将大图书馆的钥匙交到了他的手上。克里斯蒂安顺利拿到钥匙离去。顺利拿到大图书馆钥匙，并引起梅林关注。克里斯蒂安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毕竟梅林可是6星高阶魔族，要想彻底掌控家族，就必须让他站在自己这边。他打算利用接下来的1个月彻底拿下他。走在走廊上的克里斯蒂安回想起卡扎尔伯爵刚才复杂的眼神，意识到魔族其实相当看重家人，伯爵或许比他前世的父亲要好得多。克里斯蒂安暗下决心，不辜负这份期望。随后推开了大图书馆的重门，看着眼前气派的大图书馆，克里斯蒂安忍不住暗自惊叹，这里不仅藏书丰富，连控血、召唤和诅咒这类禁术也都能在书架上轻易找到。可就在他伸手抽书时，书架缝隙里竟突兀地露出一张脸。玛丽凭空飘到他面前，得意地宣布自己就是这里的管理员。这出乎意料的一幕直接让他愣在原地。玛丽趁机调侃起来，问他是不是想独占自己做专属女仆。面对这无理取闹的调戏，克里斯蒂安没好气地让他闭嘴。玛丽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装出一副被狠话撩到的样子，戏谑地表示听得人心跳加速。克里斯蒂安被气得当场无语破防。玛丽看了一眼克里斯蒂安选中的书，提醒他这是4星黑魔法束缚之印，凭他现在的水平根本读不懂。克里斯蒂安却泰然自若，自信地表示自己是个天才。玛丽见状，立刻配合的大家赞赏，浮夸的表演反倒让克里斯蒂安直呼尴尬。见玛丽好奇他为何偏偏挑中这本书，克里斯蒂安眼神一沉，坦言自己选这本书是为了抓出一只藏在暗处的老鼠。克里斯蒂安锁定的第1个目标是特恩，仅仅因为血缘和过往的荒唐生活，特恩可以说是家族里最讨厌他的人。第2个则是考克斯，非血亲却能自由出入惩戒室，在尊崇实力的魔族里，他却反常的不断贴上来巴结，背后很可能另有主使。当初对方甚至敢在惩戒室放梦境时陷害他，既然对方想让他继续堕落，克里斯蒂安便决定顺水推舟，好让这只老鼠主动露出马脚。然而现实中，他正跟着骑士们跑步训练，没跑几步就累得直叫苦，最后干脆摆了摆手，当场打起了退堂鼓。克里斯蒂安这突如其来的临阵脱逃，让一旁的考克斯看得一头雾水。不仅如此，他回到餐桌上又开始大吵大闹，嫌弃饭菜不好，甚至当场砸烂了餐具。原本对他重新升起期待的卡扎尔伯爵见状彻底失望，愤然离场。看着伯爵离去的背影，克里斯蒂安心里虽有些歉意，但为了家族大局，也只能继续演下去。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大肆散播自己重蹈覆辙的谣言。为了把戏演彻底，克里斯蒂安不仅故意打翻水桶捣乱，还大肆挥霍金币败坏名声。可当他大摇大摆想要喝酒时，玛丽却偷偷用魔法抽走了酒精，提醒他还没到饮酒年龄。面对克里斯蒂安装纨绔耍赖，玛丽不仅不介意，甚至表态会永远陪着他。但克里斯蒂安这番胡闹只是掩护，他抬手便成功施展出黑魔法，再次强调自己要抓住隐藏的老鼠。眼看克里斯蒂安这么快就掌握了束缚之印，玛丽再次被他的绝顶天赋彻底震撼。克里斯蒂安不仅成功掌握了束缚之印，还顺手学会了大量其他魔法，这让玛丽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在两人交谈时，特恩突然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克里斯蒂安反应极快，立马装出一副酩酊大醉的模腔做事。特恩看着他这副烂醉如泥的样子，怒不可遏，痛骂他根本就没有改过自新。然而看着特恩如此真实的愤怒，克里斯蒂安法心中有了底，确定特恩并非幕后陷害自己的那只老鼠。既然排除了特恩的嫌疑，克里斯蒂安便不再隐瞒，直接向他坦白家族内部有人在暗中捣鬼，自己这段时间的胡作非为不过是在演戏。这番真相让特恩当场大受震撼。特恩抿了一口杯里的液体，确认酒里确实没有酒精，随即严肃地追问那个暗中陷害他的老鼠究竟是谁。克里斯蒂安坦言目前尚不能确定，但他笃定对方很快就会咬钩。说完便当场砸碎酒杯，借着酒劲大吵大闹，要求换酒。仆人战战兢兢地解释考克斯正抽不开身，克里斯蒂安顺势嚷嚷要亲自去找人，这演得浑然天成的癫狂模样，让一旁知情的特恩都看愣了。克里斯蒂安直接闯进办公室，重重把酒瓶砸在考克斯桌上。面对惊慌的考克斯，他直接将整瓶酒淋在对方头上，借着酒劲大骂这不是自己要的酒，质问考克斯是不是看不起他。考克斯连忙表示会安排别人去拿，克里斯蒂安却一口拒绝，强硬要求必须由考克斯亲自去取。见考克斯以还有工作为由犹豫，克里斯蒂安顺势拍了拍他的脸，嘲讽他衣服湿透了根本无法办公，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将他支走。面对这极尽侮辱的挑衅，考克斯死死咬牙强忍怒火，低头应了一声便转身离开。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克里斯蒂安暗自警惕，能忍到这种地步，刚才流露出的恨意绝非寻常。考克斯刚一出门，克里斯蒂安立刻翻查起桌上的文件，果然如他所料，对方利用职务之便在账目上做了手脚。不过光凭账目问题还不足以彻底定罪，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正当他准备继续搜寻时，考克斯带着新酒推门走了进来。克里斯蒂安接过酒瓶，借着酒劲假装关切地询问刚才的粗暴举动有没有让他生气。考克斯连忙躬身表示绝不敢有怨言。克里斯蒂安顺势装傻套近乎，夸考克斯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人。考克斯听完大受感动，主动透露有一件事需要禀报。考克斯神神秘秘地表示，少爷的那些朋友想在老地方秘密见上一面，还贴心提醒少爷最好别和他们走得太近。克里斯蒂安顺水推舟假装答应，没想到引蛇出洞比预想中还要顺利。克里斯蒂安如约来到聚会场所，对面的狐朋狗友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举杯邀请他共饮。克里斯蒂安端起酒杯闻了闻，面对对方的催促，他反手将一整杯酒泼在对方脸上。面对同伴气急败坏的质问，克里斯蒂安冷冷道破对方在酒里下了手脚，手底下也悄悄动起了心思。克里斯蒂安抬手按住侍应生的额头，当场施展出黑魔法。眼看他掌握了这种禁忌力量，对面的同伴彻底吓傻了。但克里斯蒂安根本没给对方反应机会，直接一脚踏上餐桌，伸手一把扣住同伴的后颈，轰的一声将对方的头重重砸在桌面。紧接着便是一阵毫不留情的暴打，彻底掌控了现场局面。面对同伴鼻青脸肿的求饶与质问，克里斯蒂安冷笑着掏出短刀，直言既然想不明白，不如干脆死在这里。面对死亡威慑，被魔法绳索死死捆住的两人彻底崩溃，当场求饶并交代了真相。他们声称自己是被胁迫办事，对方命令他们在酒里下药害死女孩，再把一切罪名全嫁祸给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居高临下地看着二人，冷冷追问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见对方还在犹豫，克里斯蒂安直接将短刀向下重一次，吓得两人魂飞魄散，当场供出幕后主使就是考克斯，哭喊着求他饶命。面对二人的哀求，克里斯蒂安顺势逼他们发誓必须无条件听从吩咐。确认对方服软后，克里斯蒂安抬手施展魔法，强行对二人打下印记，彻底将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考克斯慌慌张张地跑来汇报，声称克里斯蒂安杀人了。据他所说，克里斯蒂安酗酒后杀死了一名侍从，还把尸体扔进了河里。面对这起恶劣的事件，卡扎尔伯爵当即下令把克里斯蒂安直接押往审判所，决定对他进行及时审判。看着伯爵彻底被误导，身后的考克斯露出了得逞的阴笑。此时审判所内气氛格外凝重，面对考克斯搬出的恶劣指控，克里斯蒂安主动站出来当庭宣告无罪。面对现场有目击证人的质问，克里斯蒂安态度极其坚定，直言杀人事件根本就不曾发生。他余光察觉到后方的动静，顺势表示大家对此事存在误会。话音刚落，审判所的大门被缓缓推开，推开大门的人正是传言中被杀害的侍从。克里斯蒂安当即笑着向全场澄清，侍从当庭说明真相，自己晕倒后其实是被少爷送回了家，甚至还得到了支付房租的金币。他更是当场指认那两个人正是他们偷偷在少爷的酒里下了药。面对局势彻底逆转，全场一片哗然。克里斯蒂安见时机成熟，暗中催动了事先打下的魔法印记。受制于魔法操控的两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当场改口，招认正是自己提供了假消息。考克斯见状，急忙大声喊冤，坚称是克里斯蒂安在故意陷害自己。克里斯蒂安对此早就有所预料。克里斯蒂安此时站了出来，以受害者身份向卡扎尔伯爵提出请求，希望能由自己接管审判，亲自审问考克斯。卡扎尔伯爵当场点头同意，让考克斯站上被告席。克里斯蒂安则表示自己很快就会结束这场审判。克里斯蒂安站在发言台上，代表魔皇与家族向考克斯发问，要求他在审判下宣誓所言属实。考克斯当场立誓，
可就在他完成誓言的瞬间，此前打在他额头上的魔法印记突然激活，强大的反噬瞬间将他死死压制。全场贵族顿时一片哗然，认出这正是4星黑魔法束缚之印。这种魔法虽然基础，但只要违背誓言就会遭到剧烈反噬。克里斯蒂安利用束缚之印的效力，当场质问考克斯，究竟是谁指使他毁掉克里斯蒂安的名声？面对剧烈的魔法反噬，考克斯痛苦地当众交代，自己是因为把柄被人抓住，才被迫听命行事。克里斯蒂安顺势点破他多年来暗中贪污公款的真相，逼他直接说出幕后主使。考克斯惊恐万分地求饶，称一旦说出真相，自己就会没命。克里斯蒂安根本不给任何喘息的机会，严厉要求他立刻交代。在魔法反噬的剧痛下，考克斯终于彻底崩溃，当众交代出幕后主使正是暗魔家族的阿西德2少爷。全场贵族顿时一片哗然。考克斯深知泄露秘密必死无疑，慌忙想要逃离现场。克里斯蒂安见状，直接拔出佩剑，一剑将考克斯当场斩杀。面对震惊的卡扎尔伯爵，克里斯蒂安泰然自若地表示，自己已代表伯爵惩处了罪犯。面对卡扎尔伯爵当庭的质问，克里斯蒂安果断道出杀人用意，若留考克斯一条性命，主家定会伪造证据掩盖罪行，当场斩杀。不仅彻底斩断对方翻盘机会，更要让在场的所有贵族永远记住，正是阿西德少爷企图谋害自己。卡扎尔伯爵沉默良久，随后手掌催动起强大的魔法，冷冷命令他跟自己离开。他将克里斯蒂安带到私人训练场，避开了审判所纷杂的眼线。伯爵开门见山地质问，刚才的举动是不是想阻止阿西德继承家业？虽然克里斯蒂安的做法很果断，但在他看来依然过于鲁莽。鉴于阿西德过于嗜血残忍，他决定转而支持公爵家的长公主。克里斯蒂安却直接拒绝，当面表示自己要成为下一任继承人。伯爵直言，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克里斯蒂安则反驳，只要能力足够，旁系同样拥有继承资格。伯爵却冷冷表示，那不过是安慰外人的好听话罢了。面对伯爵的质疑，克里斯蒂安直接反问，如果旁系真的毫无威胁，阿西德又为何3番5次想置他于死地？随后他顺势提出，希望伯爵能给自己一个推荐名额，参加2个月后的暗之降临仪式。伯爵提醒该仪式只有2星以上才能参加，如今克里斯蒂安才刚刚跨过1星门槛。克里斯蒂安拔出佩剑，当面承诺会在2个月内升到2星，并请求伯爵亲自指导自己。没过多久，克里斯蒂安的变化便传遍了整个府邸，仆人们纷纷私下议论，伯爵居然开始亲自训练少爷，连高级骑士都吃不消的强度，少爷也全都承受了下来。伯爵刚把黑莲剑术传授给克里斯蒂安，本以为他需要时间消化，没想到克里斯蒂安不仅瞬间领悟，还能熟练结合泥流剑术进行防御和反击。这惊人的学习速度让伯爵大受震撼，但克里斯蒂安并未就此满足，他觉得把防御和攻击拆开效率太低，当即决定调整动作，顺势挥出了更快更高效的连斩。他一眼看出这招融合了泥流剑术，但黑莲剑气的注入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这种剑术与魔法的结合，根本不是1星剑士能够做到的操作。伯爵刚想强调不可能同时施展诅咒魔法，克里斯蒂安便随手照出了诅咒能量，直言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让伯爵彻底看呆在原地。转眼1个月过去，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仍在持续。克里斯蒂安为了尽快升星，正全力进行长跑训练，累得瘫倒在地，剧烈喘气。梅林主动走上前，提醒2人约定的对决日期即将到来。感受到对方身上强大的压迫感，克里斯蒂安表示自己定会全力以赴。梅林直言他如今只有1星水平，若达不到预期，自己绝不可能向他下跪效忠。克里斯蒂安坦言，即便输了，也能从中汲取经验。梅林笑着调侃一句后转身离开。看着梅林远去的背影，克里斯蒂安深知对方可是实打实的高阶4星强者，每个星级都有低中高阶之分，自己现在不过是个低阶1星。但作为贵族少爷，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资源充足。准备出门前，克里斯蒂安向玛丽确认东西是否带齐。玛丽华丽登场，表示这是第一次陪少爷出门，自己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克里斯蒂安大吃一惊，强调根本没打算带他同行。玛丽却笑着调侃，少爷这是在担心他承受不住室外的高温，直言能侍奉少爷就是最大的乐趣。克里斯蒂安不禁想起过去，自己曾向父亲请教如何解除与玛丽的主仆契约，父亲直言必须靠契约压制高阶女妖，还调侃说深情一吻就能解开，当时可把他气得够呛。回到现实，克里斯蒂安依然明确拒绝，担心外面的路人会被玛丽的灵体误伤。玛丽委屈地哭诉，自己已经被困在宅邸里数十年。面对可怜兮兮的玛丽，克里斯蒂安最终还是心软答应了下来。不过克里斯蒂安特别交代，绝不能在其他人面前现身。见玛丽兴奋应下，他便带着对方径直出了门。面对玛丽对行程的疑问，克里斯蒂安表示要去搞一笔巨款，并澄清自己想要的并非普通财物或地产。可当他推开门准备细说时，特恩却早已坐在屋里，冷冷提醒他已经迟到了，这让克里斯蒂安大吃一惊。特恩表示自己是奉命来盯着他，防止克里斯蒂安又闯出什么祸来。克里斯蒂安却大方坦白，自己这次准备去赌场大干一场，还理直气壮拿魔族传统当借口，直言联魔皇都支持这项活动。听到要去赌场，特恩当即决定一同前往。
克里斯蒂安故意调侃，问对方是不是在担心自己，却被特恩气急败坏的推开，强调只是怕他败坏家族名声。两人随后乘车出发，克里斯蒂安打趣对方不懂规矩，特恩却觉得那只是简单的牌局。特恩放话要挫克里斯蒂安的锐气，克里斯蒂安表面敷衍应付，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准备把特恩当成今天的筹码。二人乘车来到一座气派的巨型建筑前，首次见识这般场面的玛丽惊叹不已。克里斯蒂安连忙地上面具，提醒只有隐藏身份才能进去。他也顺势交代玛丽，接下来必须彻底隐藏好气息。他附耳给玛丽交代秘密任务，随后带着特恩步入赌场大厅。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坐满了赌客，面对这两个面生的新面孔，老手们私下嘲笑他们是小肥羊。克里斯蒂安顺势向特恩发起挑战，就赌接下来1小时谁赚的更多。若特恩赢了，自己愿意叫他1个月大哥；可要是输了以后，就要尊称他为皇兄陛下。克里斯蒂安掏出一袋筹码递给特恩，故意嘲讽他要是害怕可以现在放弃。特恩气得一把抢过钱袋，扔下一句自己才不怕，就率先冲向赌桌。克里斯蒂安随后也坐到牌桌前，才刚上手就轻松赢下一局。旁边的赌客立刻起哄夸他手气好。克里斯蒂安笑着收下筹码，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赌场的套路，先给新人尝甜头，建立自信，再诱骗对方盲目下巨额赌注。特恩那边很快输掉了牌局，气得当场大叫不服。克里斯蒂安看在眼里，明白对方已经彻底掉进陷阱，他假意凑过去劝特恩收手，特恩却极力反驳，表示自己才输了1000，执意要继续证明自己。周围的赌客纷纷侧目，注意力集中在特恩身上，这正好落入克里斯蒂安的算计。藏在暗处的老千很快就会露脚。特恩一把抢过钱袋，打算翻本。看着彻底上钩的特恩，克里斯蒂安乐见其成。特恩输得越惨，就越是绝佳诱饵。果不其然，特恩刚坐下，旁边的老千就露出了邪笑，趁他不注意，在底下按动手脚。特恩很快输得抱头大叫，老千出手的瞬间被克里斯蒂安抓个正着。潜伏的玛丽也及时赶回，汇报已经锁定了对方的目标。看着特恩在旁发飙，克里斯蒂安对玛丽的效率相当满意。在玛丽的指引下，克里斯蒂安来到老千背后的宅邸，直接让玛丽破门而入。面对警惕的守卫，克里斯蒂安摘下掩人耳目地面具，亮出自己的贵族身份，冷冷命令对方叫老板出来。没过多久，赌场老板格兰特尔一路小跑赶来，满脸谄媚地向他行礼。克里斯蒂安要求私下谈谈，随后眼神一沉，当面质问，居然敢在赌场里出老千坑害他弟弟。得知被坑的新手居然是特恩，格兰特尔吓得赶忙开脱，表示老千的行为与赌场无关。克里斯蒂安冷冷问他是不是想死，吓得格兰特尔当场下跪求饶，表示愿意支付赔偿金。克里斯蒂安一口要价100万，见对方哭穷拿不出这么多，便顺势降到20万。就在格兰特尔以为能花钱消灾时，克里斯蒂安却话锋一转，要求对方必须把另一样东西也交出来。克里斯蒂安用刚要到的20万，给自己购置了一整套战斗装备，而他顺手从格兰特尔那索要的，竟是一把名叫格鲁纳德的古剑。玛丽一眼认出，这正是英雄用灵魂向恶魔换来的圣剑，哪怕英雄堕落，依然被无数魔物觊觎。面对玛丽关于圣剑早已锈迹斑斑的提醒，克里斯蒂安表示自己早有计划，随后掏出一样东西，直接交到玛丽手中。拿出的竟是玛丽之前盯上的项链。克里斯蒂安表示只是顺手买的礼物，让他少自作多情。玛丽感动不已，坦言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这都是他第一次收到礼物，郑重向对方道谢。克里斯蒂安有些不好意思，招呼玛丽赶紧回家。玛丽兴奋地跟在身后，表示以后要在草莓汁里加血报答，吓得克里斯蒂安当场崩溃，让玛丽别开这种可怕的玩笑。正准备离开时，克里斯蒂安突然停下脚步，感觉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事情。而被彻底遗忘在赌场里的特恩，正失魂落魄地看着面前仅剩的一枚筹码，实在想不起要警示的克里斯蒂安，索性决定先把这事抛在脑后。特恩一路冲进房间，掀开被子冲克里斯蒂安大吼，责怪对方居然把自己遗忘在赌场，差点害得自己被卖去当奴隶，要不是被人认出身份，根本脱不了身。克里斯蒂安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毫无诚意地开口道歉，顺手把责任全都甩给了格兰特尔。随后，克里斯蒂安提醒特恩，输了赌局就要愿赌服输，按照约定尊称他为皇兄陛下。气得瑟瑟发抖的特恩无法反驳，只能咬牙切齿地准备履行赌约。克里斯蒂安故意嫌弃他声音太小，特恩气得当场破防，扯着嗓门高喊出了皇兄陛下。克里斯蒂安满意地叮嘱他以后保持。特恩撂下早晚要给他好看的狠话，气得转身摔门而去。克里斯蒂安看着特恩离开的背影，很难想象这孩子未来竟然会杀了自己，猜测背后大概率是阿西德在挑唆。作为暗魔家系代理家主之子，阿西德才是真正隐藏在暗处的大患。克里斯蒂安心里非常清楚，要想顺利拿下继承人之位，迟早要和阿西德正面对决，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将梅林给拉拢过来。随后他看向那把刚带回来的古剑格鲁纳德，过去曾有无数魔族妄图征服并成为这把剑的主人，克里斯蒂安打算亲身体验一番。当他尝试用魔力靠近古剑时，剑身瞬间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排斥力量，这毕竟是专为神圣力量打造的法器，天然就排斥魔族的气息。但在克里斯蒂安眼里，它终究只是一件武器，只要摸清这股排斥力的规律就行。他当即拿起锻造锤，伴随起火花与雷光，直接对古剑展开锤炼。
克里斯蒂安挥锤强行断打，直言觉得疼就赶快臣服，自己有的是时间慢慢耗。面对这疯狂的锤炼，古剑吓得瑟瑟发抖，彻底没了先前的硬气。几天后的私人训练场，众人陆陆续续到场，询问克里斯蒂安是否准备就绪。克里斯蒂安注意到场边一位神秘女子，越看越觉得对方的身影有些眼熟。认出身份后，他立刻上前问候。眼前的女子正是黑灵骑士团团长玛丽安。玛丽安身为暗魔族家长的女儿，专门负责本家的秘密任务与监察，是家族中举足轻重的顶尖强者。克里斯蒂安没想到他会亲自到场。得知玛丽安是为了先前考克斯的事私下来访，克里斯蒂安顿时警惕起来，担心暗魔族家长打算插手支持阿西德，这对自己的计划而言绝非好消息。克里斯蒂安试探着调侃，没想到家主会对这种小事感兴趣。玛丽安却轻声一笑，直言家主对小辈的打闹没兴趣，真正让他好奇的其实是克里斯蒂安本人。这本是个引起家主注意的好机会，但玛丽安紧接着泼来冷水，提醒他连2星等级都不到，根本不可能打赢梅林，劝他趁早放弃。面对劝言，克里斯蒂安只是谢过对方好意，随后直接亮出早已准备好的装备，坦言自己早有安排。玛丽安一眼认出那正是古剑格鲁纳德，直言克里斯蒂安简直是疯了，居然妄想在决斗中使用一把圣剑。面对质疑，克里斯蒂安觉得只要能赢就行。玛丽安严厉警告他，连暗魔族家主都无法掌控格鲁纳德剑上的神圣力量，会直接将他烧死。克里斯蒂安全然不在意，随手将宝剑拔出鞘，耀眼的光芒瞬间爆发，彻底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面对眼前的异象，玛丽安怀疑这件是假货，克里斯蒂安也不废话，直接把宝剑扔过去，让他亲自确认。玛丽安刚伸手接住，就被剑上的力量剧烈排斥，吃痛之下直接将宝剑甩落在地。面对玛丽安的惊诧质问，克里斯蒂安轻松拿回宝剑，只表示这是商业机密，随后顺势调侃自己做到了连暗魔族家主都没做成的奇迹。梅林忍不住笑出声来，坦言克里斯蒂安确实有点意思，居然真能驯服一把圣剑。话音未落，梅林已经扛着长剑跨入场内。梅林顺势提醒，这根本改变不了结果，他更是当面撂下狠话，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使用圣剑。战斗一触即发，梅林提剑瞬间贴脸发难，解除限制后，他的速度与力量全面爆发，挥出的斩击掀起狂暴气浪。克里斯蒂安横剑硬顶，被这股蛮力压得极其被动。凭两人悬殊的实力差距，硬碰硬根本毫无胜算。但在承受重击的同时，他手中的圣剑瞬间散发出耀眼光彩，圣剑迸发出的神圣力量瞬间压制住梅林爆发的魔气。旁观的伯爵有些意外，打趣说克里斯蒂安比同龄的玛丽安更有天赋。玛丽安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提醒他注意克里斯蒂安配合圣剑的步伐，他并非单靠蛮力硬挡，而是借助圣剑爆发的力量顺势卸力，不仅成功化解了这一记重斩，反而将梅林连人带剑强行震退。伯爵以为克里斯蒂安的魔力正在动摇，玛丽安却一眼看穿真相，他其实是在极精密的控制魔力，故意压低魔力输出，避免再次触发圣剑的排斥反应。战斗拉开距离，梅林隐隐感觉不对劲，质问克里斯蒂安是不是提前预判了动作。克里斯蒂安坦言自己只是观察敏锐，任何剑招都有预备姿势，下劈前肩部与上半身肌肉的变化早就暴露了攻击意图。梅林坦言知道预备姿势也没用，直接施展出魔剑式的招式，庞大的魔气铺天盖地席卷而出，瞬间缠住了克里斯蒂安，眼看就要被魔气吞没。克里斯蒂安胸前的吊坠突然迸发金光，瞬间驱散了眼前的危险。梅林一眼认出那是净化魔导具，震惊想起自己明明收在安全的地方。克里斯蒂安却笑着谢起父亲救命。克里斯蒂安坦言自己擅长顺手牵羊，实战中只要有用就是好手段。话音未落，他直接将净化魔导具扔了过去，瞬间将梅林爆发的魔气炸得粉碎。梅林被迫拉开距离，克里斯蒂安根本不给对方喘息机会，掏出红色爆裂魔珠并调侃逃跑没用。魔珠在梅林面前轰然炸开，巨大的火光与冲击瞬间席卷全场。看着被炸飞的对手，克里斯蒂安悠哉地吹起了口哨，用格兰特尔的钱买来的道具威力确实管用，但他心里清楚梅林绝不可能就这么倒下，当即出声喊话让对方快点出来。话音未落，一道剑芒瞬间撕裂火海，梅林破开漫天烈焰发动突袭，克里斯蒂安从容侧身闪避，顺势挥动圣剑接下了凶猛一击。他顺势一剑直接砍碎了梅林的兵刃，原来刚才抛向空中的魔珠带有腐蚀效果，早已暗中削弱了对手的武器。看台上的伯爵恍然大悟，忍不住夸赞起克里斯蒂安的计谋，连一向严苛的玛丽安也默默认同。兵刃被毁，非但没能制止梅林，反而彻底激发了他的狂气。他大笑着从火海中走出，迫不及待想要继续厮杀。连场边的玛丽安都意识到梅林已经彻底打疯了，场边的伯爵急忙高喊要阻止发狂的梅林。克里斯蒂安早已从容迎了上去，面对猛烈扑来的对手，他顺手一拍便将攻击方向引导偏离。梅林还没来得及反应，克里斯蒂安已贴身近前，将圣剑牢牢架在他颈边。看着被制服的梅林，克里斯蒂安从容宣告了自己的胜利。看台上的伯爵兴奋握拳，连玛丽安也露出了认可的笑意。
梅林非但没有沮丧，反而兴奋地大笑起来。克里斯蒂安见状提醒他做出决定，坦言自己虽然赢了，但也绝不会去强求忠诚。梅林追问要是选择追随，以后是否还能像这样畅快决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当即单膝下跪，正式臣服。看台上的玛丽安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看到克里斯蒂安能将魔力掌控到如此地步，心中的警惕与认可又多了几分。玛丽安不由得想起当初连家主都放弃了使用这把圣剑，坦言想在战斗中随时调整魔力波长，以此避开圣剑的排斥，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家主曾断言，除非是地狱魔王或魔龙，否则只有把魔力控制运用的像呼吸一样的怪胎才能办到。而此刻的赛场上，克里斯蒂安抬头看向玛丽安，笑着询问自己是否值得他最高程度的夸赞。玛丽安若有所思，或许眼前这个少年真的能够实现他父亲多年以来的夙愿。城堡厨房里一片繁忙，身形魁梧的魔族大厨正杀气腾腾地挥舞菜刀，极其凶狠地切开草莓，再小心翼翼地装饰在蛋糕上。得知平时最爱的草莓蛋糕竟出自这位狂暴大厨之手，克里斯蒂安一时间难以接受，身边的玛丽却笑着夸赞大厨的手艺绝对顶尖。大厨注意到少爷到来，粗声询问他的来意。克里斯蒂安直言想亲自考点曲奇，这出乎意料的打算让玛丽和大厨都感到十分意外。克里斯蒂安坦言曲奇是想送给某位女性，玛丽听完顿时心生疑虑，怀疑他在外面有了别人。克里斯蒂安连忙澄清自己绝没有那个意思。玛丽和大厨抢着要替他代劳，克里斯蒂安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坚持要亲自动手。他刚自信地说起自己的手艺，脸颊突然被溅了一脸红色果酱，转头一看，大厨正以残暴的气势猛砸草莓。看着血腥感十足的这一幕，克里斯蒂安不禁怀疑，平时喝的草莓汁到底混了什么。画面一转，玛丽安在城堡外牵马准备出发，远处传来了呼唤他的声音。得知玛丽安准备离开城堡，克里斯蒂安特意赶来送行，顺势掏出精心准备的礼盒，打开盒盖，里面满是他亲手烘焙的精致曲奇。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心意，玛丽安显得有些意外。一旁的伯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克里斯蒂安提前打听喜好，全是为了用这招收买人心。听说曲奇是亲手做的，玛丽安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没想到味道出乎意料的好。她矜持地夸了几句，主动提出给克里斯蒂安一份回礼，询问他有什么想要的。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想认他做姑姑。玛丽安一眼看穿他另有所图，直接揭穿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此参加接下来的暗黑成人礼。玛丽安明确拒绝站队，表示本家长辈必须保持绝对中立，才能维持各个继承人之间的平衡。克里斯蒂安赶忙换了副说辞，强调自己只是想拉近关系，顺便装模作样的撒起娇来。玛丽安看穿了他的心思，却没有继续计较，一边吃着曲奇一边表示并不讨厌他的坦诚。玛丽安坦言，会做甜点的侄子确实值得关照。克里斯蒂安顺感就上，立马甜甜的叫了声姑姑。玛丽安顺势问他以后还会不会再做，克里斯蒂安却卖起了关子，直言这得看姑姑未来的表现，要是惹她不高兴，下次可就没这个美味了。见他这么机灵，玛丽安神色一正，直接问克里斯蒂安想不想加入黑灵骑士团。他直言克里斯蒂安先前在决斗中的表现极为惊艳，甚至具备超越现任家主的潜力。玛丽安提醒克里斯蒂安，其他的继承人竞争者同样不可小觑，他担心克里斯蒂安的潜能还没完全发挥，就会先败在那些对手手中。克里斯蒂安却显得十分平静，直言如果连这种考验都撑不过去，就算死在路上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他感谢了玛丽安的提醒，自信地表示自己绝不会输。这番话让玛丽安有些意外，虽然觉得他这种自信近乎荒谬，但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少年，玛丽安心中隐隐觉得，也许他真的能创造奇迹。玛丽安见克里斯蒂安态度坚决，不再阻拦他的选择，临走前郑重留下一句提醒，他让克里斯蒂安务必小心。公爵家的长公主尤里安，这让伯爵有些意外，印象中尤里安分明是最冷静沉稳的那一个，居然不是锋芒毕露的阿西德。玛丽安没有过多解释，只直言他很快就会明白其中的缘由。克里斯蒂安笑着表达谢意，表示会将这份忠告牢记在心。玛丽安调转马头告别离开，期待着与克里斯蒂安的下次相见。克里斯蒂安独自躺在床上沉思，父亲和玛丽安姑姑都是6星级的顶尖强者，可在当年的战争中却几乎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传闻。暗黑帝国究竟积蓄了多少恐怖战力，才能拥有彻底他平光之大陆的力量？看着曾经惨痛的记忆在脑海中闪过，克里斯蒂安暗自决定绝不能让悲剧再次重演。为了更快提升实力，1个月后，克里斯蒂安应召来到父亲的书房。父亲刚准备说明找他来的事由，话还没说完，便突然察觉到了异样。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自信满满的儿子，发现克里斯蒂安竟然已经突破到了2星级别。父亲万分惊讶，问克里斯蒂安怎么突破到了2星，完全没料到短短1个月，儿子的实力竟然提升了这么多。克里斯蒂安耸了耸肩，表示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毕竟自己早就打过招呼。随后他把话题拉回正题，询问父亲深夜叫自己过来究竟所为何事。父亲伸手压着案几上的信件，沉声表示本家刚刚传来了消息，原本他为克里斯蒂安和特恩2人都申请了参加的资格，可本家最终却只批准了特恩1人参加即将到来的暗黑成人礼。父亲随即挥出一拳，重重将克里斯蒂安揍飞在地，厉声控诉他过去挥霍家族财产，甚至醉酒变卖家传宝物。
克里斯蒂安擦去嘴角的血迹，平静地询问这是不是侯爵的决定。父亲摇了摇头，表示侯爵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真正剥夺克里斯蒂安资格的人，正是本家直系继承人罗英。这位本家最耀眼的直系天才，正是即将到来的暗黑成人礼上最核心的绝对主角。所谓的暗黑成人礼，本质上是从暗黑维度抽取纯净力量。由于这种极度有限的资源，候选人们往往会通过生死决斗来争夺优先吸收的权利。决斗的胜者能获得最纯粹的能量，这也是决定能否成为本家继承人的关键。如果罗英垄断了这份力量，顺利当上第6王子，克里斯蒂安想要实现目标就会难如登天。父亲主动提出再去帮忙沟通，甚至打算去寻求玛丽安的帮助，克里斯蒂安却直接拒绝了这份好意，表示要靠自己的手段解决名额。父亲打量着眼前的儿子，坦言如今的克里斯蒂安早已脱胎换骨，甚至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让克里斯蒂安不必担心，表示黑幕狩猎的事全交给他解决。克里斯蒂安转头就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吓得父亲赶忙打听他是不是有了鬼主意。克里斯蒂安转而问父亲，迪勒米因家族这次是否也会参加暗黑成人礼？父亲忍不住勃然大怒，痛骂对方投靠罗英，还嘲讽他们兄弟没资格，全家不过是一群只会驯魔兽的小丑。克里斯蒂安赶忙劝父亲消气，表示只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就足够了。随后顺势提到了迪勒米因家族即将举办的黑幕狩猎。克里斯蒂安自信地表示自己要以追捕者的身份亲自去参加这场黑幕狩猎。画面一转，夕阳斜照的城堡深处，玛丽安正在向家主汇报见面的情况。面对家主的询问，玛丽安直言现在的克里斯蒂安根本不是其他继承人所能相比的。家主若有所思地轻敲手杖，表示很难相信这种评价，在他眼里，那孩子不过是个自以为天资过人的蠢货。玛丽安坦言，克里斯蒂安确实和以前截然不同。家主顺势追问他能否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夙愿，那正是家主靠逆时魔法抗拒死亡，一直苟延残喘至今的执念。玛丽安虽然无法保证，但直言克里斯蒂安绝对是最有希望的那个人。家主顿时来了兴趣，决定开始密切关注克里斯蒂安。随后聊起他可能无法参加成人礼，面对玛丽安是否会出手干预的询问，家主冷酷的一口回绝，表示自己绝不会为了这点小事破例介入。家主冷酷的表示，如果克里斯蒂安连这点考验都撑不过去，根本没资格称自己是暗黑家族的猛兽。玛丽安忍不住替侄子求情，认为克里斯蒂安年纪尚轻，至少该给他接受纯粹黑暗的机会来觉醒潜能，却被家主散发的恐怖威压严厉打断。玛丽安深知家主的脾性，对一个人期望越高，手段就会越发严苛。家主打趣道，看来玛丽安相当看好这个侄子。随后家主沉声呼唤，黑雾翻涌间，大总管西蒙应声现身，恭敬地听候家主差遣。家主吩咐西蒙在暗黑成人礼之前密切监视克里斯蒂安的一举一动。西蒙恭敬领命。西蒙顺势提出想在监视期间给克里斯蒂安使点小手段，这让一旁的玛丽安吃了一惊。家主冷冷警告西蒙不要做得太绝。西蒙欣然接受了这个底线，随即化作黑雾消失。面对风雨欲来的局势，玛丽安只能在心中为侄子默默祈祷。马车行驶在繁忙的街头，克里斯蒂安盘算着当下的瓶颈，虽然凭着能力迅速突破到了2星，但要想跨越到3星，魔力和体力的积累还远远不够。想要快速补充庞大的魔力，就必须拿到7黑魔晶。恰好举办狩猎大会的提拉明家族少爷先前不知死活的招惹了他，正好给了他下手的机会。不过想从魔兽卡拉佐夫身上获取魔晶，光是猎杀还远远不够，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随着马车慢慢停稳，前方传来了对方惶恐不安的问候。克里斯蒂安走下马车，向瑟瑟发抖的格兰特尔打起招呼，开门见山问他今天带来了什么。格兰特尔连声保证绝不敢空手，可刚恭敬奉上钱袋，就被克里斯蒂安直接打落在地。克里斯蒂安嫌弃的警告他认清分寸，紧接着凑到他耳边一语道破格兰特尔逃税开赌场，甚至暗中绑架人口的诸多恶行。面对被当场戳穿的底细，格兰特尔彻底破防，带着哭腔连声求饶，问需要做些什么。克里斯蒂安这才给了出路，只要格兰特尔乖乖听话办妥事情，自己就可以既往不咎。格兰特尔如蒙大赦，连忙满口答应。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要求，让格兰特尔帮他弄来象牙。格兰特尔听完面露难色，直言这东西只能去黑市买，而且最近价格贵得离谱。见对方还想推脱，克里斯蒂安转头询问玛丽准备的如何。话音刚落，玛丽直接化身凶残的拷问者，当场把格兰特尔吓得魂飞魄散。格兰特尔连声求饶，保证一定把象牙奉上。克里斯蒂安顺势追加条件，让他顺便再弄一把能切开铠甲的宝剑。面对这连环敲诈，格兰特尔彻底傻在原地。克里斯蒂安交代完要求，便微笑着告别离开。被白嫖又被敲诈的格兰特尔趴在地板上气得破口大骂。在返回的马车里，玛丽以为要直接回府，克里斯蒂安却表示还要再去个地方。路过一家药学店时，他叫停马车，推门走了进去。克里斯蒂安挑中了一瓶药水，面对店员的困惑，他只说这东西待会儿能派上用场。可当玛丽看清那瓶药水的真正功效时，整个人当场惊呆了。玛丽看清药水的功效后，忍不住打量起眼前的克里斯蒂安少爷，调侃他是不是年纪轻轻就不行了。克里斯蒂安立刻情绪激动的坚决否认，强调这药水绝对不是自己要用。玛丽神色一沉，难道是拿给卡扎尔伯爵用的吗？
克里斯蒂安顺势点头承认，表示父亲年事已高，自己只是尽一份孝心。随后他转过头，厉声警告店员，交代对方必须守口如瓶，绝不能败坏父亲的名声。店员吓得连声答应，表示绝不敢透露半句。克里斯蒂安准备出发前往黑幕狩猎，特恩和父亲特意前来送行。特恩硬着头皮喊出约定好的尊称，叮嘱他黑幕狩猎凶险万分，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平安归来。面对克里斯蒂安的调侃，特恩嘴硬表示只是为了以后还能与他决斗。父亲打断了兄弟俩的拌嘴，让克里斯蒂安放手去给迪勒米因家族一点颜色看看。克里斯蒂安笑着向父亲保证，一定会带回胜利的好消息。父亲好奇打听刚才尊称的来由，吓得特恩赶忙叫父亲别再多问。随后一行人赶到了迪勒米因庄园，可刚到大门口，庄园守卫就突然出面拦住了去路，明确表示根据指令，绝不允许他们踏入庄园半步。侍从气的当场质问对方，让他们干等半天，竟然直接拒之门外。对方却态度嚣张地表示，这正是阿洛斯大人亲自下的命令。得知是阿洛斯在背后捣鬼，克里斯蒂安的神色瞬间冷了下来。他向对方确认，阿洛斯是不是让他们在庄园附近自找住处。对方紧张地承认了这一点。一旁的侍从气的当场叫嚣，要砍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克里斯蒂安却淡定地伸手制止。他转头询问住宿费用该由谁承担，对方赶忙表示可以直接将账单寄给迪勒米因家族。听到这个答复，克里斯蒂安嘴角微微上扬，他带着手下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最顶尖的豪宅。这地方一天的开销竟高达10万卢比，把随从们吓得目瞪口呆。克里斯蒂安却丝毫不在意，毕竟花别人的钱这种机会可不多见。他给手下留出1小时收拾行李，打算稍后请大家喝上一杯。刚交代完，行李箱突然有了动静，并泛起一阵青蓝色的光芒。玛丽直接从里面蹦了出来，兴奋地表示这里才配得上大人的尊贵身份。面对藏在行李箱里偷溜出来的玛丽，克里斯蒂安一时有些无语。玛丽却沉浸在自我感动中，打趣少爷其实是在口嫌体正直。话还没说完，迪勒米因家族的次子阿洛斯就气急败坏地摔出巨额账单，大声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克里斯蒂安却显得十分坦然，表示既然是对方让他们自找住处，以自己的身份自然不能凑合，索性直接把这栋宅子给买了下来。他还顺势调侃阿洛斯家底太薄，给这位不懂待客之道的少爷好好上了课，把对方气得脸色铁青。阿洛斯彻底被激怒，直接捏碎手中的账单，释放出紫色的魔法能量。他当场召唤出一头凶狠的魔兽，死死盯着克里斯蒂安发出威胁。克里斯蒂安一眼就认出这是迪勒米因家族特有的屈服魔法。不同于温和共存的驯养方式，屈服魔法属于黑魔法的一种，本质上是靠恐惧强行支配魔兽。克里斯蒂安看穿了屈服魔法的本质，知道这种靠恐惧支配的手段一时半会儿很难完全掌握，索性决定直接把对方打服。他向玛丽要来一把木棍作为武器，笑着向阿洛斯勾手挑衅。被彻底激怒的阿洛斯当即下达指令，指挥魔兽张开血盆大口，径直朝克里斯蒂安猛扑过来。面对扑来的魔兽，克里斯蒂安横起木棍挡住撕咬，虽然被强大的冲击力顶得连连后退，但他很快就稳住了脚跟。克里斯蒂安借机调侃对方2打1不合规矩，顺势抛出了自己的条件，表示如果这一局自己赢了，阿洛斯就要同意让他以护卫身份参加接下来的黑幕狩猎。见对方在交手中竟然还敢公然下赌注，阿洛斯被彻底气炸。阿洛斯叫嚣着要让他跪地求饶，骑上魔兽便发起了猛烈冲锋。可这一击直接砸了个空，烟尘散去后，远处根本没有克里斯蒂安的身影。阿洛斯还没反应过来人去了哪里，克里斯蒂安早已悄悄绕到身后，挥起木棍对着他就是一顿猛抽。克里斯蒂安一边耍着木棍，一边笑着劝他别急着哭，表示自己可不会手下留情。被打猛的阿洛斯恼羞成怒，疯狂收紧手里的铁链，想要强行催动魔法支配魔兽。可还没等他下达指令，克里斯蒂安身上猛然爆发出一股恐怖死气，宛如骷髅恶鬼般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身下的魔兽被这股死气吓得当场失控，疯狂咆哮着甩动身体，反倒把背上的阿洛斯直接掀飞了出去。被掀翻落地的阿洛斯心疼地抱住魔兽，怒骂对方竟敢伤害自己的宠物。克里斯蒂安却云淡风轻地表示，刚才不过是个2星幻术，嘲讽对方那点驯兽手段根本不够看。彻底被激怒的阿洛斯大吼着让他闭嘴，脚下猛然展开红色阵法，强行将魔兽的力量推向极致。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扑，克里斯蒂安反而扛起木棍，笑问对方知不知道追捕者最擅长什么。还没等阿洛斯反应过来，克里斯蒂安的身影已瞬间消失，带起凌厉的棍影迎面劈下。克里斯蒂安这一棍直接重抽在脸上，把刚要发威的阿洛斯当场砸翻在地。克里斯蒂安笑着提醒他，真正的追捕者可绝不会傻傻等敌人把吟唱和蓄力做完。教训完阿洛斯后，克里斯蒂安直接在酒店里开台豪赌。侍从看着堆成小山的筹码，劝他克制，克里斯蒂安却理直气壮地表示，适当休息也是正事。他还特意向玛丽寻求认同，玛丽表面上表示无所谓，手下却果断没收了所有的酒，只端来一杯配着小伞的姜汁汽水。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克里斯蒂安当场崩溃，哭喊着坚决要喝酒，彻底没了刚才银牌的威风。克里斯蒂安端着姜汁汽水正郁闷，转头发现阿洛斯的2个手下正在盯梢，他干脆大方邀请对方一起过来玩牌。见对方犹豫，克里斯蒂安笑着打趣说，阿洛斯被打得明天都醒不来，只要不说出去就没人知道。手下果断拒绝了他的邀约。
克里斯蒂安也不强求，继续跟其他人大肆赌博。不知不觉间，时间就从傍晚一直持续到了深夜。盯梢的手下见克里斯蒂安彻底醉倒睡死，鄙夷地抱怨了一句，便决定不再浪费时间，打算直接回去随便汇报差事。可手下前脚刚走，原本烂醉如泥的克里斯蒂安便立刻睁开了眼睛，眼神里没有一丝醉意。原来刚才的醉态全是他装出来的。克里斯蒂安迅速起身，披上大衣，看着窗外的深夜，准备趁着夜色开始行动。克里斯蒂安收拾好背包，准备趁夜出门，特意交代玛丽不要跟来。玛丽盯着他怀里的包裹，突然恍然大悟，猜测里面装的就是之前买的药。他自顾自地点头，认定那药根本不是要送给伯爵，而是少爷留给自己用的。玛丽甚至恼不起少爷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热心地为他的深夜活动打气加油。这番荒谬的胡说八道，把刚要出发的克里斯蒂安气得当场发飙。克里斯蒂安连夜赶到了基顿山脉，这里正是迪勒米因家族的秘密领地。正如传闻所说，林子里散发着极其浓郁的魔兽气息。克里斯蒂安顺着气息一路搜寻，很快便找到了猎场的入口。看到门前居然只有2个守卫把守，克里斯蒂安决定直接潜入。他当即催动向玛丽学来的隐身魔法，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玛丽调侃他学会隐身是为了偷看的打趣声。克里斯蒂安借着隐身顺利绕过守卫，一路深入林地。在森林深处，一座散发着魔法光芒的神秘祭坛赫然显现。克里斯蒂安解除隐身，落在祭坛旁，确认这里就是决战的场所。可关键在于如何拿到目标，唯有自尽才能达成目的。要想让象牙转化为纯粹的黑幕，就必须用极致的恐惧将魔兽逼入绝境。当恐惧超越极限，原本的象牙便会彻底发生蜕变。迪勒米因正是掌握了这种恐惧支配法，才得以统治整座黑幕猎场。克里斯蒂安默默感谢雷娜提供的关键情报。他原本计划偷学到这项特殊能力后，再利用手中这瓶特制药水，彻底引爆魔兽的狂暴，进而把黑幕彻底据为己有。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掌握这项绝技，只能试图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就在他思考对策时，附近突然传来一阵异样动静。克里斯蒂安猛地回头警惕地张望，寻找刚才究竟是什么人。眼看声响迅速消散在密林深处，他收回心思，迈开脚步继续朝前走去。克里斯蒂安在林地深处发现了一座神秘山洞，洞口正散发着异样的魔法光芒。他扯紧斗篷，小心翼翼地靠近。刚踏入洞内，一股狂暴的邪恶能量就迎面压来。克里斯蒂安强忍着威压，继续向前。周围的岩壁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红色阵纹，他一眼就认出这是最高级别的黑魔法结界。看着眼前这恐怖的景象，他终于确认这里竟是传说中的新嫩谷裂隙。新嫩谷是恶魔与魔兽的世界，没想到连接人界与异界的裂隙真的存在。看着满地的黑魔法阵纹，克里斯蒂安突然灵光一闪，打算把目标引诱到这片裂隙来。他随即拿出随身携带的特制药水，准备利用这瓶药水完成计划。他嘴角微微上扬，对即将到来的狩猎充满了期待。暗中关注一切的西蒙看着他不仅收拾了迪勒米因家的人，还装傻充愣潜入狩猎场暗中布局，觉得这2个小家伙越来越有意思了。见2人私底下搞出这么多小动作，西蒙嘴角一咧，打算给他们准备一场更大的惊喜。随后他径直走到黑魔法结界前，抬手按向法阵入口，将自身力量注入其中。鲜血刚落入法阵，红色的结界便瞬间大亮，异界的力量随之被彻底唤醒。黑雾中随即传来恶魔的低语，质问这个不祥之人究竟有什么企图。面对异界的威压，西蒙不仅没有丝毫退缩，反而露出了越发癫狂的笑意。密林深处，追捕小队正紧急集结，阿洛斯手握旗杆立在最前。克里斯蒂安见状打趣，挨过打的他居然还能表现得如此自信。阿洛斯被戳中痛处，当场发怒，对方却手按剑柄继续调侃，问他想不想体验新武器的威力。领队见2人准备争执，立刻下达指令，命令全员出发，迅速将卡拉佐夫引向祭坛。队员们随即听令，朝着目标方向迅速展开行动。小队奉命前往祭坛。克里斯蒂安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面对阿洛斯质问的态度，克里斯蒂安表现得十分敷衍。小队很快抵达祭坛，队友当即警告克里斯蒂安少插手。克里斯蒂安顺势表示乐得清闲，还不忘反向嘲讽回去。被激怒的同伴刚想动手，就被阿洛斯一把拉住，只能命令克里斯蒂安负责看守旗帜。克里斯蒂安顺势靠在树下看守旗帜，看着其他人前去诱敌，他巴不得对方折腾得更欢一些。眼下的局势完全符合他的预期，他早已备好从格兰特那里拿到的象牙与宝剑，就等着计划顺利推进。就在这时，远处林中传来一阵动静，目标终于现身。一只4级魔兽卡拉佐夫突袭而出，巨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呆滞与诡异的光芒。克里斯蒂安看着眼前这只魔兽，忍不住吐槽对方长得太蠢。队友催促阿洛斯准备动手，阿洛斯催动魔力展开讨伐，其他人纷纷出手将魔兽包围。阿洛斯也顺势施展力量进行压制，可卡拉佐夫凑上前闻了闻，眼睛瞬间充血变红，毫无征兆的彻底狂暴起来。狂暴的卡拉佐夫瞬间发起突袭，阿洛斯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当场重重砸倒在地。同伴见状，急忙上前查看情况。魔兽紧接着喷洒出大量剧毒气体，面对弥漫开来的毒物，同伴大喊让所有人撑起防御，同时果断展开魔法结界，硬生生挡下了魔兽的猛烈轰击。发狂的卡拉佐夫力量惊人，硬生生撞碎了防御结界。阿洛斯虽然提前服下了解药，但也深知毒气弥漫，绝不能在这片林子里久留。
其他人拔剑上前试图阻挡，却被狂暴的魔兽瞬间横扫击退。失去了阻挡的卡拉佐夫再次径直扑向倒地的阿洛斯，关键时刻克里斯蒂安横空挡在他身前，单手硬生生架住了扑来的卡拉佐夫。他顺势提出条件，只要阿洛斯以后认他当大哥，他就立刻出手解围。阿洛斯当场气得破口大骂，可看着同伴们纷纷倒地，眼前的魔兽又在不断逼近，克里斯蒂安提醒他根本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阿洛斯只能喊话求救，克里斯蒂安满意的应承下来，随即催动强悍力量，一击将魔兽轰退。克里斯蒂安催动魔法，凝聚出带有荆棘的锁链，瞬间死死缠住了卡拉佐夫。倒在地上的阿洛斯看傻了眼，认出这竟是极为罕见的征服魔法。克里斯蒂安顺势拉紧锁链，跃上兽背，轻松制服了狂暴的魔兽。制服卡拉佐夫后，克里斯蒂安骑着魔兽径直朝密林深处冲去。旁边的阿洛斯急得大声劝阻，可克里斯蒂安根本没有理会，直接驱使魔兽撞进漆黑的山洞。异界恐怖的邪恶能量迎面扑来，刚才还凶残的魔兽被吓得喘不过气。克里斯蒂安死死手握锁链，冷冷地欣赏着魔兽对新嫩骨的恐惧。魔兽在极度的恐惧中濒临崩溃，身上的锁链彻底断裂。克里斯蒂安抓住时机，拔出短剑，狠狠刺向魔兽，鲜血喷涌而出。随后赶来的阿洛斯大吼着让他赶紧撤离，克里斯蒂安却冷冷警告他别当懦夫。可还没等众人松一口气，同伴就发现了更可怕的异状。克里斯蒂安仔细查看刚取下的材料，发现这居然只是普通象牙，根本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乌木。众人顿时陷入极度焦虑，甚至有人把责任推给克里斯蒂安，怪他横插一脚破坏了计划。阿洛斯冷冷出声打断指责。阿洛斯主动走到克里斯蒂安面前道谢，感谢他刚才出手救下同伴，才没让小队出现重伤。听到这番感谢，克里斯蒂安反而有些心虚，因为把乌木换成象牙的真凶其实正是他自己，但他很快清了清嗓子掩饰过去。克里斯蒂安顺势向阿洛斯讨要报酬，逼他兑现承诺喊自己大哥。阿洛斯急忙出声辩解，强调自己根本没答应过这种事，况且年龄还比他大。话音未落，现场突然剧烈震动，周围的同伴竟纷纷昏倒在地。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阿洛斯当场慌了阵脚，克里斯蒂安也敏锐察觉到异样。只见伴随着散开的红光魔法阵，一道散发着可怕威压的庞大黑影缓缓在暗处显现。这道庞大的黑影竟是来自新嫩骨的恶魔，对方甚至嚣张地把眼前的众人当成了玩具。面对这恐怖的威压，阿洛斯硬着头皮挡在前面，劝克里斯蒂安这个局外人趁现在赶紧逃命。可克里斯蒂安根本没打算离开，他的注意力全被高处石壁上的红光吸引。克里斯蒂安顺势握紧短剑，直直刺向墙壁上的蝙蝠。暗中观察的西蒙突然察觉异常，他预留用来传送的血分身竟已被当场破坏。原本他打算先观察恶魔动静再出手，如今没了瞬间传送的手段，即便施展操血魔法全速赶路，也至少需要5分钟。一旦救援晚了，不仅自家少爷凶多吉少，现场所有人都会死在恶魔手里。他当即催动全身魔力，化作一道红光，朝着远方疾驰赶去。面对恶魔的质问，克里斯蒂安坦言自己只是讨厌被偷窥，才顺手破坏了那个血分身。恶魔嘲笑他不自量力，恐怖的魔力瞬间爆发。克里斯蒂安心里很清楚，眼前这只恶魔至少有5星级别，凭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正面抗衡。不过他可没打算坐以待毙，随着指尖魔力汇聚，早已准备好的计划应声启动。克里斯蒂安直接施展魔法，将身边的同伴全部放倒。还没等阿洛斯反应过来，就被克里斯蒂安一击干晕过去。恶魔见状，以为他是想献祭同伴，当即表示只要献出活人，不仅能保住性命，还能获得恶魔的祝福。可克里斯蒂安却直接割破手掌，表示自己绝不可能与恶魔同流合污。恶魔认出了克里斯蒂安手中的圣器，嘲笑无法发挥威力的武器跟废铁没两样，随后悍然发起突袭。恐怖的魔力正面轰在克里斯蒂安身上，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他重重撞飞。恶魔顺势一把掐住克里斯蒂安的脖子，再次出声劝诱，逼他立刻献祭到地的同伴。面对恶魔逼他献祭同伴的威胁，克里斯蒂安直接一口血水吐在对方脸上。趁恶魔暴怒失神的瞬间，克里斯蒂安冷冷反问：凭什么大家都以为他用不了圣剑？话音未落，他猛然拔剑迎面劈向恶魔，硬生生杀开一条退路。拉开距离落地后，克里斯蒂安迅速将魔力注入剑身，原本沉寂的圣器瞬间爆发出耀眼金光。恶魔看着眼前的金光，不敢置信，想不通他怎么可能掌控光明的力量。克里斯蒂安冷笑了一声，直接反问对方是不是害怕了。恼羞成怒的恶魔彻底暴怒，凝聚全身魔力，砸出致命一击。面对恐怖的魔力冲击，克里斯蒂安一步未退，拔剑迎面劈了上去。耀眼的金色光芒瞬间轰然炸裂，直接正面撕裂了迎面袭来的魔力。恶魔看着扑面而来的强光，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还没等恶魔做出反应，铺天盖地的神圣力量就将他彻底淹没，伴随着惨叫声爆发出一阵剧烈轰鸣。克里斯蒂安拼尽全力轰飞恶魔后，身体终于达到了极限，强行复制并施展死海一击，对这具身体的负担实在太重，他支撑不住重，重倒在地上。昏迷中，他想起了过去的事情，当时埃文满脸震惊，不敢相信克里斯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自己的死海一击，而克里斯只是举起剑轻松，表示这一招并不算难。埃文忍不住吐槽克里斯是个怪物，随后解释起这一招的含义：死海一击意味穿透死海的一缕光。可讽刺的是，他自己从未能成为家族的光芒，
埃文看着眼前的克里斯，语气认真的表示，如果是克里斯的话，或许真能成为拯救世界的那道光。就在这时，昏迷中的克里斯蒂安面前突然泛起绚丽的光芒波纹，一道神秘而宏大的身影凭空显现。神秘身影嘴角微微勾起，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自称名叫梅菲娜，是来自新嫩谷第7圈的第1席。与此同时，救援人员终于赶到，急忙带着药水抢救倒地的伤员。梅菲娜留下一句对他未来的期待。随着强光渐渐消失无踪，在迪勒米因庄园里，克里斯蒂安缓缓从昏迷中醒来，没想到自己竟然整整睡了2天，好在身体并无大碍。他赶忙拿过床头柜上的布袋，确认之前换到的乌木完好无损。看着袋子里的碎木，他想起了昏迷前见过的恶魔梅菲娜，没想到自己会被这种危险存在盯上。毕竟那些早早展现潜力的魔族，偶尔就会收到恶魔祝福加速成长。克里斯蒂安对这种祝福根本不在意，觉得只有输家才会接受。况且新嫩谷第7圈的排名恐怕也不高。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迪勒米因伯爵亲自走了进来，询问克里斯蒂安的身体状况。克里斯蒂安刚想下床行礼，伯爵伸手示意他不必多礼，让他坐着听就好。伯爵透露了昨天的调查结果，原本封印新嫩谷入口的法阵被人动过手脚，好在跑出来的恶魔还没掀起风浪，就被直接逆向召唤了回去。听完领主对逆向召唤的判断，克里斯蒂安顺从的应了一声，心里却踏实了不少。毕竟要说恶魔是他亲手除掉的，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刚好省去了编造借口解释的麻烦。没想到伯爵突然话锋一转，主动向克里斯蒂安低头道歉，坦言自己此前听信谣言，对待他的态度过于苛刻。这位领主躬身表达谢意，感谢他拯救了整个迪勒米因家族。克里斯蒂安赶忙笑着摆手客套，表示同为黑魔族，出手相助本就是分内之事。表面上说着大家都是一家人，心里却暗自庆幸，总算把这事顺理成章糊弄了过去。听到一家人这个词，伯爵若有所思，表示只要在能力范围内，愿意满足克里斯蒂安的任何愿望。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要求，希望迪勒米因与卡扎尔两家能够彻底化解多年来的夙愿，与其继续针锋相对，不如建立良性竞争，互相扶持，成为真正的一家人。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请求，伯爵一时间被深深触动。克里斯蒂安接着揭露，两家积怨全是主家在背后挑拨，主家害怕旁系联合威胁地位，便一直把大家当成看门犬防范。面对伯爵关于反抗主家的质问，克里斯蒂安当即否定，表示比起盲目内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合作。伯爵被他的远见打动，当场答应履行承诺，决定主动联系对方化解矛盾。克里斯蒂安对此十分满意，只要将旁系势力逐个联合，就能在未来的毁灭之日降临时，组建起应对危机的强大军队。伯爵一把推过身旁的阿洛斯，提醒他也该有所表示。阿洛斯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圆珠，正是此前落下的象牙，解释当时以为克里斯蒂安醒不过来，才顺手帮忙收了回来。克里斯蒂安顺势开起玩笑，表示真想感谢，不如再多送点。话没说完，就被阿洛斯恼羞成怒打断。看到两人打闹，伯爵爽朗的大笑称赞，随即主动拿出一枚吊坠，这竟是封印着4阶魔兽的召唤石，直接作为谢礼送给了克里斯蒂安。伯爵还主动承诺会向主家推荐克里斯蒂安，让他顺利参加接下来的降案仪式。克里斯蒂安笑着表达感谢，随后目送对方离开房间。等房门彻底关上，克里斯蒂安收敛起笑容，冷冷看向空无一人的角落，直接叫暗中的人出来。随着一团红黑色的雾气汇聚，西蒙从虚空中现身，坦言克里斯蒂安此前能察觉到他，果然绝非偶然。西蒙直言自己的伪装瞒过了伯爵，没想到会被克里斯蒂安轻易看穿。克里斯蒂安神色冷淡，表示不过是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对方顺势自我介绍，表明自己是主家的大管家西蒙。这看似礼貌的举止，却让克里斯蒂安暗中紧握双拳。大管家意味着他是家主的心腹。克里斯蒂安更清楚，西蒙还是极端组织血灵魔团首领的教官，那是一群手段残忍的疯狂分子，曾在各地制造过无数杀戮。那个恐怖的首领，早在破灭之日便突破到了9阶，摇身一变成了第10位魔皇。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差点死在他手里，而眼前这个大管家西蒙，竟然还是那位魔皇的直系血亲。面对眼前的危险，西蒙却笑着夸起克里斯蒂安，甚至直接一口道破，此前是他亲手消灭了那只恶魔。这让克里斯蒂安大吃一惊，完全没想到对方竟能知晓此事。克里斯蒂安暗中盘算，当初自己只是破坏了对方分身，西蒙未必亲眼看到他使用死海一击，于是他装作听不懂，直接否认消灭恶魔的事。西蒙却叫他别再装傻，坦言自己赶到山洞时，恶魔已被彻底粉碎，连尸体都没留下。西蒙追问他是如何办到的，并强调谈话内容会如实上报魔皇，作为对他的考核评估。克里斯蒂安当场硬气拒绝，直言不可能把底牌透露出来，与其当个问什么答什么的蠢货，魔皇肯定更喜欢懂得隐藏爪牙的野兽。听到这番话，西蒙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放声大笑，直夸克里斯蒂安实在太有意思了。克里斯蒂安顺势反客为主，反问西蒙难道不打算向自己道歉？西蒙显然有些疑惑。克里斯蒂安解释说，当时以为恶魔纸是被反向召唤回去了，纳闷西蒙凭什么敢肯定恶魔已被消灭。他伸手指向西蒙，当场拆穿了真相，因为当初把恶魔召唤出来的正是眼前这位大管家。克里斯蒂安接着反将一军，直言如果私自召唤恶魔的事传出去，西蒙绝对吃不了兜着走。被抓住把柄的西蒙刚要辩解，克里斯蒂安却话锋一转，
主动提出会替他保守秘密。西蒙显然没料到这一出，克里斯蒂安顺势强调，这次对方可是欠下了天大的人情。面对这明显的交易意味，西蒙笑着表示记下了这份恩情。交代完毕，西蒙便化作红雾离去。临走前表示非常期待克里斯蒂安前往本家的那一天。房间里只留下克里斯蒂安独自沉思，在未来的破灭之日，西蒙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必须尽快与对方建立更深的关系。玛丽用魔法将行李箱悬浮在空中，汇报返程的准备已经全部就绪。克里斯蒂安对此表示满意。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阿洛斯凑过来询问他们是不是要走，刚好撞见玛丽正用魔法搬运行李，直接被眼前这一幕给吓了一跳。克里斯蒂安见状，顺势提醒他别忘了昨天的承诺，从现在开始的老老实实叫自己哥哥。阿洛斯忍不住抱怨自己明明还大2岁，但随后还是收起玩笑，坦言这次是专门来提醒他的。听了克里斯蒂安之前那番一家人的话，他觉得旁系之间确实不该再继续内耗。阿洛斯提醒他在接下来的详案仪式上，最大的对手将是本家的罗恩少爷。哪怕两人表面上同为2星，但本家手握顶级的灵药与各种资源，双方从起跑线上就有着巨大差距。阿洛斯刚调侃他会沦为别人的猎物，克里斯蒂安却反手给了他一个忠告，劝他最好直接退出这次详案仪式。这话让阿洛斯气得当场跺脚，直呼自己白担心了一场，还以为克里斯蒂安是想独占魔器。克里斯蒂安语气坚定，表示无论这次在仪式上遇到谁，他都会让对方后悔撞上自己。交代完注意事项后，克里斯蒂安便带上玛丽正式出发。众人顺利回到了卡扎尔领地，特恩急忙向仆人打听消息，得知克里斯蒂安一回到家就准备独自前往训练场，一直修炼到详案仪式开始。没等仆人劝他慢一点，特恩就在长廊尽头看到了正要离开的克里斯蒂安，他连忙追上去，扯着嗓子喊出极为夸张的尊称。特恩气冲冲地质问克里斯蒂安，明明承诺过一回来就会和他决斗。克里斯蒂安打量着气喘吁吁的特恩，发现对方实力提升不少，居然已经达到了2星中阶。他原本打算直接拒绝，但想到特恩也要参加详案仪式，以现在的水平确实不够看。克里斯蒂安便劝特恩也赶紧去训练，承诺等自己修炼结束就陪他好好打上一场。特恩当场放下狠话，让他做好准备。克里斯蒂安敷衍的应了起来。看着特恩离开的背影，克里斯蒂安无奈摇了摇头，对方这死脑筋的脾气简直和记忆里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回到房间后，距离降案仪式只剩下1个月，克里斯蒂安拿出此前换到的乌木，直接张嘴咬碎吞了下去。刚一咽下，一股剧烈的不适感便在体内轰然炸开，难言的苦味瞬间冲顶，体内炸开的力量远超预料。在全力引导能量时，克里斯蒂安突然注意到乌木内部竟然残留着光元素能量，原来是当初魔兽卡拉佐夫死前残存的情感融进了这块乌木之中，怪不得世人都说乌木极难吸收，不过这种程度的阻碍对他来说根本构不成威胁。随着乌木的力量被逐渐吸收，体内只剩下最后残存的光元素能量。按常理，这股光能量需要找导师协助排出来，不过克里斯蒂安可不打算白白浪费，他决定将这股力量直接炼化吸收。克里斯蒂安打算把残存的光能量全部汇聚到体内的光核之中，随着能量在周身狂暴涌动，强烈的光芒迅速蔓延开来，最终所有能量被彻底收束，凝聚到了核心的一点。随着最后一缕光芒彻底收拢，克里斯蒂安缓缓睁开双眼，将体内残存的能量完全吸收炼化。与此同时，管家正将一份卷轴呈递给伊德雷妮。此前乌木狩猎时意外召唤出了恶魔，为了收集该事件的情报，报告才耽搁了一些时间，好在所有人最终都平安无事。伊德雷妮接过卷轴，对管家的处理表示肯定。管家询问是否还有其他吩咐，见伊德雷妮没有回应，便躬身施礼准备退下。伊德雷妮随手打开呈上来的卷轴，报告中除了详细的情报记录，竟还附带着一张克里斯蒂安的肖像。看着画像上这位刚解决恶魔事件的少年，伊德雷妮的神色逐渐深沉起来。转眼1个月过去，详案仪式的日子终于到来。特恩兴冲冲地跑去敲门，提醒克里斯蒂安该出发了。可当他推门走进房间，整个人却愣在了原地。此时的克里斯蒂安一身正装，身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场，比起1个月前简直判若两人。见特恩进来，克里斯蒂安打趣他来的这么早，是不是急着挨揍？感受着眼前这股强大的压迫感，特恩心里暗暗心惊，嘴上却依然死撑着不肯服软。克里斯蒂安提出条件，如果自己赢了，特恩就要放弃参加详案仪式，直言弱者不该去凑这个热闹。这话瞬间激怒了特恩，他当即拔出佩剑，怒吼着让克里斯蒂安赶紧拔剑。见特恩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苦心，克里斯蒂安不再多言，顺手抽出了桌上的佩剑。他决定用实力给对方上一课。特恩大吼着挥剑冲了上来，结果伤得不轻，医师断言他得在床上躺满1个月。父亲训斥克里斯蒂安下手过重，并打算让特恩放弃参加详案仪式，这让特恩急得当场大叫喊住父亲。克里斯蒂安见状，主动提出想和特恩单独聊聊。父亲点头同意，交代两人像兄弟一样好好沟通后，转身离开。父亲离开后，克里斯蒂安看着躺在床上的特恩，调侃他当初明明是自己非要动手，怎么现在反倒委屈起来了。特恩越想越难受，控诉克里斯蒂安总是忽视他的努力，甚至下手这么狠，剥夺了他参加详案仪式的机会。见特恩委屈的快要哭出来，克里斯蒂安连忙解释中间有误会，他坦言自己下重手是为了让特恩真正成长起来，以后
能成为自己最可靠的后盾。克里斯蒂安直言，要是仪式上碰上自己，特恩连吸收魔气的机会都没有，只有彻底打服他，才能让他清醒。况且按魔器根本不适合特恩。特恩听得一头雾水。克里斯蒂安接着解释，特恩真正需要的是灰魔气。魔气就像光能量一样，分不同属性。暗魔气虽然是所有魔气的母属性，但衍生出的灰魔气才更适合施展诅咒系黑魔法。克里斯蒂安顺势劝他，与其死磕剑术，不如专精诅咒魔法。特恩听完大吃一惊，完全想不通克里斯蒂安是怎么看出来的。克里斯蒂安自然不能透露前世记忆，只得敷衍说是刚才交手看出来的。他接着补充，如果现在急着吸收暗魔气，以后再想融合灰魔气就会产生排斥，对于想快速提升实力的特恩来说，反而适得其反。所以他劝特恩重新考虑降暗一事。这番肺腑之言让特恩心里大受感动。克里斯蒂安拿出一块象牙当成礼物送给了特恩，特恩一眼认出这是极其昂贵的宝物，不敢相信对方会把这种好东西留给自己。克里斯蒂安随口解释，只因为特恩是自己的弟弟，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早就吸收了更好的。看着手中的礼物，特恩心里五味杂陈，明明能为了家人做到这个地步，当年母亲去世时，克里斯蒂安又为何表现得那么绝情？特恩提到当年母亲受到的伤害，克里斯蒂安沉默良久，坦言自己当时并不知情，说完便起身离开。到了降暗仪式这天，克里斯蒂安乘坐马车赶到现场，一路舟车劳顿让他浑身酸痛，忍不住抱怨路途太远。他还吐槽举办方过于小气，连传送门都舍不得开启。正当他放话等以后当上家主时，身侧传来了呼唤他的声音。玛丽趁机在一旁打趣，兴奋地把这次同行比作约会。克里斯蒂安毫不留情地提醒他，作为幽灵根本就没有心脏，这次仪式本家限制了随从人数，唯独玛丽因为契约限制无法远离，这才顺理成章跟在他身边。刚进入场地，周围就投来不少打量的目光，玛丽忍不住调侃他大受欢迎。这时本家的西蒙主动走上前，极其恭敬地向克里斯蒂安致意。这一幕让围观众人大惊失色，完全想不通西蒙为何会主动向一个旁系少爷行礼。西蒙打量着克里斯蒂安，夸赞他短短1个月实力又提升了。克里斯蒂安有些诧异，调侃西蒙居然还有空专门来迎他。西蒙坦然表示自己是奉了家主大人的命令，特意带克里斯蒂安前去见他。看着克里斯蒂安毫无波澜的反应，西蒙忍不住打趣他居然一点都不震惊。克里斯蒂安这才没好气的回了一句。随后克里斯蒂安跟着西蒙一路来到了宏伟肃穆的大厅，西蒙恭敬地向上手呈报已经将人顺利带到。家主微微点头示意，随后他缓缓开口，好久不见克里斯蒂安。话音刚落，一股恐怖至极的魔气席卷而来，巨大的魔眼虚影在上方骤然睁开，压倒性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逼得克里斯蒂安几乎无法站立。他心里很清楚，对方明知自己目前的实力无法承受，却依然故意释放魔气进行震慑。克里斯蒂安强行顶住压力，紧握双拳躬身向这位暗魔之主致意。家主问他被召见是否感到意外，克里斯蒂安坦然表示早有预料，毕竟家族里出现了一位绝顶新人。这番自信的回答让家主笑了起来，承认玛丽安和西蒙确实对他赞赏有加，但紧接着语气一转，直言即使再优秀的种子破土之后也有可能瞬间枯萎，自己并不确定他能否达到预期。面对家主对自己未来的质疑，克里斯蒂安坦然承认自己现在确实还不足以达到对方的期待。家主紧接着追问，难道他觉得未来也做不到吗？克里斯蒂安顺势表示自己不仅能超出预期长成参天大树，甚至会走得更远，绝不会让人失望。大厅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家主表示那自己就拭目以待，随后便让他先行退下。克里斯蒂安躬身致意，转身离开。克里斯蒂安离开后，玛丽安主动开口询问家主对他的看法。家主坦言克里斯蒂安比预想中更出色，但天赋越高就越容易被卷入更残酷的命运漩涡，毕竟一场腥风血雨正在向暗之帝国逼近。不过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家主微微一笑表示今天在克里斯蒂安身上自己倒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家主心里暗自期待，也许这孩子真能实现他多年的夙愿。降暗仪式前夕，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侍从高声通告卡扎尔家族的大少爷克里斯蒂安正式到场。克里斯蒂安一身盛装步入大厅，周围宾客却私下窃窃私语，想不通公爵为何要召见这样一个旁系。克里斯蒂安察觉到了周围的目光，还以为大家是被自己的美貌折服，正准备顺手拿杯酒尝尝，侍者却猛地抽走托盘，提醒他还没成年，最后硬生生把酒换成了姜汁汽水。克里斯蒂安只能郁闷地喝着汽水，在心里抓狂痛骂这帮守旧的古板家伙。这时侍从高声通报，公爵家的少爷和小姐们正式到场。随着宴会厅大门轰然开启，二少爷阿西德与大小姐尤里安率领众人优雅步入大厅，紧接着二小姐朱菲恩与三少爷米萨克也相继亮相，直系成员悉数到场。人群中有人注意到那位大少爷并没有出席宴会。克里斯蒂安盯着走来的二少爷阿西德，想起对方不仅败坏过自己的名声，甚至还曾对自己动过杀心，可阿西德却完全无视了他的存在，径直擦肩而过，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这种彻底的忽视让克里斯蒂安瞬间火冒三丈，他心里极其不爽，感觉对方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时大小姐尤里安也随后擦肩而过。克里斯蒂安想起之前的警告，提醒他必须时刻提防这位大小姐。可看着尤里安远去的背影，他又觉得对方似乎没那么有威慑力，便收回心思，打算准备接下来的仪式。不料一位挑衅者却突然凑到了近前，微笑着同他打起了招呼。对方自称是罗英大人的召唤师菲尔。克里斯蒂安冷冷地问他有什么事。菲尔当众宣称，今天有人不配参加降案仪式，要是受了伤只会给家族蒙羞。克里斯蒂安直接出言反问，问对方是不是在说自己。菲尔顺势出言挑衅，要他证明自己拥有参赛的资格。话音刚落，一股强烈的压迫感陡然从上方降临，克里斯蒂安顿时神色一凝。面对菲尔的当众挑衅，克里斯蒂安顺势放下手中的酒杯，爽快地接下了这出戏，甚至表示收拾他根本用不着武器。被当众羞辱的菲尔顿时咬牙切齿，狠声警告克里斯蒂安一定会为此后悔。克里斯蒂安对此却依旧泰然自若，冷冷表示真正该后悔的人其实是他自己。菲尔召出的恶灵非但没攻击克里斯蒂安，反而当场反水，把自家主人按在地上狠揍了一顿。恶灵们不仅主动端茶递水，甚至甘愿化作椅子伺候他休息。全场宾客被眼前这一幕震惊得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气势汹汹放出的恶灵，居然只被克里斯蒂安随手一指，就瞬间倒戈反噬了主人。大家完全无法理解他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能在电光火石间抢走控制权。克里斯蒂安当众拆穿了这场闹剧，指出对方完全受了背后的指使，这种手段可一点都不体面。面对二楼气及败坏的罗英，克里斯蒂安冷笑挑衅，表示要是不爽大可以亲自下场。罗英急忙握紧扶手撇清关系，声称这件事跟自己毫无干系。克里斯蒂安虽然根本不信，但也懒得在此时继续纠缠，撂下一句仪式上见便转身离开。他暗下决心，等到了接下来的降案仪式上，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深刻教训。降案仪式当天终于到来，克里斯蒂安却在现场大打哈欠，完全没把肃杀的气氛放在心上。一旁的阿洛斯急得不行，提醒他昨天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今天难道一点都不紧张？克里斯蒂安顺口调侃说，之前明明警告过他，怎么今天还是硬着头皮跑过来了？阿洛斯气得当场嚷嚷，表示自己绝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脚步声响彻全场，罗英气场全开的走下阶梯。克里斯蒂安可一直记着昨天的账，暗自发狠，等会儿到了仪式上，一定要把那帮混蛋通通收拾掉。所有人集结完毕，本家副管家塞巴斯蒂安躬身现身，表示接下来将由他带领大家前往举办降案仪式的圣地。只见他将手中的长杖往地上一震，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地面骤然亮起魔法阵，原本坚实的地面轰然开裂，一条深不可测的阶梯在众人脚下显现。阿洛斯以为这是要带他们去地下室，克里斯蒂安却一眼看穿，这分明是用幻术魔法创造出的虚拟空间。塞巴斯蒂安在前面带路，突然身形一闪，飞速朝阶梯深处冲去，瞬间与后方众人拉开了距离。看到带路的老管家越走越远，参赛者们顿时慌了神，大喊着赶紧加快步伐。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幻术长廊里，大家只能咬紧牙关，全力狂奔，拼命追赶前方的身影。众人顺着通道一路狂奔，却发现坡度陡得离谱，情况显得十分古怪。走在最前方的塞巴斯蒂安突然回头，淡然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因为脚下的地面根本撑不了太久。话音刚落，大家脚下的地面瞬间破裂坍塌，伴随着阵阵惊呼，参赛者们纷纷坠入深渊，局势彻底陷入混乱。在急坠的过程中，不少参赛者支撑不住，纷纷狼狈地摔落下来。罗英原本以为其他人都是废物，正准备暗自嘲笑，转头发觉克里斯蒂安就在身旁，神态自若，甚至连汗都没流。克里斯蒂安顺势看向喘着粗气的罗英，直接当面出言嘲讽，表示享受着本家最好资源的子弟，表现居然这么窝囊。罗英气得咬牙切齿。克里斯蒂安很清楚，在虚幻空间里靠肉体死，称只会白白受罪。他顺势展开魔法阵，只要施展法术，就能无视体力消耗。前方带路的塞巴斯蒂安回头看去，一眼便认出这位气定神闲的黑发少年正是克里斯蒂安。随着坠落终于结束，众人来到了地底深处的大厅，其他参赛者早已累得喘不过气。看着毫发无损的克里斯蒂安，阿洛斯简直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克里斯蒂安顺势调侃，劝他平时少玩宠物，多花点时间好好锻炼身体。大厅中央突然绽放出耀眼的晶体光彩，一道庄严的声音随之响彻四周，宣布众人已正式抵达孕育纯净按摩力的圣地。伴随着漫天散落的晶体光芒，说话之人缓缓现身，对方自称李修，是这片圣地的监督者，正式向在场的少爷们致以问候。李修当场宣布，今天大家将像家族始祖第三魔皇那样，在这里直接接受按摩能量的洗礼。然而话音未落，强烈的魔法阵骤然在众人脚下亮起。阿洛斯惊觉异样，回头查看，李修接着抛出了残酷的真相：这里的按摩能量数量有限，根本不够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这里的魔物会亲自检验大家的资格。克里斯蒂安瞬间听懂了潜台词，直截了当的总结：这不就是先到先得的意思？李修对此表示认可。按摩能量数量有限，这意味着少一个人就少一份竞争，有人甚至动起了除掉对手的念头。李修提醒大家，每个人被分配的路线各不相同，正常情况下不会遭遇，哪怕真撞上了，也最好避免正面冲突，因为互相缠斗只会白白浪费时间。随着规则交代完毕，现场的倒计时骤然响起。随着倒计时彻底归零，在李修的一句祝你好运声中，罗英瞬间爆发速度，率先化作残影朝深处狂奔而去。
没跑出多远，昏暗的走廊深处便传来异响，黑影从四周墙角急速蔓延涌出，伴随着一阵凶狠的低吼，一只浑身缠绕着烈焰的多眼魔兽凭空在前方显现，挡住了去路。面对扑上来的火焰魔兽，罗英甚至连脚步都没停，他手上骤然凝聚起暗魔力，直接挥拳迎了上去。伴随着一阵狂暴的猛击，魔兽瞬间被他当场轰碎，轻松解决掉眼前的阻碍。罗英心里暗自得意，这种级别的魔兽对他这种2星高阶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要是换成克里斯蒂安，恐怕非要被打得狼狈不堪不可。原来罗英早已在暗中动了手脚。正常来说，每个人的通道难度完全相同，但他私下过了术士，专门在克里斯蒂安的路线里布置了远超规格的强力魔兽。他打算伪造成一场意外事故，毕竟在降暗仪式上出现死伤，事后根本不会有人追查，要让这里彻底变成克里斯蒂安的坟墓。而此时通往圣地的大门已在通道尽头悄然显现。罗英兴冲冲地赶到大门前，本以为自己绝对是第一名，没想到克里斯蒂安早已等在门口，甚至调侃他动作太慢。罗英大惊失色，质问对方怎么可能比自己还快。他一时心急，脱口而出，直言克里斯蒂安走的那条通道明明安排了更强的魔兽。话说到一半，罗英才猛然捂住嘴。可克里斯蒂安看着脚下被打烂的巨兽，已然明白了其中的猫腻。他直接挑明通道里的魔兽比平时更强，显然就是罗英暗中下的手。他摆了摆手表示，反正眼下这里只有他们2个人，根本没必要再装模作样。被当场拆穿的罗英恼羞成怒，虽然仪式禁止参赛者私下打斗，但他根本顾不上什么规矩，打定主意要在这里把克里斯蒂安收拾掉。罗英全身凝聚起暗魔力，直接挥拳向克里斯蒂安砸了过去。他施展的魔武术能在近距离接触时瞬间引发魔力爆炸。罗英接连发起猛攻，甚至放话要打废克里斯蒂安。可克里斯蒂安身形灵活，轻松躲开了所有招式，气得罗英大吼着要追断他的手臂。面对再次扑上来的罗英，克里斯蒂安冷笑一声，直接伸手死死扣住了对方的手腕。罗英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当场制服在原地。克里斯蒂安嘴角微扬，提醒罗英等会儿疼可千万别哭。骨裂声骤然响彻通道，罗英的手骨被当场折断，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惨叫。与此同时，另一条通道里，阿洛斯正气喘吁吁地朝大门跑来。他本以为自己耽搁了太长时间，没想到刚一抵达，就被前方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看着趴倒在地昏迷不醒的罗英，他吓得当场质问是不是克里斯蒂安干的。克里斯蒂安随口调侃他动作太慢，还没等2人细说，阿洛斯突然气势汹汹地跳了出来，满脸不服地叫嚣着要展开对决。结果还没撑过一招，就被克里斯蒂安当场秒杀趴在地上。把这群家伙解决掉后，克里斯蒂安若有所思，5年后与同盟的战争就将爆发，在这之前，他必须彻底将暗魔一族掌握在手里。克里斯蒂安拍了拍手，明确表示这里的暗魔力自己一丁点都不可能分给其他人。随手清理完这群碍事的家伙，他迈步来到终点的大门前，伴随着巨门缓缓推开，克里斯蒂安大步跨入其中，准备迎接属于自己的神圣暗魔力。门后散发着激发潜能的神圣暗魔力，当年仅吸收80%能量的卢公爵，就已直接跃升为顶尖魔王。吸收超过90%能量的始祖，更是登基成为了至高魔皇。克里斯蒂安迈步走向大殿中央，凝视着眼前悬浮的巨大暗魔能量球，只要能将这里的能量100%吞噬，他就能够彻底超越魔皇。克里斯蒂安没有任何犹豫，伸手直接朝能量球摸了过去。手掌刚一触碰到暗魔能量，强烈的能量便顺着手臂疯狂蔓延。此时大厅里的高层早已吵成一团，除克里斯蒂安外，所有人竟全被淘汰，连罗英的状态也极其糟糕。众人纷纷质疑他使用了禁忌魔具，嚷嚷着要对其展开调查与惩罚。就在大家准备彻查的关键时刻，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打断了议论。朱菲恩直言根本没有调查的必要，那家伙绝不可能活着离开圣地，过了这么久都没出来，除非他能长时间承受此等能量，否则早被狂暴的暗魔力当场撑爆，连一具尸骨都不可能留下。毕竟当年连卢公爵的吸收都有极限，凭那小子的本事绝不可能承受得住。朱菲恩双手死死撑住桌面，语气阴狠地表示，即使对方侥幸活着，自己也会亲手将他彻底除掉。当年父亲战死之后，罗英兄弟俩虽然被叔叔收养，但在家族里的地位一直十分边缘。如今罗英彻底没能吸收暗魔力，直接失去了竞争继承人的资格，长辈们纷纷将他们彻底放弃，这让罗英一派将所有的怨恨全算在了克里斯蒂安头上。大殿外的仆人们在私下嚼舌根，断定久未露面的克里斯蒂安早已惨死，甚至嘲笑挤在一旁等待的玛丽。话音未落，玛丽瞬间爆发出幽灵能量，给了这群嚼舌根的仆人重重一击。玛丽厉声警告这群家伙，再敢多嘴，就把他们也变成幽灵，抓来给自己当手下。仆人们吓得赶忙求饶，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耳根子终于清静下来，玛丽独自站在窗前凝视远方，盼望着克里斯蒂安能早日归来。此时在圣地深处，克里斯蒂安正承受着能量洗礼，无尽黑暗压得他几乎无法呼吸。眼下才刚刚吸收了70%，难缠程度就已远超预想，但他紧握双拳，死死坚持，因为真正的危机在90%之后，一旦吸收量超出身体承受极限，核心就会当场彻底粉碎。战争还没开始，他就将死在圣地。危急关头，克里斯蒂安猛然意识到自己身上还有那颗龙之心脏。克里斯蒂安打算借助龙之心脏，短时间内模拟出巨龙的魔力核心，好借此承载超越极限的能量。然而
龙之心脏的能量刚一注入，强烈的冲击瞬间传遍全身，身体濒临崩溃的剧痛迫使他不得不立刻收手，意识到这已经是自己的极限。就在难以为继的关头，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温柔的询问，一道蔚蓝色的光芒凭空降临，在克里斯蒂安惊讶的目光中，名为梅尔西娜的神秘存在轰然显现。看清眼前的恶魔后，克里斯蒂安满心疑虑，想不通对方究竟是如何潜入这里的。梅尔西娜解释道：“恶魔的力量本就与黑暗同源，进出这里并不困难，而且他现在不仅能出手相助，甚至不需要任何报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意，克里斯蒂安感到十分不解。梅尔西娜轻笑一声，表示只是心血来潮。随后他缓缓伸手承诺，会帮他彻底吸收掉所有的暗魔力。时间一晃过去了1周，圣地内部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大家都以为克里斯蒂安早已惨死。朗汉姆侯爵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甚至准备近期彻底封锁通往圣地的通道。西蒙向家主汇报了情况，询问是否要下发封锁通道的命令。家主听后勃然大怒，一眼看穿对方想借机抢夺自己的位置。家主开口询问西蒙，觉得克里斯蒂安是否还活着。西蒙坦言活下来的概率几乎为0，但他确实是个有趣的小少爷。思考片刻后，家主向手下下达指令，让底下人再多等最后1天。西蒙听后立刻恭敬领命，体内魔力核心轰然碎裂。克里斯蒂安死死按住胸口，强烈的冲击让他几乎无法支撑。眼看情况万分危急，梅尔西娜急忙伸手催促，让他趁还来得及赶紧握住自己。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救援，克里斯蒂安却咬紧牙关，当场果断拒绝了对方的好意。见对方死到临头还敢逞强，梅尔西娜忍不住冷声长叹，直言他简直太愚蠢了。梅尔西娜提醒他，人类身体能承受的魔力早已到达极限。克里斯蒂安对此丝毫不以为意，反过来质问对方是不是忘了一件最关键的事，这里可是异象空间。话音未落，克里斯蒂安死死握紧拳头，狂暴的能量瞬间在他周围轰然炸裂。梅尔西娜满脸震惊，看着眼前翻涌的耀眼光芒。在这片由意志主导的异象空间里，克里斯蒂安直接强行催动能量，鲜红的恶魔之力疯狂席卷全身，头顶也顺势长出2只红色的魔化之角。他以全新的魔化姿态重新站了起来。克里斯蒂安所使用的魔化正是家族核心的禁忌秘术，通过化身恶魔来榨取狂暴力量，代价是对肉体造成巨大负荷。在前世记忆中，雷娜就曾因强行使用它而当场丧命，但只要提前用法阵强化魔力，在这个不受肉身限制的异象空间里，就能无视反噬，制造出无限承载魔力的容器。随着脚下法阵轰然亮起，克里斯蒂安全力运转起了力量，法阵成功运转，构建出足以承载全部神圣暗魔力的容器。目睹这一切的梅尔西娜震撼不已，看着他额头浮现的黑色星月印记，难以置信一介凡人能彻底摆脱肉身束缚，忍不住质问他究竟是什么人。克里斯蒂安嘴角微扬，自信地表示自己只是个天才。成功承载全部力量后，克里斯蒂安不打算继续耽搁，准备直接离开这片空间。走前还顺口嘲讽了梅尔西娜一句，让对方干脆留在这儿住下。梅尔西娜轻笑一声，表示两人很快就会再次见面。克里斯蒂安对此根本不以为意，他完全没给对方叙旧的机会，留下一句骂语和极其粗鲁的手势后，便化作黑芒径直离开了异象空间。克里斯蒂安化作黑芒重返大殿，一边吐槽着梅尔西娜这个烦人的恶魔，一边环顾起空无一人的四周。距离他进入圣地大概已经过去了整整1周，现在的家族本家怕是早已为了争夺利益乱成一团。克里斯蒂安缓缓收敛起全身魔力，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准备出去给那些家伙一点震撼。手下慌慌张张地冲进会议室，高声报告克里斯蒂安竟然平安回来了。在座的家族高层们一片哗然，根本不敢相信他还活着。坐在主位上的朗厄姆沉下脸，冷冷地催促手下把话说清楚。手下赶忙解释，克里斯蒂安虽然侥幸保住一命，但身体极其虚弱，治疗师也证实他体内的暗魔力极其浑浊，以后恐怕再也没法正常使用魔力。听完这番诊断结果，高层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本来就没人能承受80%以上的能量，这小子变成废人完全在预料之中。众人纷纷痛惜被浪费的神圣暗魔力，有高层更是当场拍桌怒吼，要求必须让克里斯蒂安承担损失。面对吵闹的现场，朗厄姆直接叫停了会议，让所有人立刻退下。等众人离开后，朗厄姆敲着桌面向留下的手下确认消息真伪。手下赶忙表示自己当时就在治疗室旁边，对方的核心确实出了严重问题。听到这个确切的答复，朗厄姆若有所思地叩打着桌面，陷入了沉默。罗英本该是他计划里的祭品，他原本想顺势将罗英和朱菲恩一网打尽，如今这盘棋却彻底脱离了掌控。他低声追问父亲是否也开始留意那小子。朗厄姆眼神阴沉，暗骂克里斯蒂安就像条泥鳅，彻底把原本的棋局给搅浑了。急促的敲击声突然停了下来，朗厄姆冷冷地下达指令，让手下明天把克里斯蒂安带去黑暗大厅，他要在所有家臣面前当场决定那小子的命运。克里斯蒂安被带到了审问大厅，朗厄姆高高在上严肃质问是否清楚自己在仪式上犯下的罪行。面对高层的审视，克里斯蒂安神色平静地承认错误，表示自己最大的失误就是当时出手还不够狠，竟然还能让那群蠢货站着走出来。听完这番狂妄至极的回答，高层被气得当场失态暴怒，直到一声冷酷的怒斥传出，才强行压下了全场的骚动。
朗厄姆当场定下罪名，斥责克里斯蒂安试图独占暗魔力，却根本无法完全吸收，按规矩吸收量至少要达到70%。面对质问，克里斯蒂安顺势反问：达不到标准的后果是什么？朗厄姆冷冷给出处置，不仅剥夺他学习暗魔术的资格，还将彻底剥夺继承权，并逐出本家。听到如此严苛的惩罚，克里斯蒂安直接当面质疑，指出高层根本测不出实际吸收量。阿西德主动站了出来，提议由自己来和克里斯蒂安交手。他指出只要两人进行魔力对抗，即便克里斯蒂安的核心浑浊，也能推算出实际吸收的数量。阿西德当年在仪式上吸收了70%魔力，若克里斯蒂安能在碰撞中将他压制，就足以证明吸收量超过标准线。这种魔力对抗是双方输出同等暗魔力的直接较量，吸收魔力更多的一方才能在碰撞中取得胜利。这场对抗不仅能测出吸收量，输掉的一方魔力核心还会被彻底废掉。克里斯蒂安看清了对方的险恶用心，却依然爽快应战，并顺势提出条件：如果自己的魔力足以震撼全场，就要拿到推荐信去参加继承人考试。面对这出人意料的要求，高层们一片惊愕，阿西德却当场站出来表示赞同，认为继承人选本就不该局限在本家。他直言恶魔一族向来以实力为尊，认可了这场魔力对抗。阿西德步步逼近克里斯蒂安，声称为了防止毁掉他的核心，自己会主动把力量压制在2星水平。面对阿西德的假意关照，克里斯蒂安却笑着劝对方，还是先担心自己的魔力核心吧。这番话让阿西德脸色瞬间一沉，手上的魔力疯狂涌动。说话间，两人同时凝聚暗魔力，向着对方轰然射出，两股力量在空中剧烈碰撞在一起。阿西德那原本势不可挡的魔力，撞上克里斯蒂安力量的瞬间，竟然被轻而易举的当场化解散去。阿西德见状大吃一惊，完全不敢相信对方根本没动用全力，就把自己的攻击给彻底抹除。恼羞成怒的他不再保留，当即把力量强行提升到2星高阶，再次疯狂爆发出更加汹涌的暗魔力。面对阿西德强行提升到2星高阶，凶猛砸下的倾尽全力一击，克里斯蒂安极其轻松的接了下来。他甚至当面出言嘲讽，直言对方吹了半天大话，结果水平也不过如此。这番赤裸裸的蔑视让阿西德气得咬牙切齿。阿西德恼羞成怒下，竟直接爆发出4星级别的暗魔力，凝聚成狂暴的魔兽向对面轰去。旁观者吓得失声尖叫，直言这种强度的力量绝对会把克里斯蒂安的核心彻底撑爆。可狂暴的魔兽刚冲到克里斯蒂安面前，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衰减，瞬间化作一缕紫烟彻底散去。克里斯蒂安甚至连脚步都没挪动，就这么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克里斯蒂安随口提醒对方，如果在魔力交锋中掌控不好力量，魔力核心可是会直接受损的。话音未落，克里斯蒂安抬手顺着魔力反向碾压过去，阿西德根本无力招架这股反噬，当场被震得大口鲜血喷涌而出。周围的旁观者被吓得失声尖叫，完全不敢相信阿西德竟然当场溃败。克里斯蒂安看着散去的力量，原本以为这一击能直接打碎对方的核心，阿西德艰难地擦去嘴边血迹，当众承认了他的实力，并透露克里斯蒂安至少吸收了90%暗魔力。这个事实让全场顿时一片哗然。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要求，直言自己如今完全有资格继承席位。而高台上的朗厄姆脸色早已彻底阴沉了下来。朗厄姆轻轻叩击着桌面，当众兑现承诺，同意让克里斯蒂安参加继承人考试。但他随即话锋一转，强调旁系家族绝无先例，从没有人能成为继承人。朗厄姆直接表明，考核题目将由他亲自决定。克里斯蒂安心里非常清楚，对方这是打算设下无法通过的难关。朗厄姆接着抛出2条考核标准，要求克里斯蒂安不仅要证明实力，还要做出配得上继承人身份的功绩。面对克里斯蒂安的询问，朗厄姆冷冷提出了第一个条件，限他在3个月内达到3星水平。这苛刻的要求让全场一片哗然。面对这苛刻的要求，克里斯蒂安却显得极为轻松，坦言这对自己来说根本不算难事。朗厄姆冷冷留下一句3个月后见，便直接结束了这场对话。场景很快转到私下房间，朗厄姆对阿西德直言失望。阿西德低头承认自己轻敌，甚至连魔力核心也受了伤，强调必须在对方变危险前除掉他。朗厄姆让对方不必为此担心，他随后揭晓了刁难对方的底牌：暗魔力吸收的越多，突破到更高境界的难度就越大。吸收了90%魔力的克里斯蒂安根本不可能在3个月内升到3星。画面一转，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庄园。女仆玛丽一边递上食物，一边兴奋地夸赞少爷的英姿。克里斯蒂安听得有些无奈，当场让对方别再继续吹捧了。那段在漫长等待中凝聚的心意，让每一天都变得无比漫长。克里斯蒂安静静听着这番话，同伴关切地询问克里斯是否受伤。兽耳少女嘴上说着她不可能受伤，同伴却依然坚持要帮她检查伤势。同伴当场拆穿了她的口不对心，兽耳少女急忙开口辩解，声称真正担心她的人其实是埃文。克里斯蒂安嘴角泛起一丝微笑，这种温馨的氛围让他感到无比久违。回忆起前世逃离那个企图杀害自己的家族后，他前行的道路上充斥着无休止的厮杀与血腥，但身边却有愿意扶持他、给予他温暖的同伴。前世有些未能说出口的话，克里斯蒂安这次不想再留遗憾，他认真看向玛丽，郑重表达了感谢，感谢他一直以来耐心的等待。没成想玛丽一听立马来劲，当场顺杆趴着说起肉麻情话，直言自己的心早已经被少爷偷走。这番话把克里斯蒂安整得极其无语。
为了奖励玛丽的守候，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要带她一起出去散步。玛丽顿时惊喜万分，面对玛丽的再次确认，克里斯蒂安一口答应了下来，随后带她来到了屋外散步。看着玛丽在花丛间欢快的玩耍，克里斯蒂安也难得享受起这片刻的宁静，但他心里也很清楚，要在3个月内提升到3星水平，时间实在太过紧迫，哪怕找分家的导师协助，也未必能来得及。克里斯蒂安正琢磨着，单靠自己很难在短时间内发挥出吸收的90%魔力，身后突然传来了熟人的声音，吐槽他走到哪儿都能捅出篓子。回头一看，来人正是他的姑姑玛丽安。克里斯蒂安赶忙上前打招呼，玛丽安直接提醒他现在可没空闲逛，问他有没有找到能协助训练的导师。克里斯蒂安顺势试探，问对方愿不愿意教自己，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当场无情拒绝。就在他有些失望时，玛丽安却转身让他直接跟上。克里斯蒂安见状连忙跟了过去，还不忘交代远处的玛丽，咱们晚餐时再见。克里斯蒂安一路跟着玛丽安走下楼梯，主动向姑姑表达了感谢。玛丽安却直言道谢还太早，这位导师的训练手段极其严苛，家族同辈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完整承受下全套教导。他推开大门，提醒克里斯蒂安，这是绝无仅有的唯一机会，让他最好别让导师失望。两人顺着大门望去，远处正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看清对方的模样后，克里斯蒂安一时间有些蒙圈，他忍不住转头问向姑姑，直言这里好像有个迷路的小朋友。克里斯蒂安直接走上前，摸着对方的头问他的父母在哪。没想到小孩当场黑脸，爆发出可怕的压迫感，吓得克里斯蒂安连忙收手。玛丽安提醒他放尊重点，并揭晓了这位导师的真实身份，眼前的小孩竟是按摩家主的化身。克里斯蒂安连忙恭敬的行礼，家主打量着他散发出的按摩力，心里十分吃惊，没想到他竟吸收了90%以上的魔力。家主开口称赞他做成了惊人的壮举，克里斯蒂安连忙表达感谢，但家主随即话锋一转，直言这其实是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克里斯蒂安对此也并不否认，家主拿自己举例，当年他吸收了80%魔力，突破时遇到的壁垒就已经远超常人。家主坦言，当年老祖宗也是借力才登顶，他无法想象吸收了90%魔力的克里斯蒂安未来会撞上怎样可怕的壁垒，因此他主动提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帮克里斯蒂安抹消一部分魔力，只要把魔力降到80%，凭克里斯蒂安的能力至少还能正常发挥。在他看来，超过80%完全就是贪婪。面对家主的建议，克里斯蒂安却突然打断对方，反问按摩家族为什么会日益衰落，甚至沦为12名门里的弱者。玛丽安被这失礼的提问惊得连忙制止，克里斯蒂安却依然平静地看向家主，质问这背后难道就没有深层原因？克里斯蒂安坦言，如今家族在家主治理下确实繁荣，但世人仍觉得大不如前，根源就在于家族里再也没有人能超越8星。家主听完大受震动，克里斯蒂安深知，在自己前世的记忆里，未来当选魔帝大举入侵时，若没有8星以上的顶级强者坐镇，族人们就算拼死反抗，最终也只会全军覆没，沦为奴隶。因此要守护家族，就必须突破8星这道门槛。克里斯蒂安接着表示，他明白长辈们是在担心，怕他会被吸收的魔力压垮，从而无法再继续提升。但他也反问家主，难道就不好奇这股力量的极限？他不仅能复兴按摩家族，甚至可能到达无人能衡量其极限的高度。听到克里斯蒂安的回答，家主忍不住笑了一声。家主笑，骂他小子口气倒是不小，警告他到时候可别后悔。话音刚落，家主就在他脚下砸出一道暗黑漩涡，还没等克里斯蒂安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强大的魔力强行卷了进去，在扭曲的通道中直坠向下，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克里斯蒂安重重摔在了地上。等他忍着疼痛坐起身看向四周，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被直接扔进了一片树林里。还没等克里斯蒂安缓过神，空中就传来了家主的声音，对方冷冷表示，掌控暗魔力的第一课就是先想办法活下去。话音未落，复杂的法阵在四周轰然展开，两头散发着暗魔力的巨熊凭空出现，直接锁定了瘫坐在地的克里斯蒂安。看着眼前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克里斯蒂安意识到，家主给自己安排的这场特训恐怕比想象中还要棘手得多。室内，玛丽安正通过法术水晶看着森林里的激战，他忍不住向身边的家主质疑，把只有2星水平的克里斯蒂安扔进4阶魔物堆里是不是太过了？家主听到这话却毫不在意，反手就是一个响指，直接在战场里又凭空召唤出了一只巨大的石蜥蜴。面对这意料之外的加码，玛丽安只能在心里默默给克里斯蒂安道个歉。家主则淡然解释道，只有彻底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才能真正领悟暗魔力的本质，最快突破的方法就是直接让人陷入生命危险。玛丽安看着水镜，只能希望克里斯蒂安别受太重的伤。家主随即转移了话题，问玛丽安交代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玛丽安顺手递上一整盒精致的甜点，家主一边大口吃着，解释说自己每次用完魔力都会特别想吃甜食，吃完他还打了个响指，调侃说看戏还是得在暗处看才过瘾。家主把注意力转回法术水晶，准备好好看看克里斯蒂安的表现。
此时战场上的局势极其严峻，面对逼近的双头熊和石蜥蜴，克里斯蒂安心里很清楚，挨上对方任何一下，全身骨头都会彻底粉碎。还没等他想好应对策略，石蜥蜴就抢先发动了攻击，直接喷出一道剧毒酸液。克里斯蒂安凭着本能侧身闪避，酸液擦身而过，瞬间将后方的树木腐蚀殆尽。面对极其致命的剧毒酸液，克里斯蒂安深知只要错一步就是死，但他坚信家主角不可能留下一道毫无解法的死局。他隔空向对方喊话，以为这场试炼是为了逼自己领悟越级击败强敌的方法。一旁的玛丽安却在心里默默吐槽，家主纯粹只是想看他挨打罢了。完全不知情的克里斯蒂安重新振作，是要找出破局之法，主动迎上了再次扑来的魔物。巨熊的攻势又快又猛，克里斯蒂安在间隙中艰难闪避。他深知魔物的力量十分可怕，但依然坚信必定有办法反制对方。透过法术水晶观战的家主忍不住开口称赞，直言克里斯蒂安确实很有天赋，身法和应对方式完全不同于寻常人。身旁站着的玛丽安却依然有些担忧，克里斯蒂安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克里斯蒂安顺势展开反制，一举将凶猛的巨熊击倒在地。观战的家主有些好奇，顺势追问他是如何解决这种敌人的。克里斯蒂安直言，这种魔物虽然攻高防厚，但敏捷与魔抗却极其低下。他正是看准了这个死角，趁闪避的空隙果断贴近对方，在接触的瞬间将按摩魔力直接注入了对方的心脏。玛丽安震惊地认出，克里斯蒂安刚才用的招式正是家主最擅长使用的暗黑之死。面对询问，家主一言不发地陷入沉默。此时森林里的巨熊已被彻底解决，克里斯蒂安这才反应过来，旁边可还剩下一只石蜥蜴。面对石蜥蜴随之而来的猛烈攻势，克里斯蒂安灵活地侧身闪避，没有给对方击中的机会。但这种魔物远比巨熊更难缠，它的体内拥有3颗坚硬的石心，如果不将这3颗核心同时摧毁，石蜥蜴就能不断复活。克里斯蒂安决定换个思路，他将暗魔力化作细密的网，瞬间把石蜥蜴体内的3颗石心同时锁死，随着手掌用力一握，3颗核心在体内被彻底捏碎，巨大的石蜥蜴瞬间崩裂解体。室内观战的西蒙大吃一惊，这竟是暗黑之死的新用法。家主向玛丽安确认是不是他教的，玛丽安连忙否认，表示自己从未教过。西蒙忍不住大笑起来，调侃说：“照这势头下去，克里斯蒂安恐怕都不需要别人来教。”家主在一旁沉默不语，随即开口宣布，这场特别的特训正式结束。随着法术宣告终止，克里斯蒂安脚下再次展开暗黑漩涡，瞬间被传送回了庭院中。家主坦言对方的表现确实远超他的预料。克里斯蒂安笑了起来，直言这确实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教导，多亏了这场战斗，自己已经摸索出了暗魔力的用法。家主冷哼了一声，警告他别高兴得太早，随即正式宣布，真正的暗魔术教学现在才开始。家主挥手示意旁人退下，在其他人领命离场后，大门被缓缓关上。在正式上课前，家主抛出了第一个问题，问克里斯蒂安认为暗魔力究竟是什么？克里斯蒂安试探着回答，难道不是用极致的黑暗来掌控对方？家主紧接着追问，那什么才是所谓的极致黑暗？家主让他仔细看好，随即在虚空中强行解开了锁，伴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鸣，强烈的威压瞬间倾泻而出，克里斯蒂安被震得连连后退。家主直言那里才是一切黑暗的源头，在翻涌的魔力包裹下，他指引克里斯蒂安继续向深处迈进。家主一边引导一边道出暗魔力的奥义，直言唯有踏下阶梯直面12深渊，接纳并放大这股力量，才能真正掌控深渊中的黑暗。家主顺势在身前展开魔力法阵，直接从虚无中抽出一把缠绕着暗黑魔力的长刃，他紧握长刃，准备向克里斯蒂安展示暗魔力真正的运用方式。话音未落，家主挥动长刃迎面砍下，紫芒瞬间穿透了克里斯蒂安的脖颈，周围的空间如玻璃般轰然碎裂。克里斯蒂安死死按住脖子，刚才那一剑明明真切划过了他的喉咙，可身上却连一丝伤痕都没有。家主随后淡然解释，这就是暗魔力的概念之剑，只会斩切施术者真正想砍断的目标，这就是由暗魔功炼成的暗之剑。说罢，他便随手散去了剑气，随后瞬间闪现到克里斯蒂安身后，要求他在1个月内彻底掌握刚才展示的剑技。还没等克里斯蒂安回应，周围的空间再次轰然碎裂，直接将他传送回了外界。克里斯蒂安一眨眼就已经被送回了外界的庭院里，看着周围明媚的阳光，他一时还没从刚才的震撼中反应过来。克里斯蒂安没有耽误时间，立刻在庭院里跑步做俯卧撑，打算先提升体力。拉开上衣一看，身材依然十分瘦弱，看来体能训练还远远不够。他不再耽搁，直接在原地盘腿坐下，重新将精力集中在训练上。随着暗魔力在手中凝聚，克里斯蒂安再次发起了尝试。黑紫色的暗魔力从他掌心升腾而起，即便全力集中精神，这股力量依然极其难以稳定。尝试了无数次，魔力最多也只能维持10秒，随后便迅速溃散。自己凝聚出的魔力与家主展示的暗之剑完全不同，对方的剑刃是由更纯粹更本源的黑暗凝聚而成。克里斯蒂安陷入沉思，看来想真正掌握暗之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克里斯蒂安反复琢磨家主留下的提示，直面12深渊接纳并放大魔力，他断定这几句话里一定隐藏着掌握暗之剑的关键。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玛丽安提着油灯陪同家主沿着阶梯缓缓向下。家主心里很清楚，想要在1个月内掌握暗之剑绝非易事。此时的克里斯蒂安恐怕早已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家主看出玛丽安的忧虑，问他是不是在担心克里斯蒂安。
玛丽安坦言，距离王子考核只剩2个月，询问是否有更快捷的训练方法。家主解释，克里斯蒂安吸收了大量按摩力，修炼根本没有捷径可走，急于求成只会遇到更大的障碍。眼前最重要的是循序渐进打好基础。随着推门声响起，两人走进了房间，克里斯蒂安早已在里面等候。见到家主到来，便表示自己正等着他出现。刚走进房间的家主和玛丽安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克里斯蒂安笑着向家主致谢，表示多亏了对方的指点，让他比预想中更早突破到了3星境界。但随着手上的光芒迅速散去，他坦言目前自己也只能做到初步模仿，自己花了整整1周才凝聚出剑的雏形，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结合家主此前留下的提示，他终于领悟到暗之剑应当融合所有属性的按摩力。家主心里大受震撼，克里斯蒂安不仅远超预料，更是彻底领悟了他传授的要领。寻常人至少要花1年才能凝聚出剑，而要参透12深渊魔力，修炼出真正的暗之剑，甚至需要耗费1生的时间。可克里斯蒂安竟然只用了1个月，就已经掌握了门道。看着眼前这孩子，家主心中燃起了希望，直言对方或许就是实现他夙愿的钥匙。家主嘴角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他提醒克里斯蒂安做好准备，从明天开始训练，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克里斯蒂安爽快地应了起来，挥手目送两人离开，成功突破眼前的瓶颈。克里斯蒂安顿时轻松了不少，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第9架，决定找几瓶好酒好好庆祝一番。面对整柜藏酒，克里斯蒂安迫不及待拿下1瓶，直言在前世根本喝不到这种好东西。为了避免被玛丽发现，他抱着酒瓶悄悄探出头，准备找个没人注意的角落好好享用。不料身后突然有人喊出了他的名字，玛丽莎双手抱胸，调侃他居然大白天就在这里偷喝。克里斯蒂安转头看去，看出眼前这名女子拥有3星实力，但从她的眼睛颜色判断，对方显然不属于按摩一族。他试探着问对方是不是认识自己，玛丽莎瞬间愣在原地，身体忍不住微微发抖。没等克里斯蒂安反应过来，玛丽莎怒骂一句邪恶的混蛋，挥手一巴掌直接把他打倒在地。身边的随从连忙上前劝阻，劝玛丽莎没必要为这种人动怒，随后护送他转身离开，只留克里斯蒂安独自坐在地上满头雾水。挨了1巴掌的克里斯蒂安气得直问对方到底什么来头，身旁的老仆人顺手拿走酒瓶，提醒他那是剧毒世家的玛丽莎公主。克里斯蒂安这才反应过来，对方居然就是自己的未婚妻。老仆人紧接着补充道，准确来说已经是前未婚妻了。摸着被打疼的脸颊，克里斯蒂安无奈地叹了口气，意识到这下事情麻烦了。玛丽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时间回到8岁那年，独自抱着玩偶的玛丽莎蹲在草地上，所有来宾都围着哥哥打转。她想不通父亲为何要把自己带到按摩领地，身后突然传来贵族的窃窃私语，议论她是公爵一时兴起留下的私生女，带她来不过是为了当个联姻工具。有人朝着她缓缓走来，主动开口向她打招呼，询问她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看着面前出现的黑发少年，玛丽莎一时愣在原地，随即大声反驳自己才不是小孩，她的名字叫玛丽莎。克里斯蒂安笑着蹲下身子，大方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玛丽莎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人就是大家口中卡扎尔伯爵的那个儿子。克里斯蒂安劝他别去理会大人说的闲话，等以后变强大了，自然能让那些人收回恶评。听到这话，玛丽莎打起精神，高声回应自己一定会做到，不仅要成为最强的按摩族，还要狠狠教训所有看不起他的人。克里斯蒂安笑着夸他挺有志气，直言这才是按摩家族该有的样子。听着这番话，玛丽莎一时愣在原地。克里斯蒂安打趣道，既然他以后要成为最强，那自己可得提前打好关系。说着便主动伸出了手，笑称要结识这位未来的最强大小姐，主动提议带玛丽莎去参观大宅。看着面前递过来的手，玛丽莎稍作犹豫，还是把手放了上去，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美好回忆在此戛然而止。玛丽莎用力摇了摇头，她在心里默默提醒自己，过去的一切早已成为了历史。虽然当初的婚约只是2家联姻，但她曾经也彻夜幻想过2人的未来。直到得知对方终日酗酒堕落，她才彻底清醒，绝不会再抱有任何幻想。玛丽莎收拾好情绪，守卫恭敬地为他推开大门。朗厄姆早已在里面等候，主动开口迎接他的到来。玛丽莎开门见山说明2家交界的中立地带最近发现了一批遗迹宝物。朗厄姆提及上次的遗迹已经被剧毒世家占有，问他这次是否打算归还。玛丽莎一口回绝，顺势提出了公平竞争的方案，2家各派1支10人小队，谁先找到宝物就归谁，但所有队员的实力必须限制在3星以下。朗厄姆看穿了他的意图，问他是不是想避免2家爆发冲突。玛丽莎坦言2家若两败俱伤，只会便宜外部的敌人，况且死亡宫殿那边的局势最近也极不稳定。朗厄姆略作思考，爽快地答应了玛丽莎提出的条件。面对这出乎意料的干脆，玛丽莎心中不由得起了疑心。朗厄姆紧接着提出了附加条款，一旦剧毒世家违反约定，用不正当手段干扰按摩小队，按摩一族不仅要拿走这次的所有宝物，连同上次被夺走的那份也必须一并收回。玛丽莎表示剧毒世家绝不会耍下3烂手段，当即一口答应了这项附加条件。朗厄姆顺势询问他这次是否要亲自带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朗厄姆直言非常期待他的表现，双方约定好在出征当天见。玛丽莎随即躬身告辞。随着玛丽莎离开房间，朗厄姆从座椅上缓缓站起身来，他缓步走向旁边的棋盘，他伸手拿起黑棋，接连击倒了代表玛丽莎和朱菲恩的棋子，
这场关于遗迹宝物的争夺，不过是他掌心中的一场棋局。强烈的魔力从他周身爆发开来，在朗厄姆眼中，这里终将变成一座充斥着哀嚎与痛苦的舞台。2个月转瞬即逝，季节悄然轮转，每个人都在发生改变。克里斯蒂安抓紧时间苦练，有人深陷过往感情无法自拔，也有竞争落败的人彻底被边缘化，而那些被嫉妒蒙蔽双眼的人，正暗中磨砺凶器。也有人为了未知的将来展开各自的行动。随着约定的时间已到，考核者们在大堂集结，他们当场下达指令，要考验眼前的人是否有资格。克里斯蒂安手心汇聚暗黑魔力，瞬间凝聚成暗之剑。阿西德顿时大惊失色。克里斯蒂安看着对方的反应，心中早有预料。他谨记特恩之前的告诫，刻意隐藏了真实威力，避免对方临时提高难度。朗厄姆当场认可他的实力，随即发布第2项考核，要求他带队前往中立地带，争夺那里的遗迹宝物。朗厄姆明确表示，剧毒世家同样会派出小队，只要在任务中脱颖而出，就正式承认他的继承人身份。听完要求，克里斯蒂安收回魔力，觉得这场考核比预想的更加简单。克里斯蒂安询问是否独自前往，对方却让他带上2公主朱菲恩的小队，并强调这支队伍原本由罗英带领，能拿到机会算是一份殊荣。克里斯蒂安没有多言，爽快应下后转身离开。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阿西德忍不住向父亲表达忧虑，担心克里斯蒂安是否真能完成任务。朗厄姆开口安抚，表示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让他不必过于焦虑，只需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克里斯蒂安独自走在庭院中，原本以为会面临死局，眼下的安排反而显得有些蹊跷。毕竟这支队伍原本可是由罗英亲自带领。克里斯蒂安想起前世记忆，当时本该由罗英接任继承人，但在后来的大战中，外界却没有罗英的任何动静。小兽表示自己知道内情，前提是克里斯得继续给他刷毛。克里斯只好无奈照做。小兽这才说起恶魔护符事件。当年暗魔一族与剧毒世家为了争夺神器爆发表决战，外界根本得不到任何消息。当年暗魔小队全军覆没，剧毒世家同样损失惨重，可双方竟默契地隐瞒了真相。而正是这场变故彻底埋下了祸根。克里斯一边刷毛一边追问缘由。小兽解释道，当年诺尔迪安惨遭杀害，手刃他的竟然是亲生儿子朗厄姆侯爵。若不是内部爆发这场惨案，后来的血魔大帝绝不可能轻易拿下暗魔领地。克里斯蒂安恍然大悟，正是当年那场护符变故加速了领地的毁灭。当年领队罗英当场战死，而这一次自己正要顶替罗英的位置。朗厄姆侯爵显然暗中有所谋划，这场考验绝不轻松。眼下没有确凿证据，加上自己目前只有3星实力，无法轻举妄动，但他心里明白，必须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克里斯蒂安准备出门，却突然被人叫住。朱菲恩双手环胸拦住去路，当面骂他是败类。克里斯蒂安冷淡回击，表示这与对方无关。对方暗箭威胁，指出克里斯蒂安要加入远征队，接替属于罗英的职责。克里斯蒂安随后更是不屑地嘲讽罗英不过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蠢货。听到对方羞辱罗英，朱菲恩脸色骤沉，准备反击。他猛然挥剑斩下，强劲的剑锋直扑而来。克里斯蒂安侧身躲闪，身后的地面瞬间粉碎。面对这声势惊人的一击，克里斯蒂安神色平静，冷淡地表示打招呼就到此为止吧。克里斯蒂安直言，既然彼此不想相见，出征前自己不会再出现，祝对方准备顺利。随后挥手离开。朱菲恩拔出刺进地面的刃剑，看着克里斯蒂安远去的背影，心里掀起惊涛骇浪。刚才那惊险的一剑，克里斯蒂安自始至终未曾惊慌，眼睛死死锁定剑尖。他早已看透那一剑是故意刺偏。朱菲恩心里不得不承认，克里斯蒂安的危险程度恐怕远远超出了他们原本的预料。离出征还有一段时间，克里斯蒂安来到领地外围集市，他在酒馆畅饮完牌赢钱，买了大把烤肉，边走边吃，难得享受这惬意的时光。他甚至想就这么一直玩下去。不过他这次专门赶来这里，可不仅是为了吃喝放松，他真正要找的那家店铺就在这附近。此时他突然察觉身后有人尾随，一眼认出是朗厄姆侯爵的手下，正打算甩开这些眼线。还没等他动手，一只手突然从身后死死捂住他的嘴，一把将他拉进了阴影里。戴着兜帽的伊德蕾妮示意他安静，表示身后的尾巴已经被解决，刚才跟踪的人早已被他的手下干倒在地。克里斯蒂安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质问对方为何毫无征兆将他拉进巷子，究竟是什么身份。伊德蕾妮直接吐出死亡之宫的名号，表示自己是为了阻止即将从那里蔓延的灾厄而来。眼看此地不宜久留，伊德蕾妮提出换个地方说话，克里斯蒂安没有拒绝，示意由他在前面带路。克里斯蒂安跟着伊德蕾妮前行，顺口打听要去的目的地。伊德蕾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交代其死亡之宫的现状。最近死亡之宫的魔族接连失踪，原本的安全区也被逐一破坏，那里长期由3大贵族割据，高层对底层魔族的死活管不顾。为了清除藏匿在当地的犯罪势力，他打算联合各方力量，但这件事绝不能明着公开。伊德蕾妮开门见山，表示能提供平息暗魔一族危机的关键情报。他透露朗厄姆侯爵已暗中与剧毒世家的高层贵族勾结，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杀死剧毒世家的公主玛丽莎。这个消息让克里斯蒂安大吃一惊，没想到对方的阴谋不仅针对暗魔一族，竟然连剧毒世家的公主也不放过。伊德蕾妮接着交代，一旦2大家族在变故中元气大伤，死亡之宫的煽动者
就会趁虚而入，帝国12贵族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毁灭性灾厄。伊德雷妮提醒克里斯蒂安，必须全力应对接下来的遗迹远征，只要他能在任务中脱颖而出，就能顺利拿到继承人的位置，进而去抗衡那些破坏平衡的势力。克里斯蒂安暗自吃惊，对方连他只要完成任务就能晋升继承人，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背后的情报网绝不简单。但他没有被轻易说动，直言眼下一无凭据，二无筹码，要是拿不出有价值的条件，自己可没兴趣趟这汤浑水。见克里斯蒂安摆手就要离开，伊德雷妮赶忙出声叫住他，伸手摸向怀中，准备掏出底牌。克里斯蒂安收下筹码后，挥手向他告别。等克里斯蒂安远去，伊德雷妮停下脚步，身后的影子竟开始扭曲翻涌，化作一道散发红光的庞大黑影。他向影子发问：为什么当初不让自己透露真实身份？影子却冷冷回应：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影子接着提醒，若克里斯蒂安走投无路时暴露他的名字，只会给两人惹来更大的麻烦。伊德雷妮听后表示赞同，答应会继续暗中盯着克里斯蒂安。场景一转，克里斯蒂安翻出刚刚到手的筹码，竟是一张最高级别的通行会员卡，这让他十分满意。这张凭证来自神秘的地下暗黑拍卖行，专门用来交易走私神器与稀有异兽，只有身份尊贵的贵族豪商才能入场，这正是他眼下迫切需要的资源。当年因为全队都没有通行证，可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卡上刻着的名字，他却感到十分陌生。朗厄姆侯爵曾与剧毒世家高层有交易，但这女人的底细依然不明，现在就彻底信任他还为时过早。克里斯蒂安摇了摇头，收回思绪，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尽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他当即叫住路人，准备寄出信件展开布局，按店员的指引写好信件。信使很快便带上信件腾空而起。解决完眼下的布局，克里斯蒂安收回目光，接下来他准备去见另一个人。克里斯蒂安径直来到拍卖行大门，守卫看他年纪尚轻，在入口处态度恶劣的要将他赶走。克里斯蒂安不慌不忙，顺手亮出那张最高级别的通行卡。守卫认出卡片后，脸色大变，连忙躬身赔礼开门迎客。克里斯蒂安顺理成章走入其中，眼前浮现出金碧辉煌的热闹会场。戴上眼罩步入会场后，负责接待的侍从赶忙上前，可话说到一半，却当场愣住。通行卡上的名字分明写着是一位女性，站在眼前的却是个年轻男子。侍从忍不住试探着询问他的身份，克里斯蒂安毫不避讳，直接亮出手里的最高级通行卡，顺理成章承下了这个名号。侍从虽然心生怀疑，看着那张卡也不敢当面顶撞。克里斯蒂安没心思继续闲扯，当即要求侍从带他去见这里的经理。侍从不敢怠慢，连忙答应去请经理，随后慌忙转身离开。克里斯蒂安悠闲地靠在沙发上，看着会场奢华的装潢，不禁感叹起鲁道夫商会的财力。这个商会掌握着帝国绝大部分的流通渠道，还暗中经营着最大的黑市拍卖行，甚至坊间有着传言，只要是这里都弄不到的东西，在外面就绝不可能买得到。房门随之被推开，推门而入的正吉是拍卖行经理鲁彼得，他不仅掌管着这里，更是鲁道夫商会的幕后主人。鲁彼得礼貌地向克里斯蒂安询问来意，克里斯蒂安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开口让他把迪尔商会的主人瑞娜叫来。这话让鲁彼得大吃一惊，连忙表示对方同样是同盟商会的主人，绝不可能随叫随到。克里斯蒂安却只是微微一笑，示意鲁彼得不必忙着拒绝。克里斯蒂安一眼看穿，指出眼前的人正是利用神器的力量进行了极其隐蔽的伪装。他挑明两人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劝对方不必再继续演戏。见秘密已被识破，眼前的光芒流转，伪装瞬间散去，露出了迪尔商会主人瑞娜的真面目。见伪装被当场看穿，瑞娜震惊地质，问克里斯蒂安究竟是怎么发现真相的。克里斯蒂安表面上一脸从容，其实他能一眼认出对方，全因前世没少被他折腾，当然自己当年也曾被报复了回去。克里斯蒂安故意装作很懂的样子，吐槽对方用这么低级的神器伪装，甚至调侃是不是因为他头太大，才导致神器无法完全盖住。面对这番戏谑，瑞娜当场气急败坏的大声反驳。打趣过后，克里斯蒂安话锋一转，指出对方不仅伪装拙劣，甚至连当前的身份也是假的。瑞娜还想反客为主，拿克里斯蒂安借用他人身份入场做文章，威胁要直接把他赶出去。克里斯蒂安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手提醒他私自在帝国经营拍卖行，一旦消息曝光，后果会更严重。被捏住命门的瑞娜只能妥协，问他究竟想要什么。靠着手里的把柄，克里斯蒂安顺利敲走大批珍贵宝物，扛着满满一袋战利品，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拍卖行。瑞娜承诺剩下的宝物明天就能备齐。克里斯蒂安看着手中的收获，十分满意，仅靠握住把柄就索要到了急需的资源。虽然这些宝物无法直接暴涨队伍战力，却能打乱朗厄姆侯爵的一两个阴谋。解决完拍卖行的事，克里斯蒂安提着包来到训练场。此时场地上不少人正在紧张对练。见克里斯蒂安拎着包回来，队友出声提醒出征只剩2天，劝他也赶紧跟着训练。克里斯蒂安却一副摆烂的态度，表示玩了一整天，只想回去休息，甚至调侃自己这次准备当个废人，把训练的任务全甩给了队友。随后挥挥手头也不回的离开。这番话顿时气的同伴当场飙火，但身旁的人伸手拦下了他，认为克里斯蒂安根本不值得给机会，要是他在远征中毫无建树，最后吃亏遭殃的只会是他自己。面对队友的轻视与冷眼，
克里斯蒂安完全没放在心上，挠了挠头，径直走远。瑞娜按照约定将搜集好的大批珍贵药草送了过来。面对对方关于用途的打听，克里斯蒂安直接打断，顺势追问起答应交割的其他宝物。瑞娜推过来一只沉甸甸的木箱，里面摆放着各式稀奇古怪的道具。克里斯蒂安随口吐槽造型太土，瑞娜赶忙提醒他现在可没得挑。交代完所有物品，瑞娜再次叮嘱他为自己的身份保密。克里斯蒂安顺口应下，表示两人很快还会再见面。瑞娜丢下一句并不想见便转身离开。克里斯蒂安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瑞娜还没反应过来，直接被一句话震在当场。全面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爆发，商会生意横跨同盟与暗黑帝国，如今局势本就动荡不安，一旦全面开战，连接两地的交通大路必然会被封锁，贸易收益也将直接面临折半。虽然明白其中利害，瑞娜还是觉得这猜测过于夸张，毕竟战争绝非儿戏。可当听到死神王宫传出的风声，瑞娜的神色顿时凝重起来，看着手中刚送来的情报，也不得不承认那边的气氛确实极不寻常。瑞娜感到十分困惑，不明白克里斯蒂安为何透露这些，毕竟自己只是个商人，绝不可能有能力去阻止战争。克里斯蒂安顺势亮出底牌，邀请对方成为自己的支持者，承诺会打造一个没有战争的未来。瑞娜听后满脸震惊，追问他究竟打算怎么做。克里斯蒂安随即说出计划，一旦战争爆发，敌军必然会跨越帝国南部，只要自己能提前登顶，掌控大权，就能彻底化解危机，保住商会收益。交代完解决办法，克里斯蒂安直接反问对方究竟愿不愿意与他联手。看他神情真诚，瑞娜觉得不妨赌上一把，伸手与他紧紧握在一起。虽然同意合作，瑞娜也当场泼下冷水，一旦遭受背叛就会立刻撤资。克里斯蒂安爽快保证绝不食言，心里其实早已盘算好后续的安排。达成协议后，克里斯蒂安笑着挥手道别，还不忘出言调侃，气得瑞娜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克里斯蒂安回到房间，开始研磨草药。听说剧毒世家的高层也卷了进来，为防万一，他决定提前配置解毒剂。虽然很久没亲自炼药，他还是生起火堆开始熬煮。名医世家内，克里斯正手在火炉旁卖力扇风，却因为火力太弱被当场训斥。埃拉邪已在榻上命令克里斯加大风力，提醒他有些药材必须用猛火熬制。克里斯嘴上抱怨着让他赶紧休息，心里却想起两人的第一次相遇，那是在第一次战争的战场上。名医世家因医术高超，被血魔皇室围眼中钉，惨遭灭门。年轻的埃拉这才不得不踏上战场，即便是埃拉也没能逃过血魔皇的利刃。药罐中汩汩冒出热气，克里斯守在炉边认真控火，看着克里斯熟练的手法，埃拉忍不住赞叹，仅凭几句简单指点，他就能熬出名医世家的秘药，感叹没能早点遇见他。话没说几句，埃拉便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克里斯顺势打趣道，本以为名医世家有多厉害，没想到家主居然也是个病秧子。埃拉咳出鲜血，反驳说克里斯遭了血魔皇一击还能活命，全靠他的秘方。眼下世间生灵涂炭，绝不能看着名医世家的传承就此断绝。克里斯摇了摇折扇，劝他不必纠结过往，眼下最要紧的是专心养伤。埃拉伸手拍了拍身旁的书堆，表示这里记载着家族残存的秘术，叮嘱克里斯拿去研习。见埃拉咳嗽不止，克里斯赶忙劝他赶紧休息，埃拉却一把抓紧他的衣袖，恳求他收下那些秘法典籍，代替自己去救治受苦的世人，这样他死也能瞑目。面对这番重托，克里斯沉默了片刻，问他以后是不是该改口叫师傅。埃拉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感叹自己选择克里斯果然没有错。埃拉正式将名医世家第27代家主的重任托付给了克里斯。克里斯蒂安回想起前世的经历，虽然当年部分典籍遭到毁坏，没能精通全部秘法，但他依然恪守承诺，奔赴战场救治伤员，也因此留下了战场圣医的名号。克里斯蒂安捏起刚炼好的药丸，在心中默默向师傅许诺，即便到了这一世，他也绝不会违背曾经的誓约。一只信鸽展翅飞过晴空，将远方的消息送达了府邸。仆人奉上一封书信，告知这是少爷寄来的。卡扎尔伯爵听闻，顿时喜上眉梢，迫不及待拿过信件。结合此前玛丽安传来的消息，克里斯蒂安成功吸收了神圣黑暗，让他忍不住夸赞，不愧是自己的儿子。他兴致勃勃地拆开信纸，想看看儿子究竟在信里写了什么。看完信中的内容，他随即叫来仆人，命令手下立刻动身，去给自己的儿子做足准备。搜寻队伍刚进森林，朱菲恩就当场下达命令，严禁所有人单独行动，必须结伴展开搜寻。同伴们纷纷开口答应。克里斯蒂安伸手打断，当场表示要独自行动，直言自己单干反而效率更高。按现在的速度，搜寻实在太慢，再拖下去，一记宝物恐怕会被剧毒世家抢先搜刮。况且这片区域遍布高阶魔兽。克里斯蒂安冷淡提醒众人好自为之，遇到危险他可不会出手救援，只要别来拖后腿就行。说完这话，他开始掏摸身上携带的物品。克里斯蒂安掏出此前炼制的解毒药丸，提醒众人这是针对剧毒世家特制的秘药。见朱菲恩面露犹豫，他懒得废话，顺手吞下一颗，示意信不信由他们自己决定。正当朱菲恩心生不满时，林间突然弥漫起悠悠雾气。玛丽莎带着队伍现身，打趣众人怎么自己先吵了起来。面对嘲讽，朱菲恩冷笑对方动作太慢，玛丽莎倒也不恼，表明自己只是按时抵达，顺势质问起搜寻的规矩。朱菲恩直接反问，难道是指不能设陷阱和攻击对方的规矩？既然双方本就是敌人，自己自然没必要客气。玛丽莎表示那倒不必，两人针锋相对，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玛丽莎不再纠缠，当即下令让队伍展开搜寻，确认完通讯设备的成员先行出发。同伴们闻声迅速动身，克里斯蒂安也准备独自行动，他直接丢下了通讯设备，独自一人深入森林。凭借前世在魔界漫游的经验，这里的魔兽分布他早已了如指掌，轻松收拾掉沿途袭来的怪物。按照他的推算，高阶魔兽应该还在更深处。这时他突然回想起朱菲恩刚才撂下的狠话，难道对方其实是在担心自己？克里斯蒂安赶忙打消这个念头，觉得对方怎么可能会关心自己？眼下侯爵的计划应该已经展开，周围感应不到杀意，他决定把心思先放在寻找神器上。正走着，树林间突然传来一阵异响，克里斯蒂安警惕，回头出来的居然是玛丽莎。两人四目相对，现场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克里斯蒂安这才意识到自己走到了剧毒世家的搜寻线上，他赶忙借口说是自己迷了路，打个招呼就准备换个方向离去。玛丽莎看着他转身的背影，只是轻声叮嘱了他一句小心。克里斯蒂安刚准备离去，突然回想起关键线索，剧毒世家这次真正的目标其实是玛丽莎。究竟是谁想在家族内部将她当成祭品给牺牲掉？克里斯蒂安停下脚步，直接开门见山的叫住玛丽莎，问她是不是家族里的私生女，平时在家里是不是过得并不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尖锐问题，玛丽莎顿时变了脸色。玛丽莎被戳中痛处，怒斥克里斯蒂安实在太糟糕。克里斯蒂安这才反应过来，前世的经历让他习惯了冷酷对话，刚才是自己有些失言，赶忙开口准备道歉。话还没说完，一道魔力攻击擦着耳边飞过，直接打向身后的树干。玛丽莎面露怒色，要求他必须认真道歉。看对方反应如此强烈，克里斯蒂安意识到事情恐怕并非简单的家族内斗，要想化解危机，必须查出背后的主谋。而在那之前，玛丽莎恐怕会一直处于危险中。克里斯蒂安盘算着，就算玛丽莎能跟搜寻队会合，恐怕也难以自保，眼下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等待援军赶来。他话锋一转，质问玛丽莎先攻击自己已经违反规则，指着被打中的树干表示，按照规定神器现在归暗黑魔族所有了。玛丽莎无法反驳，却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一想到家族受辱和当年被退婚的屈辱，她直接掏出数瓶毒药，准备当场动真格的。玛丽莎借口正当防卫，直接挥手将毒药散播开来。克里斯蒂安避让不及，当场被毒物正面击中，剧毒迅速在体内蔓延。克里斯蒂安痛苦的半跪倒地，身上浮现出蓝色的毒花印记。玛丽莎走到他身旁，警告他只要自己打个响指，潜伏在血管里的毒素就会彻底爆发，必须立刻向自己求饶认错。见克里斯蒂安没有服软，玛丽莎当场砸碎手中的毒药瓶，准备直接催动潜伏的剧毒。可还没等毒素爆发，克里斯蒂安竟瞬间逼近，反手一把将他制住。面对要挟，克里斯蒂安眼神冷淡，表示自己绝不可能求饶服软。克里斯蒂安当场拒绝求饶，体内的毒痕迅速消退，刚侵入身体的剧毒已被提前服下的药性彻底化解。玛丽莎见状满脸不可置信，明明姐要只有自己才有，克里斯蒂安却直言这是参考医术世家的配方，专门配制出的万能解毒剂，顺手调侃起对方的毒药，直接把玛丽莎气得够呛。克里斯蒂安果断出手，一击将玛丽莎打晕。看着昏倒在怀里的对方，他承诺一定会想办法保她周全。随后他将玛丽莎带到安全处，用绳子固定在树旁，确保她不再冲动犯险。安置好玛丽莎后，克里斯蒂安捡起她的通讯设备，直接发动魔法通讯，假借对方名义发送假指令。剧毒世家的人收到联系，以为是玛丽莎发来的指令，可打开信息一看，瞬间傻眼。指令要求全员去搜寻悬崖，直接被调往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克里斯蒂安在背后搞鬼，把剧毒世家的人全部调开，彻底省去了撞上敌人的麻烦。甩开敌人的注意力后，克里斯蒂安在树木间快速穿行，继续深入寻找神器的下落。所谓神器，都是恶魔或神性存在注入自身力量所创造的宝物，大多被长期隐匿封印，可偶尔也会有神器从天而降，仿佛高高在上的存在，正命令凡人为此互相争夺。而这次即将出世的神器，极有可能就是黄昏护符。据传这件宝物被发现后封存了2年，没人能弄清它的具体用途。直到2年后，狼恶母侯爵解开了秘密，暗黑魔族家主也因此丧命。克里斯蒂安深知，要想阻止世界的毁灭提前降临，就绝不能让暗黑魔族家主丧命。正当他在林间快速穿行时，脚下突然传来动静，他迅速跃下树枝，稳稳落地，密切戒备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克里斯蒂安伸手触碰树叶，注意到地上留着一串发光的脚印，神器可不会自己长脚走路，显然已经有人抢先到了这里。他当即催动感知魔法，顺着痕迹向林间深处探去。此时的前方树林里，男人正在着手下暗中潜伏，询问暗黑魔族是否搜过这片区域，并抱怨对方动作实在太慢。克里斯蒂安远距离感应到这股气息，认出这是来自剧毒世家的能量，其中甚至有着4星水平的强敌。克里斯蒂安进一步感应到，男人身边的女性魔族有着5星实力，而最后那名神秘人身上的能量完全不属于剧毒世家，魔核也异常浑浊。男人在树林里不耐烦地抱怨，全怪玛丽莎那个蠢货，自己才不得不来处理这些麻烦，甚至直言巴不得他早点死掉。听见这番话，克里斯蒂安瞬间明白，眼前这少年正是剧毒世家的公子。这场变故纯粹是一场继承人争夺战。神秘人在旁提醒，只要完成交易，就能扫清所有障碍。男人看着地上的宝箱，表示认同。他们为了达成目的，不惜拿神器当筹码。
原来男人早已跟狼恶母侯爵私下交易，只要侯爵替他除掉玛丽莎，他就把这件不知具体用途的神器奉上。男人当即打发手下去搜寻其他人的下落。随从领命离开后，林子里只剩下男人一人守着宝箱。暗中观察的克里斯蒂安瞬间看清局势，正面迎击4星强者固然有把握，但根本没必要硬碰硬。注意到林间树梢上的魔兽后，克里斯蒂安嘴角微微上扬，一个不用惊动男人就能顺走神器的计划已经在心中悄然形成。而此时的男人还在原地打着哈欠，对此毫无察觉。树上的魔兽突然一记天降正义，正好砸在了男人头顶。突如其来的呜呜让他当场暴怒，面对树上疯狂挑衅的魔猴，男人彻底失去理智，当即冲过去要找对方算账。调虎离山计顺利完成，暗中潜伏的克里斯蒂安趁机贴近，顺利摸到了无人看管的宝箱。克里斯蒂安掏出胸前的召唤石，这原本是用来封印4级魔兽的道具，没想到此刻派上了新用场。他当即催动魔力，直接将装有神器的宝箱收入囊中，随后又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假盒，顺手放回了地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偷梁换柱。既然手脚利落地完成了替换，克里斯蒂安决定先睹为快，顺手打开了刚拿到的宝箱。然而盒盖刚一掀开，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当场愣住。装在箱子里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器黄昏护符，而是一枚完全无关的饰品。被绑在树上的玛丽莎渐渐醒来，发现自己竟被绳子死死捆住。想起克里斯蒂安之前的冷嘲热讽，玛丽莎气得当场破口大骂，恨对方不仅出手偷袭，还用恶劣言语戏弄自己。越想越委屈的在树边奋力挣扎。就在他暗自憋火时，身旁树林里突然传来阵阵异响，有人主动出声搭话，直接询问他是否为剧毒世家的千金。走出来的女子正是梅林。被绑在树上的玛丽莎满脸警惕，完全不清楚对方的底细。朱菲恩带着手下在林中赶路，手里拿着用小瓶装好的药丸。随从见状，忍不住凑上前打听，搞不懂克里斯蒂安为何多留一份解药。朱菲恩看着药瓶，若有所思，心里也想不通自己为何会选择相信克里斯蒂安的话。手下们在林间四处搜寻，向朱菲恩汇报周围一无所获。见搜索毫无进展，随从有些担心的打听，害怕克里斯蒂安独自行动会有危险。想起那个擅自离队的家伙，朱菲恩咬牙切齿地表示，要是他死了，也是咎由自取。就在这时，不远处的随从有了新发现，终于找寻到了神器的下落。朱菲恩上前接过宝盒，庆幸赶在剧毒世家之前抢先到手，眼下任务已经完成，他当即下令集合队伍，立刻撤往兰卡斯峡谷。随从们护送队伍在峡谷中穿行，纷纷庆祝抢先拿下了神器，认为暗黑魔族已在争夺中占得先机。朱菲恩原本准备一同撤离，刚走没2步，却突然停下脚步。他最终还是无法放任不管，当即吩咐留下一半人马，重新在周围搜寻克里斯蒂安。面对手下的疑惑，朱菲恩嘴硬的解释，对方再恶劣也是本家血亲，就算死了也得把尸体找回来。手下刚应声领命，还没来得及带人出发，峡谷上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无数巨石轰然坠落，直接把唯一的出口彻底封死。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崖顶上已泛起异样的魔力光芒。意识到遭遇伏击的朱菲恩立刻大声命令全员警戒，崖顶绽放出异样的蓝色光芒，同伴瞬间吸入剧毒，当场剧烈咳嗽摔倒在地。高处站着的神秘人看着下方倒成一片的众人，局势已被他彻底掌控。他所使用的是玛丽莎研发的兰花剧毒，此前特意从实验室偷出，目的就是把谋杀罪名甩给玛丽莎。女人纵身从崖顶跃下，虽然在暗黑魔族门口动手有些冒险，但伏击计划已然成功。女人打算趁热打铁，找寻神器并彻底栽赃给玛丽莎。没想到一道寒芒破空袭来，她仓促间挥剑挡下攻击，偷袭者竟是摇晃站起的朱菲恩。她认出对方来自剧毒世家，当场质问对方违反了规矩，这让女人大吃一惊，完全没想到朱菲恩竟然没有中毒身亡。朱菲恩心里十分纳闷，暗黑魔族暗里根本没有兰花剧毒的解药。他猛然反应过来，此前正是克里斯蒂安给的药丸保住了他们一命。女人眼见谋划败露，索性决定亲自动手除掉朱菲恩。面对强撑挥剑抵抗的朱菲恩，女人身上散发出5星魔力，形成了压倒性的威胁。她打着清理背叛者的旗号，挥舞魔爪向朱菲恩痛下杀手。危急时刻，几道利刃破空而下，强行打断了现场的死局。令人意外的是，赶来救场的竟是玛丽莎。眼前的一幕让女人大惊失色，明明此前安排了假消息将她调远，她却偏偏精准杀到了峡谷。看着自己研发的剧毒被拿来栽赃，玛丽莎当场厉声质问，命令对方立刻报上姓名与阵营。女人根本没把眼前的阻拦放在眼里，冷笑着亮出魔爪，散发出强烈的杀意。可紧接着，她便察觉到周围还有其他人。梅林快速盘算起敌我差距，对方不仅有2名3星魔族，更有5星级别的强者坐镇，己方在战力上完全处于劣势。敌人显然吃透了远征队的底细，故意挑在缺乏高阶战力时动手，再硬撑下去，全员都得丧命。死局关头，高处突然传来一阵拉长音调的调侃，打断了场上窒息的氛围。在高处发生的竟是克里斯蒂安，他的意外现身，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压迫僵局。克里斯蒂安居高临下坐在崖边，悠闲地向大家打起招呼。玛丽莎当场嘴硬反驳，暗自决定事后再找他算账。女人对此满脸不屑，嘲讽多来个弱者根本改变不了死局。玛丽莎虽然恼火，
却也不得不承认事实：踏入5星阶级的强者战力脱胎换骨，即便他们4人联手，也依然无法击败眼前的敌人。可克里斯蒂安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过来讽刺对方过于迷信阶级，又不是8星强者，难怪会用这种愚蠢手段。一番话直接把对方对得说不出话来。克里斯蒂安随手一挥，直接将一堆物件抛给玛丽莎等人，众人手忙脚乱接下，这才发现竟全都是罕见的神器。克里斯蒂安淡淡解释，这些装备能让每人的战力提升一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神装，玛丽莎嫌弃地看着手里的金蟾蜍，当场大声反驳。可一旁的朱菲恩拿到装备后，身上突然爆发出巨大的魔力，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突破到了6星阶级。看到朱菲恩这副狂热的模样，克里斯蒂安却在一旁冷淡地表示，自己可从没给过他那么厉害的东西。看到朱菲恩身上的变化，梅林低头看向胸前的宝石项链，这才反应过来，这件神器竟然也是克里斯蒂安给的。崖顶上的克里斯蒂安拍拍衣角，坦言自己还有急事处理，准备直接离开。玛丽莎还以为他会并肩作战，刚大声约定事后再找他算账，克里斯蒂安却只是挥手敷衍，留下一句活下来再说，便当场凭空消失。玛丽莎被这番操作气得破口大骂，一旁的朱菲恩看着手里的神器，却明白少爷暗中肯定另有打算。玛丽莎看着满脸崇拜的朱菲恩，心里十分纳闷，搞不懂为什么大家都开始偏向那个讨厌鬼。戴着面具的敌人见状发出嘲讽，以为凭几件装备就能给他们希望。话音未落，敌人身上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黑色气场，这正是5星阶级以上才能掌控的破坏之力。面对这股强悍的等级威压，梅林却顺势拔出巨剑，直接搬出克里斯蒂安刚才的话，反唇相讥，决定战斗胜负的可从来不是什么阶级。梅林直言傲慢的人终将自食其果。朱菲恩冷笑着释放出强烈魔力，挑衅要用自己的力量彻底毁灭他。面对压迫感，玛丽莎虽然有些发抖，还是硬着头皮把金蟾蜍顶在头上，拿出药瓶准备迎战。梅林更是丝毫没退缩，顺势提议赌赌谁先解决敌人。说罢，提着巨剑径直冲向对方首领。反击之战正式打响，敌方首领被彻底激怒，当场甩出大量毒针暗器。梅林极其从容，挥剑将飞来的毒针尽数击落。敌人趁着烟雾掩护，瞬间绕到身后发起致命偷袭。梅林反应神速，及时转身挥剑架住对方的攻击，两人瞬间在场中陷入僵持。敌方首领借着僵持猛然发难，闪烁的利刃撕开防线，直接在梅林手臂上划出伤口。拉开距离的敌人出言嘲讽，辱骂黑爪骑士团不过如此。受了伤的梅林却毫无惧色，反而冷笑着质问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5星强者，直言这点小伤就跟挠痒痒一样。这番极具挑衅的话再次把敌方首领彻底激怒。梅林抓住机会暴起，一把死死扣住敌方首领的面部，将强力诅咒直接注入对方体内。敌方首领大吃一惊，完全没想到仅有4星水平的诅咒竟能突破防线对自己生效。梅林冷笑着揭晓谜底，佩戴的神器并非用来提升战力，而是能以血液为介质，大幅强化诅咒的威力。敌方首领这才恍然大悟，刚才梅林故意不闪不避受轻伤，全是为了借血发动这致命一击。梅林乘胜追击，挥剑重创敌方首领，直接将对方斩落到地。随从见首领倒下，惊恐大喊，可他还没来得及上前支援，就被眼前的对手死死缠住，提醒他战斗尚未结束。克里斯蒂安停下脚步，主动向树林深处公开喊话，叫躲在暗处的人别再玩捉迷藏。见对方迟迟没有回应，他顺势出言调侃，质问对方没在崖顶露面，难道是害怕输掉才打算偷袭？随着树林里传来异响，一名身穿斗篷的神秘人悄然走出，身上散发出沉重的杀气。面对眼前杀气腾腾的神秘人，克里斯蒂安丝毫不慌，只是云淡风轻地打了声招呼，表示对方终于射得露面了。克里斯蒂安指出对方磨合极不稳定，看打扮根本不像缉毒世家的人，质疑他为何要与对方合作。面对质问，神秘人始终一言不发。克里斯蒂安见状不再废话，随手捡起地上的石子掷向对方，石子带着强悍魔力直奔而去。神秘人侧头险险避开，随即化作残影主动发起反击，飞出的石子精准砸碎了对方的面具。克里斯蒂安嘴角微微上扬，从容地分析起对方的战斗习惯，指责他紧张时会不自觉抬肩，受到干扰时视野还会变狭窄。劝对方改掉这些坏习惯后，他直接叫出了对方的真实身份：阿西德。随着面具碎裂散落，对方抬手摘下残面，终于露出了隐藏在暗处的真面目。阿西德原本接到的密令是由缉毒世家解决朱菲恩和玛丽莎，而他则负责追杀克里斯蒂安，做到斩草除根，不留任何活口。可眼下的局势早已彻底脱轨，朱菲恩的小队不仅没被全歼，连玛丽莎也加入了其中，想要抹杀整支远征队已绝无可能。就算自己现在拼死干掉克里斯蒂安，剩下的幸存者也势必会追查凶手，到那时他也绝对难逃干系。阿西德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处理不好，连自己的父亲也会被牵连。见对方迟迟没有开口，克里斯蒂安歪头挑衅，问他是不是害怕的连话都说不出来。被彻底激怒的阿西德不再犹豫，决定先解决掉眼前的家伙。恐怖的黑色魔力瞬间爆开，看着终于动真格的阿西德，克里斯蒂安嘴角一扬，反而对这股杀气相当满意。
阿西德拔剑而出，化作一道黑影，径直发起进攻。恐怖的黑色斩击轰然扫过，克里斯蒂安灵活地向后跃开，顺手挥剑斩出紫光进行反击。刚稳住身形，周围便冒出数道黑气构成的分身，将他死死包围在中间。看清对方用魔力制造分身的招式，克里斯蒂安忍不住调侃起来：看来这皇子位置倒真不是只凭运气当上的。克里斯蒂安挥剑挡下分身们的围攻，阿西德本体趁机从身后发起偷袭，可这一切全在克里斯蒂安的意料之中。他顺势后撤避开斩击，反手挥剑径直砍向阿西德本体，可一剑斩下才发现，刚才砍中的依然只是分身，真正的阿西德早已腾空而起，挥舞长剑从半空悍然砸下，恐怖的冲击力瞬间掀飞整片地面。阿西德轻盈落地，对区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敢挑衅自己，感到愤怒不已。他刚想确认战果，周围的黑气却突然剧烈翻涌起来，一股恐怖的魔力在烟雾中凝聚。阿西德顿时脸色大变，隐约猜到了真相。下一秒，绚丽的紫芒轰然爆发，克里斯蒂安毫发无伤的现身，手握魔力凝聚的暗黑之剑，笑着给阿西德送上一份惊喜。克里斯蒂安手起剑落，绚丽的紫黑剑锋铺天盖地劈下，直接将整片地面一分为二。阿西德根本来不及躲避，只能仓促举剑应挡，可这股恐怖的破坏力瞬间就碾碎了他的防御，随着防线轰然碎裂，阿西德在惨叫声中被当场轰飞，被这致命一剑彻底重创。阿西德重伤摔倒在地上，完全不敢相信自己会战败，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竟会输给旁系的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收起魔剑走上前来，劝阿西德干脆主动认输，承诺只要服软就帮他保密，毕竟传出去不仅影响侯爵的声誉，家族内斗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听到对方竟连幕后计划都一清二楚，阿西德震惊之余明白必须找机会除掉克里斯蒂安，但眼下伤势严重，只能暂时作罢，嘴上只能假意向对方道谢。面对对方这番自以为是的说辞，克里斯蒂安微笑着伸手握住对方，看似顺从的应和，可下一秒他眼神一变，冷笑着嘲讽对方想得太美，手上传来的力量猛然收紧，恐怖的紫黑魔力瞬间爆发。阿西德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砸得当场吐血，重重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克里斯蒂安居高临下地看着对方，语气轻蔑的冷笑出声，嘲讽他自始至终都被自己耍得团团转。解决完阿西德后，克里斯蒂安在树林里一路狂奔，担心峡谷那边的同伴出事。赶到现场时，三人面色阴沉的围了上来，吓得克里斯蒂安连连后退，喊着让他们别靠太近。玛丽莎抱怨是他给的神器害的。梅林紧接着汇报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克里斯蒂安问起及毒世家的下落，得知敌人被击杀后，很快全部化为了灰烬。梅林补充道，敌人显然提前做好了销毁证据的准备。玛丽莎转头询问他刚才去了哪里，克里斯蒂安有些尴尬的回应自己只是在周围巡逻，还吹嘘大人物通常不上前线。玛丽莎却一眼看出他受了伤，追问是不是遇到了缉毒世家的余党。克里斯蒂安连忙否认，催促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返回。实际上他特意将战斗地点选在远处，此时重伤的阿西德大概已被手下接走，他也打算遵守承诺，将阿西德袭击的事彻底掩盖过去。克里斯蒂安不仅独吞了星座勋章，还保下了同伴们的性命，对他来说已经达到了目的。转眼1周过去，这次袭击让两大家族陷入混乱，背锅的缉毒世家处境艰难，最终双方达成一致，以巨额金钱赔偿平息了风波。事情能顺利压下来，全靠克里斯蒂安握有把柄，那是朗厄姆侯爵与阿西德勾结的证据。如今不仅远征队保了下来，他也无需上交恶魔护身符。离开峡谷后，梅林动身前往暗黑恶魔一族。玛丽莎离开前也做出承诺，会替梅林参与行动的事保密。事件告一段落，克里斯蒂安留在府中静养，女仆玛丽殷勤地赶来照料，非要喂浑身酸痛的他吃东西。面对玛丽夸张的花痴表现，克里斯蒂安忍不住吐槽：幽灵怎么可能还有心跳？面对玛丽死缠烂打的折腾，克里斯蒂安最终招架不住，只能乖乖接受她的照顾。克里斯蒂安原本想自己吃，玛丽却不给拒绝的机会，直接把一汤匙硬塞进他嘴里，调侃说想恢复精力就不能挑食，硬生生把他呛得直咳嗽。面对玛丽自称充满爱意的特制汤，克里斯蒂安无情揭穿这并非他所做，而这场闹剧全被桌对面的朱菲恩看在眼里。克里斯蒂安转头询问朱菲恩，明明自身的伤还没好全，打算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朱菲恩双手环胸，表示自己既然负有责任，就会多观察一阵子再离开，这让克里斯蒂安在心里直呼吃不消。见朱菲恩态度嚣张，玛丽凶神恶煞地凑上前，逼问他是否想对少爷耍花样，甚至阴阳怪气地问他要不要鲜血果汁。面对玛丽的威吓，朱菲恩根本不为所动，不仅当场拒绝，还要求换成马铃薯汁。这出乎意料的要求，直接把玛丽给整不会了。看到他铩羽而归，克里斯蒂安暗叹这小家伙性格够硬。见朱菲恩依然双手环胸盯着自己，克里斯蒂安无奈开口，问他是不是还有话要说。朱菲恩开门见山表示讨厌他，早晚有一天会亲手将他击败。面对这番宣言，克里斯蒂安随口应付过去。然而朱菲恩话锋一转，态度虽然别扭，却诚恳地说了声谢谢，表达救命之恩的感激。面对朱菲恩难得的道谢，克里斯蒂安故意把手搭在耳边，装作没听清，让他大声重复一遍。朱菲恩被逗得瞬间炸毛，连忙澄清自己只是
就事论事。克里斯蒂安却顺赶上爬，要他以后直接当救命恩人看待。见对方没个正形，朱菲恩神色一沉，提醒他别高兴得太早，因为侯爵已经承诺，很快就会让他成为皇子。到了那个时候，局势将会变得截然不同。朱菲恩让他最好提前做好准备。听完这番警告，克里斯蒂安在心中承认，未来的日子确实会大不相同。毕竟过去根本没人会在意他是否会任人践踏。克里斯蒂安心里清楚，一旦获得平等地位，所有人都会迫不及待地将他踩在脚下。无论是恢复魔核的阿西德，还是隐藏秘密的大皇女尤利安，甚至是三皇子米萨克和号称疯子的大皇子希拉德，都在虎视眈眈。至于尤菲恩，或许也算在这些潜在敌人里。还没等他理清思绪，桌对面的朱菲恩突然抬起头，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脸好看。这莫名其妙的自夸让克里斯蒂安有些无语，只觉得眼前这小家伙散发出的奇特气场根本跟自己不在同一个维度。朱菲恩撂下一句要走后转身离开。克里斯蒂安长舒了一口气，暗叹总算把人送走了，接着拿起刀叉准备响应甜点，可还没等他动口，身后再次传来动静。克里斯蒂安不耐烦地回头，以为对方去而复返，然而当他看清来人的模样时，却直接愣在了原地。出现在他身后的居然是玛丽莎。玛丽莎上前主动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克里斯蒂安干笑了一声，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可场面很快陷入了短暂的尴尬。克里斯蒂安还在心里犯嘀咕，以为对方是来找他算之前被绑架的账，没想到玛丽莎却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表示他的父亲想要见他一面。这突然的邀请让克里斯蒂安有些意外，对方的父亲正是缉毒世家家主休厄姆公爵，也是一位实力强劲的8星魔王。这让他忍不住在心里盘算，这位大人物选在此时见自己，究竟意欲何为？克里斯蒂安跟着玛丽莎前往会厅，走在半路，玛丽莎忍不住开口打听，想知道他当初是怎么提前得知暗杀计划的。克里斯蒂安随口回应自己手里有情报源，当时全靠梅林受他委托提前潜入，向玛丽莎表明了暗黑恶魔一族的身份，这才将关键消息传递了过去。他忍不住追问，既然早知道消息，为何非要用这种方式？克里斯蒂安解释道，缉毒世家内部的继承人争夺极其残酷，一旦对方行动，他极有可能会成为首要目标，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听到这里，玛丽莎才意识到对方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自己。她郑重地向克里斯蒂安致谢，表示自己欠了他一个人情，并感谢他保全了远征队的所有人。克里斯蒂安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方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这突如其来的直球让玛丽莎瞬间红了脸，心里顿时乱成一团。可还没等他多想，克里斯蒂安就道出了真实目的，提议双方建立政治合作关系。玛丽莎直接被这波反转给整愣住了。克里斯蒂安以为他在顾虑过往，赶忙拍着胸脯澄清，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复合的意思。如今两人纯粹只是合作关系。见对方半天没有回应，克里斯蒂安还在纳闷，玛丽莎却突然散发出可怕的气场，咬牙切齿地表示，为了两家利益，她接受这个合作提议。这突如其来的杀气把克里斯蒂安整得满头问号，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惹到了他。此时玛丽莎推开会厅大门，领着克里斯蒂安走进大殿，向面前的休厄姆公爵汇报。休厄姆公爵转过身来，微笑着对玛丽莎表示肯定。他有些委屈地埋怨玛丽莎，怪他没像平时那样喊自己爸爸。玛丽莎赶忙提醒，还有客人在场。公爵这才哈哈大笑压下情绪，还特意安排了今晚吃他最爱的鹿肉。在得到答复后，玛丽莎便告退离去。看着两人的互动，克里斯蒂安暗自惊讶，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休厄姆公爵私底下居然是个女儿奴。随着玛丽莎离开，大殿里只剩下他们二人。克里斯蒂安不敢怠慢，连忙躬身向公爵行礼。公爵微笑着夸赞他比传闻中成熟不少，可下一秒，恐怖的杀气瞬间笼罩全场。他咬牙切齿地表示，一想到对方过去对自己女儿做的事，现在依然恨不得将她撕成碎片。这突如其来的威压吓得克里斯蒂安当场冷汗直流。不过念在克里斯蒂安救了玛丽莎，公爵决定对过去的过节网开一面。克里斯蒂安这才小心翼翼地询问公爵召见自己的真正目的。公爵开门见山问起他和名医世家的关系，指明他此前声称药是从黑市派来的，可公爵查遍记录，近期黑市根本没有任何名医世家的药品。面对公爵摆出的证据，克里斯蒂安索性直接坦白，表示那些解毒药全是他自己制作的，还理直气壮地自夸是因为自己是个天才。这回答直接把公爵给听懵了，当场质疑解毒必须先彻底掌握毒性，根本不可能凭空做出来。克里斯蒂安理直气壮的辩解，表示天才看几本书就能轻松搞懂。休厄姆公爵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坦言既然没犯规，自己确实也不好再继续质问。克里斯蒂安暗自庆幸，总算敷衍了过去，刚试探着问是不是可以离开，公爵却表示还有其他正事。接着公爵竟直接甩出一句重磅提议，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缉毒世家。这话瞬间让克里斯蒂安愣在当场。画面一转，另一边的房间内，马尔克维斯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他一进门就厉声质问：阿西德殿下的魔核究竟是怎么碎掉的？是不是克里斯蒂安搞的鬼？桌前的朗厄姆沉声让他放低声音，可马尔克维斯难以接受，那个流氓真要被立为皇子，大骂这会败坏整个家族的声誉。面对马尔克维斯的质问，朗厄姆只是平静地表示，既然他和阿西德都没能成功，那事情到此为止倒也无妨。见对方靠不住，马尔克维斯露出冷笑，决定亲自出手收拾克里斯蒂安，同时不忘警告朗厄姆，事成之后大皇子的位置必须留给他的儿子。
对他的野心，朗厄姆没有反驳，只是冷淡的让他随心所欲，自己绝不会插手干预。到了少主就任典礼当天，克里斯蒂安身穿礼服盛装出席，女仆玛丽在一旁满脸自豪的大加赞赏，甚至直接将他称作自己的男人，这让克里斯蒂安忍不住当场吐槽。这时父亲卡扎尔伯爵迎面走来，称赞他今天风采非凡，特恩也紧张地奉上祝贺。就在这时，父亲注意到远处的玛丽莎，父亲突然话锋一转，问他有没有就解除婚约的事，正是向玛丽莎道过歉。克里斯蒂安含糊地表示算道过歉了。父亲听完大家赞赏，劝他抓紧机会和玛丽莎复合。特恩刚想开口说话，就被他一把捂住嘴，强行拖走。临走前还给克里斯蒂安比了个加油的手势，只留下克里斯蒂安在原地一头雾水。玛丽莎走上前向他祝贺少主就任，表示以后两家业务往来频繁，少不了要经常打交道。克里斯蒂安也客套地应承下来。随后玛丽莎顺口打听起昨天的事，克里斯蒂安平静地补充道：休厄姆公爵昨天提议让自己娶玛丽莎。这话下的玛丽莎当场失声，紧接着克里斯蒂安云淡风轻地表示不用担心，自己已经当场拒绝了。克里斯蒂安还贴心地补了一句，表示公爵以后绝对不会再提这事。结果玛丽莎听完瞬间气炸，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只留下克里斯蒂安在原地一头雾水，完全想不通自己到底又哪里做错了。随后典礼正式开始，克里斯蒂安沿着红毯步入大殿，两侧观礼的贵族们开始议论纷纷，有人感叹庶子居然真的登上了少主之位，但也有人承认，凭他这次立下的赫赫战功，拿到这个位置完全是理所应当。现场突然掀起一阵剧烈骚动，连马尔克维斯都满脸不敢置信，这位连其他少爷就任都不曾露面的人物，如今居然亲自来到了现场。原来在典礼开始前，玛丽安就曾担忧地劝阻郭家主，提醒他一旦公然出席，不仅会让克里斯蒂安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还会招来各方势力的针对。可家主对此却根本不在乎，断言克里斯蒂安注定要成为家族最璀璨的新星，要是连这点风波都承受不住，那他也就不值得期待。朗厄姆见状，赶忙恭敬地将家主迎至高处主座，家主挥手示意不必在意自己，让流程照常推进。朗厄姆随即高声宣布，克里斯蒂安的少主就任仪式正式开始。在众人的瞩目下，克里斯蒂安沿着红毯径直走上高台，来到台前准备接受少主任命。朗厄姆高高举起手臂，当众高声宣布，克里斯蒂安正式成为暗黑家族的少主。虽然顺利拿下了少主之位，但克里斯蒂安很清楚，毁灭的时代正在不断逼近，凭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应对危机，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扩大势力，抢在前面拿下大少主的位置。然而还没等他多想，天空中突然传来异动，克里斯蒂安猛然抬头望去，没想到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条巨龙。巨龙从云层中急速俯冲，轰然砸穿了大殿屋顶，巨大的冲击力让现场一片狼藉，众人根本不敢相信，竟然会有魔龙突破防线闯进来，而他刚一落地，就直接将目标锁定在克里斯蒂安身上。手下的护卫们见状连忙合力撑起屏障，可巨龙口中瞬间凝聚起恐怖能量，猛烈一击直接撕碎了所有防御。卡扎尔伯爵眼看危机降临，当场失声大喊克里斯蒂安的名字，护卫们纷纷冲上前去，高喊着保护家主和少主，全力筑起防御阵线。但魔龙的攻势极其凶猛，恐怖的冲击瞬间压向阵线，护卫们根本顶不住这股力量，结界瞬间濒临破碎。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众人神色大变。可高座上的家主非但没有慌张，反而露出一丝冷笑，他淡淡表示，这是死灵世家送来的一份大礼。巨大的死灵古龙在宴会厅疯狂肆虐，防护屏障在恐怖冲击下摇摇欲坠。身旁的玛丽安立刻按住剑柄准备出手，坐在主座上的家主却开口制止，示意他不必插手。玛丽安闻言大吃一惊，连忙提醒家主，眼前这可是死灵术士派来的死灵古龙，凭克里斯蒂安现在的实力根本挡不住。可家主依然泰然自若，反而缓缓站起身来。家主挥手喝退了周围的护卫，表示很久没看后辈们的实力，既然是家族的继承人，自然得具备屠龙的本领。话音刚落，朱菲恩当即领命，拔剑向恶龙冲了上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屠龙考验，米萨克吓得不知所措，马尔克维斯伸手按住他的肩膀，提醒他恶龙的目标是克里斯蒂安，让他上去装装样子就行。朱菲恩拔剑直接冲向古龙，凝聚多重紫光剑气，全力挥出，直奔古龙要害而去。可剑气刚接触到龙身，就被一股魔力瞬间震开，根本没能造成实质伤害。遭袭的古龙随即狂暴反击，巨大的龙尾猛烈横扫而出，逼得台阶旁的人群慌忙躲避。此时众人终于看清龙身上的紫光纹路，这正是在大战时期出现过的死灵印记。这种能操纵死者的死灵秘术，竟然偏偏挑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克里斯蒂安瞬间反应过来，对方分明是想借机砸场，彻底破坏他的就职典礼。古龙在宴会厅上方掀起阵阵狂风，展开巨大的双翼腾空盘旋，古龙仅靠双翼扇出的风压，就压得地面的众人难以立足。克里斯蒂安很清楚，有死灵印记加持的古龙，常规魔力根本无法伤其分毫。古龙本就是无生命的死物，即便毁掉龙心也毫无意义。虽然光明力量能克制死物，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绝不能暴露这个底牌。还没等想出对策，古龙口中已凝聚起庞大的能量，即将喷吐出毁灭性的死灵吐息。克里斯蒂安急忙向前方大喊避让。危急时刻，伴随着一声轻笑，一道尤里安身影缓缓踏入战场。尤里安来到克里斯蒂安身边，调侃他现在的实力还差得远，
主动提出要帮他解决眼前危机。只见他的手掌中迅速凝聚起庞大的魔力，转瞬间便在空中架起了一把能量巨弓。在克里斯蒂安的注视下，尤里安利落地拉开弓弦，射出一道极具毁灭性的紫色光束，直奔远处的古龙轰去。毁灭光束瞬间贯穿了古龙的身躯，巨大的古龙在哀鸣中轰然坠地。随着尤里安飘然落地，一旁的克里斯蒂安被彻底震撼。传闻中对方明明只有4星实力，可刚才那一击展现出的破坏力，甚至已经超越了5星的级别。这非同寻常的力量，让他立刻联想起了姑姑此前提起过的事。周围众人纷纷爆发出欢呼，赞叹尤里安大人的强大实力。克里斯蒂安看着眼前的尤里安，心里却升起了重重疑虑。刚才拉弓时凝聚的庞大魔力，说明他一直在故意隐藏实力。难道是为了暗中戒备朱菲恩？况且作为黑暗家族的成员，对方偏偏擅长使用这种特殊的弓术，这让克里斯蒂安立刻联想到了黑曜石。这时尤里安缓缓转身看向他，笑着调侃这场就职典礼可真够热闹。随后正式向他表达了祝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祝贺，克里斯蒂安一时间愣在原地，看着倒在宴会厅内的恶龙，宾客们纷纷开始交头接耳，各大世家的干涉显然已经到来，克里斯蒂安未来的道路势必充满荆棘。就在这时，梅林穿过人群走向克里斯蒂安，直言没人能及这样的惊人成就。随后遵循2人之前的约定，当场单膝跪地向克里斯蒂安效忠。这位黑爪骑士团的疯狗突然归顺，让在场的宾客们大为震惊。克里斯蒂安感到十分意外，没想到对方会在此时主动站出来。梅林趁机上前提醒对方，别忘了2人先前的战斗承诺，日后必须痛痛快快打上一场。克里斯蒂安笑着劝他，到时候别后悔。还没等2人细聊，卡森突然上前打断，表明自己是迪勒米因伯爵的长子，直言奉父亲之命送上就职贺礼，询问克里斯蒂安是否愿意接下这份支持。卡森随后微笑着补充道，伯爵大人在送出大礼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请求。卡森顺势拉过自己的弟弟，希望克里斯蒂安能收下对方，让阿洛斯以后跟随克里斯蒂安效忠。卡森坦言弟弟没能继承任何圣痕，留在家族里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希望借此机会跟在对方身旁历练。克里斯蒂安看穿了迪勒米因伯爵的企图，对方无非是想让次子建立功勋，借机与自己拉近关系。在前世的毁灭时代，这位次子凭实力打出了不俗的名号，这一世自己提前夺走了对方所有圣痕，内心难免有些愧疚。面对卡森的请求，克里斯蒂安决定顺水推舟答应下来，并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对方从今往后彻底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主君。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威压，阿洛斯被当场吓得失声尖叫。随着迪勒米因家族率先表态，宴会厅内的各大贵族世家也纷纷跟进送上贺礼，争相向克里斯蒂安示好。全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克里斯蒂安不仅稳住了局势，也真正赢得了各大势力的信任。躲在人群后方的米萨克看着这幕场景，气得咬牙切齿。身旁的母亲见状，赶忙低声安慰，提醒对方切莫就此气馁。马尔克维斯当场许下承诺，表示很快就会替他除掉克里斯蒂安。宴会结束后，玛丽安陪同家主行走在林间，询问对方为何不亲自去见克里斯蒂安。家主表示完全不必，刚才的袭击就已经足够引起注意。玛丽安紧接着提起尤里安的表现，质疑对方的力量绝非普通4星级别。家主直接打断了他的顾虑，坦言尤里安从小就极具野心，只要能带领家族走向巅峰，自己根本不在乎对方隐藏了多少实力，大不了就让尤里安接任家主。但要是能有人超越他，自己倒也乐见其成。与此同时，远处荒野树林中散落着惨死的尸体，几名面具刺客围聚在一起，嘲讽这群所谓的精英不堪一击，嫌进度太慢的刺客提议干脆直接杀入黄金十字，将目标彻底铲除，却被同伙以太麻烦为由拒绝。同伴好奇询问白发少爷在看什么，对方表示自己听到了一个传言，说是男爵家里出了一位有趣的弟弟。一旁的面具刺客顺口打趣，嘲笑白发少爷也是贵族出身，甚至调侃黑暗家族竟留着这种疯子。可话还没说完，白发少爷突然出手，一击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让刺客当场倒地毙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围的同伴大惊失色，纷纷质问他为什么要对自己人下手。少爷神色漠然，挥手间又将另一名同伴斩杀，淡淡表示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不再是同伴了。倒下的同伴还没来得及喊出声，白发少爷就已经缓缓抬起手，将死者体内喷涌出的鲜血源源不断的抽离，并汇聚到掌中。看着地上的尸体，少爷只觉得枯燥无味，当即决定离开这里。幸存的同伴见状连忙追问去向，少爷头也不回的表示要回一趟家，毕竟离家太久，也是时候回去露个面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自己也要去见一见那位传闻中有趣的弟弟。就职典礼过去了1整周，弟弟特恩寄来信件，汇报自己这阵子的修炼进展，不仅诅咒魔法有所突破，每天的基础剑术和体能训练也没落下。不仅如此，他与身边人相处融洽，还向克里斯蒂安立下战约，期待下次见面时能战胜他。看完信件，克里斯蒂安欣然应答，决定要在这一世将他培养得更加强大，让他彻底成为应对未来毁灭时代的底牌。看着克里斯蒂安怪异的笑意，朱菲恩主动凑上前来，提到除了日常的基础训练，从未见他练习过任何魔法，怀疑他在私底下偷偷苦练。
克里斯蒂安没有正面回答，反而提起先前对抗魔龙的战斗，打去朱菲恩，当时毫无战果，甚至连魔龙的防都没破。面对朱菲恩的恼火，克里斯蒂安顺势给出指点，提醒他将自我意识与幻象分离，才能让幻象摆脱限制，独立行动。这番切中要害的提议让朱菲恩大受震撼，当场忍不住追问他为何会如此精通幻术。面对朱菲恩指出的自傲，克里斯蒂安反而理直气壮地表示，天才有点脾气再正常不过，毕竟这可是跟着9星大法师的追随者，苦练了整整3个月的成果。两人正聊着，米萨克突然走上前来，公然嘲讽朱菲恩不该跟旁之魂在一起，免得拉低了自己的高贵身份。然而面对这番高高在上的劝告，朱菲恩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当面嫌弃对方口臭的像下水道，叫对方赶紧闭嘴。这一幕让克里斯蒂安都大感意外，没想到朱菲恩却表示自己同样讨厌克里斯蒂安，但比起他眼前这人的口臭，显然更让人恶心。被当众羞辱的米萨克顿时怒不可遏，暗骂朱菲恩简直傲慢至极，要不是看在他父亲是家族功臣的份上，自己早就动手将他彻底铲除。克里斯蒂安捂住鼻子，打趣说确实有一股下水道的味道，这彻底激怒了米萨克，他浑身爆发出强烈的毁灭魔力，直言对方根本不配让他动手，并公然质疑克里斯蒂安在遗迹中的战功，认为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感受着这股高阶毁灭暗能量，克里斯蒂安一眼看出这是源自毁灭法师家族马尔克维斯的力量。不过米萨克目前只有4星初期的水平，对他而言根本不足为惧。面对质疑，克里斯蒂安主动伸手提出比试，直接来一场暗能量的正面交锋。米萨克当即应下挑衅，准备当场揭穿他的真实实力。两人正要伸手交锋的刹那，一道严厉的呵止声突然打断两人。来人正是马尔克维斯，他当场厉声训斥儿子不该随意释放暗能量，真想交手就另约时间。米萨克只能赶忙低头认错。随后马尔克维斯看向克里斯蒂安，要求他立刻前往办公室商讨要事。看着主动出面找上门的人，克里斯蒂安明白这次引出了一条更大的鱼。克里斯蒂安随马尔克维斯来到办公室，眼前这位优雅喝茶的女人乃是毁灭法师家族的千金，不仅掌控着家族内务，权势更是仅次于家主。而刚刚向他发难的米萨克，正是马尔克维斯的亲生儿子，如今第一继承人实力大减，马尔克维斯势必会不择手段，全力扶持儿子上位。如此一来，崭露头角的克里斯蒂安自然就成了他最先要除掉的障碍。马尔克维斯优雅地放下茶杯，笑着祝贺他顺利成为少主，并客套起他如今脱胎换骨般的成长。马尔克维斯借着叙旧，劝克里斯蒂安要和米萨克好好相处，安心做好弟弟的角色。克里斯蒂安听出这分明是在要他主动臣服，他当即冷笑反驳，凭什么要顺从一个毫无能力的所谓兄弟，反倒劝对方最好现在就让米萨克下跪效忠，将来自己当上家主还能留他一命。这番狂妄言论瞬间触怒了马尔克维斯，极其狂暴的暗能量轰然爆发，强烈的冲击将房间内的设施瞬间掀飞。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威压，克里斯蒂安暗自惊叹，对方掌控的暗能量确实极其庞大。克里斯蒂安心里非常清楚，对方若真下杀手，自己根本无力抵抗，但如今他已是名正言顺的少主，马尔克维斯绝不敢轻易动他，否则必然会引发2大阵营的全面冲突。借着这个台阶，马尔克维斯顺势收手，提出米萨克一直想找他切磋，问他作为少主想必不会拒绝这场比试。克里斯蒂安淡然一笑，当即一口答应下来。马尔克维斯表示会让管家安排时间，为了不落人口实，他还主动提出要给他派几名指导老师。克里斯蒂安欣然接受，随后道谢告辞离开了办公室。这一切完全在他意料之中，看来接下来安逸的日子算是彻底结束了。克里斯蒂安被安排到破旧房屋，屋里堆满杂物，还落满蜘蛛网。管家连连躬身致歉，表示这是上面传达的指令。面对这种故意打压，克里斯蒂安却并不在意，这里反而能避开所有眼线，方便他暗中隐蔽行动。他当即吩咐玛丽打扫房间。玛丽施法唤醒隐藏的低阶幽灵，突如其来的场景把一旁的管家吓得不轻。克里斯蒂安在一旁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幽灵与玛丽截然不同。玛丽当即下达命令，要求将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低阶幽灵们纷纷应声，化作光芒散开，分工忙碌。在众多幽灵的协作下，原本破败不堪的房屋眨眼间就变得焕然一新。一旁的管家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出声惊叹。看着满屋子的幽灵，克里斯蒂安只能无奈叹息，不知何时才能用上活人仆人。作为按摩导师家的少主，克里斯蒂安本享有全套修炼资源，马尔克维斯派来的老师却全是敷衍。第一天的剑术课，老师躺在长椅上随口乱叫，还闭着眼夸他是剑术天才。克里斯蒂安一眼看出对方在胡扯。第二天的理论课，讲师在黑板上随意乱画，讲课内容都是毫无逻辑的空话，还让克里斯蒂安凭空去研究。好不容易熬到第3天，新换上来的指导老师也只能在一旁尴尬傻笑。这位负责教授幻术的塞巴斯蒂安，在课堂上一味讲着废话，根本不敢传授真正的本领。原来马尔克维斯早就私下警告，绝不能协助克里斯蒂安成长，还拿家族的资助相要挟，逼得塞巴斯蒂安只能低头服从。一天的糊弄终于结束，面对克里斯蒂安客气的致谢，问心有愧的塞巴斯蒂安只能满心愧疚的告辞离去。克里斯蒂安主动开口，表示理解管家副管家的难处，感谢他讲解的基本原理。随后，克里斯蒂安抬起手，将对方只演示过一次的妖精巨献完完整整的施展了出来。
看着眼前散发光芒的幻象，塞巴斯蒂安彻底陷入震撼。这可是需要半年才能学会的幻术，克里斯蒂安竟能看一遍直接复制。这一刻，塞巴斯蒂安终于意识到，米萨克根本不可能战胜克里斯蒂安。他惭愧地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教了。他口头向克里斯蒂安致歉。克里斯蒂安刚想开口回应，塞巴斯蒂安却突然催动法杖，当场释放出5星级别的庞大幻术，漫天金光与妖精席卷了整个房间。塞巴斯蒂安干咳一声，假装失控，试图掩饰尴尬并找回尊严，客套的表示今天什么都没教。克里斯蒂安波澜不惊，指尖瞬间凝聚出漆黑的妖精幻象，礼貌地向他的指点表达感谢。家主闷闷不乐地抱怨克里斯蒂安傲慢，当上少主之后，竟然一次都没有来看过自己。身旁的玛丽安开口提醒克里斯蒂安，很快要与米萨克决斗，之前还表示无需家主帮忙，也能独自赢下这场比试。家主冷哼一声，嘲讽对方区3星实力，口气倒是不小。这时西蒙端来一个精致的盒子，表示这是克里斯蒂安送来的礼物，还是孙子训练时亲手制作的甜点。家主嘴上嫌弃他不好好练习，跑来阿谀奉承，顺手拿起一颗塞进嘴里。然而甜点刚一入口，庞大的幻术能量轰然爆开。家主惊讶地发现，眼前浮现的竟是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的画面。当年敌人蜂拥而上，企图将他彻底斩杀，借此覆灭整个暗魔法师家族。面对围攻，他凭借强悍的暗能量，在敌群中大开杀戒，一举击溃了所有来犯之敌。随着战场归于平静，欢呼声响彻四野，整个家族都在庆祝这场恢胜利。整个大殿沉浸在铺天盖地的欢呼声中，当年家族最辉煌的瞬间，生动地重现在家主面前。幻象随欢呼声慢慢消散，家主呆立原地许久未语。玛丽安以为家主发怒，赶忙道歉，并打算撤下甜点。家主却突然开口称赞，嘴角甚至勾起一抹笑意，夸赞克里斯蒂安胆大包天，竟然能一眼看穿他的心事。更让家主震惊的是，甜点中蕴含的庞大能量，竟是延长寿命的名门圣药。那可是连西蒙都搞不到的宝贝，克里斯蒂安究竟是从何弄来的？西蒙顺势递上克里斯蒂安附带的信件，家主拆开阅读，信中表示甜点里融入了他的独门秘术，并承诺会在接下来的决斗中拿出让家主满意的表现。读完信的家主忍不住开怀大笑，在确认这是孙子送来的孝敬后，家主当场决定要以爷爷的身份亲自前往现场观战，好好看看这2个孙子究竟成长到了什么地步。家主决定亲自观看决斗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马尔克维斯耳中，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他大为吃惊，因为家主此前从未关心过这类比试，周围的手下也忍不住议论纷纷，惊讶于克里斯蒂安竟能引起家主的注意。马尔克维斯心里更是暗自发狠，痛恨老家主再次横加干涉，但他很快下定决心，要当着老家主的面彻底碾碎对方，证明家主看人的眼光根本一无是处，甚至发誓要亲手把克里斯蒂安撕成碎片，送走了敷衍的老师。克里斯蒂安解下腰间的长剑，忍不住叹了口气，这些毫无意义的课程实在太浪费精力，眼下他根本没有时间消耗在这里。就职典礼上出现的亡灵巨龙，意味着当年挑起战争的幕后黑手已经逐渐盯上了他。面对巨大的实力差距，他现在根本无法正面抗衡，必须在彻底成长起来之前，拿到一把能够抵挡敌人的武器。他看着自己的双手，意识到眼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动用那把泥剑。可当他刚试着凝聚能量，就发现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光是维持1分钟就需要耗尽所有的注意力。如此巨大的体力消耗，在真正的战斗中根本无法维持。要想随心所欲的驾驭逆剑，就必须找到更高效的操控方法。就在他苦思冥想时，西蒙突然凑上前打趣，提醒他离比试只剩不到1个月，并带来了家主对礼物极为满意的消息。面对这番提醒，克里斯蒂安平静表示自己绝不会让家主失望。眼看导师们全在暗中敷衍，西蒙顺势提出要亲自传授他血奴术，却被克里斯蒂安当场拒绝。见克里斯蒂安态度坚决，西蒙有些遗憾，透露很快会有人前来看望他，并期待他在即将到来的比试中好好表现。说完便化作血雾凭空消失。看着对方留下莫名其妙的提醒离去，克里斯蒂安有些无语。这时玛丽赶了过来，汇报已经按吩咐完成对尤里安的调查。克里斯蒂安随即询问起调查的结果。玛丽拿来的调查档案非常干净，尤里安从小备受宠爱，履历里没有任何异常事件。但克里斯蒂安很清楚，尤里安之前展现的庞大力量绝对属于恶魔契约者，在他没有契约动机的情况下，必然瞒着所有人隐瞒了什么。玛丽接着补充了一个细节，尤里安5年前曾发过一场高烧，醒来后性格却彻底大变，从原本的傲慢残忍变成了如今的温柔体贴。一场高烧不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克里斯蒂安瞬间心生怀疑。克里斯蒂安好奇地询问玛丽是如何拿到这份连姑姑都查不到的档案。玛丽有些得意地表示自己去审问了本宅里的幽灵，听说那些幽灵曾暗中议论少爷，玛丽便顺手狠狠教训了他们一顿，彻底把所有幽灵打得服服帖帖。看着不仅能流畅说话，还能轻松统领整个家族幽灵的玛丽，克里斯蒂安大受震撼。在暗魔导师家中，幽灵的怨念越深，力量就越强大，能让所有幽灵臣服。玛丽的实力甚至堪比女妖之王。看着眼前的玛丽，克里斯蒂安忍不住开始好奇，在她身上究竟隐藏着怎样过往。玛丽突然探头打断他的思绪，询问他在想些什么。克里斯蒂安连忙收回心思，顺口敷衍了过去。他收下情报，向玛丽表示感谢，称赞她这次做得非常漂亮。玛丽优雅的提裙致意，表示愿意随时为少爷效劳。
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与米萨克决斗的日子终于到来。决斗大厅里挤满了观战人群，老家主更是亲自坐镇现场。克里斯蒂安心里十分清楚，老家主领会了自己的用意，想分出谁是更优秀的继承人，自然需要足够庞大的场面。对手米萨克当场大声叫嚣，声称今天就要当着家主的面证明克里斯蒂安才是最废柴的少爷。克里斯蒂安毫不客气的反唇相讥，嘲讽对方不过是靠母亲操纵的妈宝男。被戳中痛处的米萨克瞬间暴怒，身上爆发出冷冽的杀意，提醒这场决斗向来都是生死之战，要亲手将克里斯蒂安的脑袋砍下。米萨克直接发动毁灭黑魔法，狂暴的能量瞬间在赛场炸裂，咆哮着要将克里斯蒂安当场斩杀。面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轰炸，克里斯蒂安依旧显得从容不迫，一边沉着应战化解攻势，一边迅速看穿对方魔法的本质，这不过是融入了诅咒原理的普通元素招式。米萨克趁机催动诅咒锁链，瞬间将克里斯蒂安死死缠在原地。紧接着，他发动烈焰行柱，狂暴的火焰瞬间将克里斯蒂安吞没。眼看一击得手，米萨克汇聚几根可怕的暗黑力量，叫嚣着要让对方后悔活在世上。烈火与诅咒疯狂肆虐，米萨克露出狰狞狂妄的笑容，狂笑着宣布这场决斗到此结束。克里斯蒂安悄然出现在米萨克身后，轻声问他玩的是否开心。米萨克惊恐的扭过头，财阀现被火焰吞没的只是个幻象。克里斯蒂安毫不留情，重重一击直接打在米萨克脸上，将对方当场轰飞出去。他冷笑着嘲讽对方，堂堂4星魔法师，居然会被自己只学了1天的幻术骗倒。米萨克的弱点早已暴露无遗，全压在毁灭黑魔法上，对其他手段根本毫无防备。对于按摩导师来说，拉开安全距离与破坏力同样重要，但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导师根本不会教米萨克防范近身战。克里斯蒂安再次重拳痛击，将米萨克狠狠砸飞出去，狼狈的摔落在地。看着到地不起的对手，克里斯蒂安顺势出言嘲讽，劝他最好赶快振作起来，免得让他母亲看到伤心。趴在地上的米萨克彻底失去理智，眼中满是疯狂的杀意，一边发疯般咆哮，一边悄然抓紧了怀中的秘宝。看台上的众人瞬间炸开了锅，米萨克公然在决斗中违规使用魔法道具，克里斯蒂安早就料到对方留了后手。米萨克掏出秘宝，强行发动5星毁灭黑魔法，狂暴的暗黑力量瞬间席卷整个赛场。他歇斯底里的咆哮，要将克里斯蒂安彻底抹杀。面对迎面袭来的毁灭风暴，克里斯蒂安不仅没有后退，反而准备直接展开这片黑暗。面对呼啸而来的狂暴能量，克里斯蒂安激发超越肉体极限的力量，黑紫色的暗能瞬间凝聚在手上。他挥动长剑劈砍而出，一道紫光贯穿赛场，直接将迎面袭来的毁灭风暴一分为二。克里斯蒂安挥剑斩断黑魔法，狂暴的冲击波瞬间涌向看台，观战的众人吓得纷纷后退。眼看余波要吞没贵族席位，玛丽安果断站出，撑起防御屏障挡下暴虐能量。看着屏障外被化解的风暴，玛丽安心中无比震撼，没想到靠着一把黑剑，竟然能凝聚出媲美5星毁灭魔能的力量。斩断魔法的正是极其罕见的黑钢斗气。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米萨克难以置信，克里斯蒂安冷笑一声，瞬间化作紫黑残影贴身而上，重重一击将对方再次轰飞。挨了致命重击的米萨克当场吐白沫昏死，彻底瘫软在地。看台众人口中惊呼连连，彻底被这压倒性的力量震撼，感叹他是个真正的绝世天才。尘埃落定，整座大厅陷入一片死寂。老家主起身准备离场，路过马尔克维斯身边时，老家主冷冷提醒他，最好多花心思教育儿子，照现在这样发展，不如干脆把他送去黑魔法家族。面对这番当众挖苦，马尔克维斯气得死死揪住裙摆，满腔怒火却无言以对。老家主随后叫住克里斯蒂安，当众称赞他今天的精彩表现，直言自己这一趟没有白来。克里斯蒂安恭敬回应，表示会继续向家主证明自己的价值。决斗结束后，克里斯蒂安独自走在回城长廊上，盘算着刚才战斗中的收获。虽然只是临时凝聚暗黑能量，但只要踏入5星境界，不仅能大幅提升黑剑威力，还能无视距离直接压制敌人。他正思考着该如何彻底掌握这股力量，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陌生声音，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刚停下脚步，就惊觉自己的身体彻底瘫痪，完全无法动弹。一道身影缓缓从阴影中走上前，微笑着表示期待这场见面很久了。神秘人微笑着自我介绍，他正是克里斯蒂安的大哥塞拉德。克里斯蒂安瞬间认出了对方，黑魔法家族曾有个被称为疯子的长少爷，在大战爆发前神秘失踪。他不仅是西蒙的亲传弟子，更是血影部队的队长。这种危险人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塞拉德轻巧地落到他面前，看着全身僵硬无法动弹的克里斯蒂安，塞拉德微笑着凑近调侃，问他第一次见面怎么就吓成这样。为了不让曾经的悲剧再次重演，克里斯蒂安下定决心必须杀了他。狂暴的暗紫杀气瞬间席卷全场，强行冲破了周身束缚。感受着迎面扑来的冰冷杀意，塞拉德依旧显得云淡风轻。他笑着用手按住克里斯蒂安，调侃弟弟对自己未免太不客气。塞拉德凑到耳边低声警告，要是敢再动弹，自己只能被迫痛下杀手。他随手轻轻一按，便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聚起的能量。塞拉德大失所望地出言嘲讽，本以为外面的传闻有多厉害，看来实际水平远低于他的预期。面对实力上的差距，克里斯蒂安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冷笑反驳，直言没了对方这种垃圾世界才会更好。
克里斯蒂安当面立下誓言，叫他洗干净脖子等着，自己早晚会亲自摘下他的项上人头。听到这番狂妄的回击，塞拉德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放声大笑，当场收回了刚才的评价。他直言对方现在的水平还远不足以引起自己的兴趣，想要摘下他的项上人头，就要再拿出点真本领。塞拉德伸手在克里斯蒂安额头留下血印，警告他最好动作快点，因为自己的耐心非常有限。交代完这一切，塞拉德的身形凭空化作黑雾消散，只留下克里斯蒂安一人留在原地。克里斯蒂安愤怒的一拳砸在墙上，痛恨自己面对杀害同伴的仇人，刚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注意到塞拉德身上还没有与恶魔签约的恶臭味，这就意味着局势还有转机，对方目前尚未获得恶魔的力量。距离塞拉德完成契约还有1年时间，克里斯蒂安暗下决心，必须在这最后1年内彻底除掉他。一旦塞拉德与恶魔签订契约，获得食尸鬼的祝福，到时候就再也没人能阻止他了。要想战胜这样的强敌，克里斯蒂安明白自己必须尽快拿到能提升实力的宝物，就像麦萨克之前用过的魔法道具一样。正思索间，一名侍从赶来恭敬禀报，表示马尔克维斯请他立刻过去一趟。克里斯蒂安冷静回应，当即让对方在前面带路。而此时的马尔克维斯正满心怒火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克里斯蒂安刚一坐下，就看出马尔克维斯正强压着怒火。他放下茶杯，直接问克里斯蒂安知不知道少主聚会。克里斯蒂安平静回答，这是南方黑魔法帝国3大名门新一代继承人的聚会，看似是社交，实则是各家天才相互交锋的决斗场。马尔克维斯冷冷表示，今年轮到他们黑魔法家族主办，地点就设在地下花园第7层。听到地下花园，克里斯蒂安有些意外，接着询问参会的还有哪些人。除了他之外，还有朱菲恩和缉毒家族的玛丽莎。马尔克维斯补充道，毁灭黑魔法家族的卡什米尔也会参加。克里斯蒂安立刻想起了这个人，卡什米尔未来会成为7星魔人，也是对抗魔王的反抗军高层。传闻他年轻时曾被家族驱逐。看着这份参会名单，全是被家族抛弃的边缘人，偏偏地点又选在危险的地下花园。克里斯蒂安瞬间反应过来，对方这是打算把所有人一网打尽。克里斯蒂安平静表示自己会做好准备。见他答应得如此爽快，马尔克维斯有些意外，怀疑他已经看穿了真相，随后便让他直接退下。克里斯蒂安离开前突然停下，以此前决斗消耗巨大为由，直接向马尔克维斯索要一笔活动资金。这番理直气壮的要求让马尔克维斯气得当场脸色发沉。到了第2天，鲁道夫商会送来了拜访信件，克里斯蒂安顺理成章收下邀请。要应对地下花园的凶险，他必须提前备足筹码，而那座地下花园深处正好藏着能提升实力的神秘宝物。克里斯蒂安如约来到鲁道夫商会，原本要很久以后才能接触到的宝物，他希望这次能碰碰运气，提前拿到。可他刚热情地推开大门，却意外发现沙发上还坐着其他人。对方坦言自己本就是这里的常客。还没等克里斯蒂安理清状况，店主突然悄无声息出现在他身后，直接点出了他的身份。店主顺势表示，今天正好有事要同他们2位商讨，要求2人当面坐下细谈。面对店主的要求，坐在沙发上的伊德雷妮有些犹豫。店主连忙解释，身边这位同样值得信任。可伊德雷妮却并不买账，直言2人他都无法完全信任。随后他便切入了正题，透露自己近期收到了一份大礼。他先向克里斯蒂安表达祝贺，紧接着甩出重磅消息，黑魔法家族已经提前出手，甚至动用了恐怖的亡灵龙。听到亡灵龙的瞬间，店主当场惊得说不出话。伊德雷妮接着补充道，魔王城那边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如今失踪人口不断增加，部分家族更是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显然在暗中酝酿着阴谋，可外人根本无法探知封锁领地内的真相。面对这过于详细的情报，店主忍不住心生一窦。如今魔王城防守森严，对方了解都未免太清楚。伊德雷妮赶忙慌乱解释，称只是自家家族在那边有些人脉。听完这番解释，店主意识到对方并未撒谎。魔王城近期的一系列异常举动，恰好印证了这些情报的真实性。联想到封锁领地的反常举动，局势确实如克里斯蒂安所预测的那样，黑魔法家族恐怕真在暗中筹备战争。随后，中立区附近也开始流传起可疑的风声，通往联盟的关卡突然戒备森严，部分要道甚至被彻底封锁。克里斯蒂安推断是圣王国插手了，但由于在中立区缺乏人脉，暂时无法探知更深的信息。这时店主主动揽下了调查的差事。作为常年出入中立区的商人，他有把握搞清封锁令的具体来源。见店主如此靠谱，克里斯蒂安便将调查全拜托给他。随后，克里斯蒂安话锋一转，表示自己其实还有另一个请求。这突如其来的要求让店主一时愣在原地。店主见他上门，第一反应怀疑他又想白嫖。克里斯蒂安连忙表示，这次绝对会当场付清现钱。面对有过前科的人，店主脸上依然写满了防备。克里斯蒂安见状也不废话，直接转向了一旁的伊德雷妮。对方竟十分爽快，当场答应替他买单。在他看来，只要是克里斯蒂安的计划，就值得下注投资。这番无条件的信任让旁边的店主大受震惊。有了金主现场掏钱，克里斯蒂安得意地表示自己的直觉向来不会错。克里斯蒂安随后透露，自己很快就要前往地下花园，那里被称为宝物花园，沉睡着无数顶级神器。虽然那是毁灭黑魔法家族的领地，但只要能成功得手，局势就会彻底改变。听说他要前往地下花园，店主态度瞬间逆转，表示商会极为荣幸能够赞助投资。克里斯蒂安没有占便宜，而是坚持付钱，随后
悄声说出了自己真正要寻找的宝物——列宁的剪刀。听到大魔法师列宁的剪刀，店主瞬间变了脸色。这可是价值上千万的顶级神器，店主本以为他是想让自己帮忙收购，不料克里斯蒂安直接拆穿，表示东西明明就在店主手里，秘密被当场点破。店主惊得说不出话，根本想不通对方从何得知。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只是短期借用，并承诺后续会用更好的宝物交换。见心思被完全看透，店主只能无奈妥协，反复强调一定要带回更值钱的宝物。克里斯蒂安则让他放心，顺利拿到了心仪的筹码。在前往地下花园前，克里斯蒂安终于完成了关键突破，实力正式迈入5星境界。结合此前与米萨克对决的经验，他进一步完善了暗黑魔力的掌控，打造出了更适合自己的力量形态。不仅如此，他还将自身的光之核一举提升到了剑气级别，能在踏入危险的地下花园之前达成这样的实力提升，也让他对接下来的行程更有底气。做好万全准备后，西蒙准时前来提醒克里斯蒂安出发。一行人乘马车赶赴地下花园，可路上却出现了古怪的一幕。同行的朱菲恩放着马车不坐，非要在车外跟着一路拔腿狂奔。面对克里斯蒂安的吐槽，对方理直气壮表示自己这是在训练黑魔法耐力。见对方如此执着，克里斯蒂安也懒得再劝，只能感叹黑魔法帝国怪人真多。同行护送的吸血鬼西蒙表现得格外热络，直言一直很想亲自护送克里斯蒂安，只因觉得他十分有趣。这过度的热情反而让克里斯蒂安升起戒备。吸血鬼一族生性残酷，西蒙看似随和，当年脱离家族时却曾屠杀大量同族。他不仅是纯血吸血鬼，更是血魔王埃德林的哥哥。看出克里斯蒂安的顾虑，西蒙主动打破沉默，表示只要不涉及家族机密，任何疑问他都能当场解答。克里斯蒂安顺势打听起血魔法家族长女埃德琳的情况。埃德琳作为12名门5大星星之一，早已踏入真正强者的行列。克里斯蒂安直言自己未来的目标就是要击败她，可西蒙的评价却大出预料，直言妹妹不仅漂亮可爱，而且心地其实相当善良。面对血魔王这一称号的落差，西蒙补充解释，魔王城本就充斥着杀戮，妹妹只是被迫适应那里的规则，本质上绝非是杀之人。听到西蒙说埃德琳还会给他写信，克里斯蒂安忍不住怀疑，那恐怕根本不是信，而是恐吓信。西蒙见状反而打趣起来，觉得两人心理年龄相仿，十分般配，甚至主动提出要帮他们牵线。这离谱的提议吓得克里斯蒂安连忙制止。说笑之余，克里斯蒂安的心情却更加沉重。尤里安和埃德琳的现状都与他记忆中的预想大相径庭，他忍不住暗自思量，埃德琳究竟是像尤里安一样与恶魔契约后性格大变，还是单纯将残忍的本性隐藏得极深？克里斯蒂安不禁联想到记忆中西蒙极其惨烈的结局，深觉自己必定遗漏了什么关键。就在他出神琢磨时，被朱菲恩冷不丁的低语吓了一跳，气得他当场抱怨起来。马车载着众人一路奔波，随着夜色渐渐沉了起来，行进的队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座伫立在山脊之上的庞大古堡。房间内，男人安静地守在卧病在床的母亲身旁，母亲面色憔悴，呼吸微弱地躺在床上，他紧紧握住母亲虚弱的手，轻声呼唤着母亲，只要再坚持一小段时间就好。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毁灭暗黑魔法家族的大少爷施瓦德径直闯了进来。卡什米尔刚脱口叫了一声哥哥，迎接他的就是重重的一巴掌。施瓦德满脸厌恶，警告卡什米尔别套近乎。卡什米尔只能低头卑微道歉。施瓦德懒得废话，提醒他在接下来的少主聚会上有任务要办。卡什米尔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施瓦德掏出一把发光的钥匙，直言卡什米尔就是开启地下花园的关键，要他在聚会开始后把所有人传送进去。卡什米尔瞬间反应过来，这分明是要让现场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可刚要质疑，就再次遭到严厉斥责。施瓦德抛出条件，只要任务成功，就能拿到救治母亲的特效药，可要是办砸了，就会断绝现有的所有药材供应。卡什米尔心知胆明，对方根本没打算让他活着回来，可为了保住母亲的性命，他只能屈辱的低头应下。克里斯蒂安看着奢华的内部装潢，忍不住感叹过于华丽。看着眼前的场景，他不由得勾起了回忆。当年他与同伴来到这里，寻找对抗血魔王的武器，那时的环境远比现在阴森得多。那时获得的顶级神器，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暗自盘算，不知这次能否再次将它拿到手。这时玛丽莎主动走上前打招呼，问候他最近过得如何，随后又有些别扭地强调自己可不是因为想见他才来的。克里斯蒂安顺势抬手向他打了声招呼，克里斯蒂安这随意的回应让玛丽莎气得当场发飙，指责他简直毫无礼貌。这时毁灭暗黑魔法家族的卡什米尔主动走上前向大家致意。看着态度谦逊的卡什米尔，克里斯蒂安暗自盘算，对方是个极其看重信任的人，这一世也得和他搞好关系才行。于是他一改常态，极为恭敬地主动向卡什米尔问好。看到他态度180度大转变，一旁的玛丽莎和朱菲恩直接看傻了眼，玛丽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凭什么对自己就那么敷衍？面对夸赞，卡什米尔有些不好意思，克里斯蒂安则顺势聊起对方此前对抗神圣帝国的赫赫战功，借此一步步拉近两人的关系。面对夸赞，卡什米尔显得有些局促，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运气好。克里斯蒂安直言他不必自谦，强调在魔人的世界中，出身身份根本无足轻重，唯有实力与功勋才是硬道理。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卡什米尔，
曾经因旁支身份屡遭族人践踏否定，如今终于得到了认可。他由衷地向克里斯蒂安表达感谢。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要和卡什米尔以兄弟相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拉拢，卡什米尔显得有些犹豫。克里斯蒂安便顺势抛出赌约，谁先到达第7层，谁就是大哥。看着眼前16岁的克里斯蒂安，25岁的卡什米尔十分犹豫。克里斯蒂安见状，直接用起击将法，叹气表示没想到对方是个胆小鬼。向来极其好胜的卡什米尔乃受得了这种刺激，当场应下了这场赌局。见对方彻底落入自己的节奏，克里斯蒂安不再耽搁，招呼一声便率先朝下方纵身跃去。卡什米尔见状也不甘落后，紧跟着纵身跳了下去。留在原地的朱菲恩随口调侃玛丽莎是不是也想套近乎，被玛丽莎当场一口拒绝，两人立刻互相嫌弃的争吵起来。注意到玛丽莎此前一直看着克里斯蒂安，朱菲恩以为他也想向对方发起挑战，他当即嚣张的宣告，能亲手击败克里斯蒂安的只有自己，劝玛丽莎趁早放弃这个念头。然而就在两人说话间，一股恐怖的气场在暗中悄然升腾。朱菲恩见玛丽莎毫不退让，当场催动魔力准备动手。彻底被激怒的玛丽莎也掏出药剂正面迎战，双方随即在现场爆发交锋，剧烈的爆炸响彻天空。克里斯蒂安和卡什米尔一路向下，卡什米尔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地，感慨这里的陷阱过于密集。克里斯蒂安笑着打起圆场，提议这场比试算做平局。卡什米尔却摇头，表示是自己输了，直言若非克里斯蒂安伸手相救，自己恐怕早已丢了性命。原来这层隐藏的危险机关，克里斯蒂安早在前世就了如指掌。他故意将卡什米尔引向陷阱，再在生死关头出手救人，借此彻底赢下了对方的信任。卡什米尔心服口服，准备按照赌约认克里斯蒂安当大哥。克里斯蒂安却打断了他，直言刚才的赌约只是开个玩笑，比起划分长幼尊卑，他更想和卡什米尔直接做朋友。朋友这2个字让卡什米尔彻底愣在原地，这是他这辈子都不敢奢望的东西。可一想到自己胸前挂着的传送钥匙，今天必须把所有人推向死路，他只能满心复杂的谢过这份好意。卡什米尔低头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做对方的朋友。克里斯蒂安还没来得及细问，后方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只见朱菲恩和玛丽莎鼻青脸肿的走来，两人一路争论不休，非要让对方叫自己老大。克里斯蒂安看得一头雾水，明明沿途的机关陷阱早已被自己和卡什米尔清理干净，这两人竟能把自己折腾得遍体鳞伤。他忍不住开口调侃，结果一句话直接踩中雷区，被恼羞成怒的两人联手教训了一顿，只能当场求饶。看着克里斯蒂安与同伴打闹，卡什米尔满心羡慕，暗想若能和他们做朋友该有多好。可一摸到胸前发光的钥匙，他瞬间清醒过来，今天这里所有人注定都要死，只要启动钥匙，大家就会被瞬间传送至第17层，那里至少需要6星实力才能存活。为了保住重病母亲的性命，他只能选择听从命令。在向克里斯蒂安默默致歉后，卡什米尔不再犹豫，决定催动魔力激活手中的钥匙。还没等卡什米尔动手，钥匙竟自己亮起红光，脚下的传送阵骤然激活。朱菲恩被眼前的异变吓了一跳，卡什米尔更是脸色大变，钥匙竟是被外部强制远程启动，显然是他哥哥施瓦德在暗中操控。危急关头，克里斯蒂安果断大声下令，让所有人立刻凝聚魔力防护。他强行凝聚魔力，将同伴推向一旁。朱菲恩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忍不住大声质问。话音未落，耀眼的传送光芒冲天炸裂，强光闪过，克里斯蒂安竟被独自转送离开，任凭朱菲恩如何呼喊也无济于事。随着阵法光芒熄灭，大厅内重新归于死寂。看着消失的克里斯蒂安，玛丽莎难以置信，甚至怀疑对方已经遇害。怒火中烧的朱菲恩当场拔出武器，直接架在了卡什米尔的脖子上。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一旁的玛丽莎惊恐万分。朱菲恩冷声质问，强调这里本就是卡什米尔家族的领地，除了他们，绝不可能有其他人能设下这种陷阱。朱菲恩直接出言威胁，要是不说实话，就当场宰了他。一旁被激怒的玛丽莎也厉声逼问。面对逼问，卡什米尔只能低头道歉，交代这一切都是施瓦德指使的，对方拿救母的药物做筹码，逼他把所有人传送去第17层。朱菲恩根本不听解释，直接抓住了重点。既然卡什米尔知道怎么前往第17层，就命令他立刻启动传送。卡什米尔急忙开口劝阻，直言地下花园的层数越高，危险程度就越可怕，哪怕现在赶去救援，克里斯蒂安恐怕也早已遭遇不测。残酷的事实让玛丽莎彻底失去了力气，瘫坐在地难以接受。朱菲恩突然上前一把揪住卡什米尔，将武器死死抵在他的脖子上，质问他凭什么擅自判定克里斯蒂安的生死。在朱菲恩看来，克里斯蒂安绝对不可能轻易倒下。醒悟过来的玛丽也大声附和，坚信对方肯定早已找到了脱身办法。同伴们无比坚定的信念让卡什米尔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克里斯蒂安不久前主动提出要和他做朋友的模样。想起母亲从小嘱托他要成为坚强的人，卡什米尔痛恨自己的懦弱与窝囊。如果就这么害死第一个真心认可他的人，他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卡什米尔主动请缨要一同前往，哪怕母亲还等着他救治，他也下定决心要去救人。话音未落，神秘的劝阻声突然响起，铺天盖地的蝙蝠呼啸而出，瞬间将3人死死制服。黑影凝聚，西蒙凭空显现，直言察觉到异样才特意折返。
见西蒙赶到，朱菲恩连忙向他求助，邀请他一同前往寻找克里斯蒂安，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克里斯蒂安送命。西蒙心里十分清楚，前往第17层风险极大，但考虑到没了小少爷生活会失去乐趣，他还是决定出手相助。卡什米尔果断拿出道具，当场激活了脚下的传送阵法。出发前，西蒙沉声提醒，祈祷克里斯蒂安千万别遇到第17层的首层王怪蜘蛛女王塔兰图拉，否则所有人都会凶多吉少。克里斯蒂安没料到拿着钥匙的会是卡什米尔，强行激活虽然有些抱歉，但确实省去了不少麻烦。此时众人正穿梭在维度交错的亚空间中，空间移动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只需撕裂空间跨入亚空间，再从另一端撕裂空间就能抵达目的地。然而亚空间内部充满无限变量，即便是顶尖法师也无法计算出精确坐标，但只要有了这把列宁之剑，凭借这件无视变量的道具，就能直接在虚空中撕开通路。克里斯蒂安锁定节点的瞬间，果断挥动手中的剪刀，随着一道耀眼的强光，漆黑的亚空间被硬生生切裂。撕开裂口后，克里斯蒂安从高空坠落，他凝聚魔力，稳稳降落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看着周围的环境，克里斯蒂安确认了所在的位置，这里竟是地下花园第27层，这里是唯有9星魔王级魔人才能踏足的地方。刚落地没多久，一股无法匹敌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强烈的压迫感让他几乎无法站立，连灵魂都在疯狂警报。意识到情况危险，克里斯蒂安不再保留，直接催动体内魔力，瞬间开启了半魔姿态。看着显露出魔角红瞳的克里斯蒂安，虚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充满玩味的低语。对方惊讶于一个凡人竟能拥有半魔格位，但神秘存在显然并未把这放在眼里，直接当场亮明身份，他正是守护在此的焦热地狱第4阶层统治者。庞大的统治者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嘲讽他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作为焦热地狱第4阶层的统治者，哪怕大部分力量处于封印状态，他也依然拥有抹去整个国家的恐怖力量。在他眼里，克里斯蒂安不过是漫长岁月里的一点消遣，于是居高临下地质问起他的名字。面对这股恐怖的威压，克里斯蒂安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冷笑道出对方是因为封印变瞎了。他当场亮明底牌，直言自己同样拥有第4阶层的席位格位，在位阶上完全与对方平起平坐。听到这番话，庞大的统治者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统治者根本不信这番说辞，克里斯蒂安冷笑反问：若没有上位格位，凡人怎能开启半魔姿态？其实对方感官已被完全封印，根本看不穿真伪。克里斯蒂安全靠虚张声势，紧接着他直接叫出了对方的昵称“噬心者”。听到这个名字，统治者大惊失色。这个称号除了魔人与救世没人知晓，克里斯蒂安全凭前世记忆才掌握了这个秘密。被戳中秘密的统治者彻底暴怒，咆哮着要把当年陷害他的仇敌打入深渊。恐怖的杀意疯狂涌向克里斯蒂安。暴怒的统治者根本不信他的话，认为一个凡人绝不可能知晓自己的昵称，直接认定克里斯蒂安是在当面撒谎。他当场凝聚起恐怖的魔力，是要把这个敢戏耍他的虫子彻底毁灭。面对直冲而来的致命杀意，克里斯蒂安陷入了极度危险的绝境。面对眼前悬殊的生死关头，克里斯蒂安选择借力打力，声称半魔格位只是防备星座的伪装，直言若对方不想听真相，随时可以动手。与此同时，他的手悄然摸向腰间的列宁之剑，随时准备撕裂虚空，脱离战场。这番话成功让统治者收回了魔力，威胁若敢说半句假话，就拔掉他的舌头，喝令克里斯蒂安立刻说明真实来意。克里斯蒂安顺势提出赌局，承诺只要对方能赢得比赛，他就帮忙解开缠绕在身上的封印。统治者听后忍不住仰天大笑，直言绝没有人能违抗封印的意志。克里斯蒂安却依然面不改色，表示爱信不信，反正吃亏的又不是自己。面对这般从容不迫的态度，统治者最终还是选择松口，询问克里斯蒂安如果赢了想要什么。克里斯蒂安当场伸手指向对方，表示赢了的要求极其简单，那就是要统治者当场选择自爆。听闻要让自身自爆的狂妄要求，统治者满脸不可置信，怒斥一粒尘埃也敢提出这种条件。克里斯蒂安却显得云淡风轻，表示对方即便自爆也不会真正死去，答应这个条件根本没有任何损失，因为这座地下花园的本质其实是一座被人认为打造的训练场。这里的首层领主都只是本尊的分身，即便被打败消灭，也只是暂时沉睡，只要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在规则作用下重置复活。克里斯蒂安前世曾与同伴踏足此地，深知守卫们被困在死循环里的痛苦，即便再次战死，也无法摆脱这片地狱。统治者怒斥这全是荒谬至极的谎言，断定没有人能够动摇自己的意志。克里斯蒂安顺势施展欲擒故纵，表示不同意赌局也无所谓，但堂堂弑星者难道真甘心永远在这腐朽消亡？这番话精准击中了对方的要害，统治者最终松口答应了这场打赌，并要求克里斯蒂安立刻说出他的真名。统治者对此显得自信满满，断定同为第4阶层的席位拥有者，克里斯蒂安必然是自己熟识的魔人。随后便接连爆出数个古老魔王的名号，然而克里斯蒂安一口否定，表示这些名字全都没有猜对。统治者的心开始不断下沉，意识到近期根本没有新进的席位者。他瞬间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凡人纯粹是在虚张声势。恼羞成怒的统治者彻底爆发，恐怖的力量瞬间吞没了整个空间。统治者挥动巨拳重重砸向地面，庞大的冲击力瞬间掀起狂暴风沙。克里斯蒂安顶住威压，大声反驳，强调自己
绝没有撒半句谎。统治者厉声咆哮，自己早已报遍了第4阶层所有魔人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却冷笑着反问：难道就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被遗漏？统治者闻言大惊，这才猛然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克里斯蒂安顺势给出致命一击，直言这全是由于对方的无知。克里斯蒂安亮出掌心的金色徽章，当场喊出了对方隐藏的真名亚斯塔路。这番话彻底击碎了统治者的存在根基，直言自己才是对方真正的本体，而眼前的统治者不过是个赝品。他无法接受残酷的事实，在极度惊恐中疯狂咆哮。然而真名被揭穿的规则无法逆转，统治者的身躯瞬间陷入崩溃，在绝望的怒吼中彻底灰飞烟灭。克里斯蒂安冷眼看着一切恢复平静，能成功吓退眼前的强敌，全靠克里斯蒂安手中的星宿徽章。这件圣遗物能完美伪装外貌与灵魂，这才让对方误以为他就是本体。若非面对的是个赝品，这招险棋早已被当场识破。随着这场危机彻底解除，系统界面弹出了全服通告，克里斯蒂安成功拿下了第27层的首杀，他的名字与辉煌成就将被永久记载在地下花园的名人堂中，同时获得了戏弄魔王之人的全新称号。克里斯蒂安正吐槽这称号过于夸张，系统紧接着就弹出了额外奖励，因为仅凭口才就完成了无伤手杀，系统特意赐下了一份神秘大奖。话音未落，一件重物从天而降，轰然砸在眼前，差一点就直接砸中了他的头部。打开砸落的宝盒，里面赫然装着一枚吸血鬼之戒。这件成长型神器能将战力最高提升3成，曾经是9星大法师拉纳最珍视的宝物。戴上戒指的瞬间，克里斯蒂安终于掌握了一张真正的底牌。同一时间，另一边的战斗彻底爆发，成群魔蛛从通道深处蜂拥而出。卡什米尔挥剑挡下突袭的毒蛛，朱菲恩紧接着展出剑气，将扑上来的蛛群成片切碎。面对源源不断包围上来的怪物，玛丽莎迅速拿出药剂准备支援。魔法药剂在身边接连爆开，朱菲恩吐槽动静太大，身后的玛丽莎当场气得让他赶紧谢恩。通道内的魔蛛源源不断涌出，连西蒙也意识到局势彻底失控。只因阶梯尽头的巨型蛛网之上，赫然盘踞着一只体型庞大的魔蛛领主。别说找人，大家随时都会全军覆没。密密麻麻的蛛群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面对实力强劲的魔蛛领主，西蒙突然动了歪心思。他掌握着一种名为血祭的禁术，能通过献祭鲜血大幅提升战力。只要用同伴的血发动魔法，就能当场干掉魔蛛领主，顺便解决剩下的蛛群。他甚至动了偷袭同伴的念头，但转念一想，这样做势必会跟克里斯蒂安少爷彻底反目。考虑到严重的后果，他最终还是咽下唾沫，打消了这个危险的想法。面对陷入失控的绝境，西蒙迅速指挥众人分工，让2位同伴负责挡住后方袭来的蛛群。接着他看向卡什米尔，承诺自己会在前方轰开一条通路，要求卡什米尔务必刺穿魔蛛领主的甲壳。听到卡什米尔只说会尽力而为，他深知这种关头光靠尽力根本无法活命。既然打消了偷袭同伴的念头，他索性发狠，咬破自己的手腕，直接用自己的鲜血开启了血祭禁术。狂暴的血色魔力瞬间爆发，直奔咆哮的魔蛛领主轰了上去。血色魔力在空中猛烈炸裂，成片袭来的魔蛛当场被搅成碎片。借着血迹强行轰开的缺口，西蒙大喝一声，抓准时机。卡什米尔高高跃起，使出浑身解数挥剑刺向魔蛛领主。然而对方的防御坚不可摧，伴随着一声脆响，他手中的长剑当场崩碎。失去武器的卡什米尔根本来不及闪避，魔蛛领主趁势猛烈反击，将他重重轰飞了出去。卡什米尔砸落在地，魔蛛领主紧接着发动大招无尽绝望，铺天盖地的蛛丝瞬间扫荡全场，切碎接触到的一切。面对狂暴的领主与海量蛛群，重伤的同伴们早已到达极限，根本撑不了多久。眼看整条防线濒临崩溃，西蒙深知不能再犹豫，必须立刻做出选择。话音未落，一道凌厉的紫色光芒横空扫过，瞬间劈开风暴，砍中怪物，痛得他发出凄厉的尖叫。克里斯蒂安踩着碎石急速冲锋，狂暴的魔力在他手臂凝聚，展现出远超以往的战力。看着眼前熟悉的背影，朱菲恩和玛丽莎这才不敢置信地认出他。克里斯蒂安奇怪大家怎么全跑到了这里，还说自己本能独自找到回来的路。这话瞬间把朱菲恩气得当场破防，指着他大骂真是个不知感恩的家伙。一旁的西蒙也上前跟着吐槽，意识到说错话的克里斯蒂安连忙陪笑，为让大家担心向众人道歉。不过他心里非常清楚，关于自己去过第27层能通过水晶向俯瞰局势的秘密，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时卡什米尔重重跪倒在地，满脸懊悔地表示这场危机全因自己的失误导致。克里斯蒂安伸手打断卡什米尔，表示解释可以稍后再说，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活下来。看着周围铺天盖地的蛛丝，西蒙凑上前询问他是否有应对计划。西蒙坦言6星魔蛛吐出的蛛丝极其坚韧，凭他们现在的力量根本无法强行破开蛛网。虽然西蒙能施展血奴术脱身，但若想爆发更强的力量，就必须提供祭品，需要克里斯蒂安做出决定。克里斯蒂安却当场拒绝，表示这件事由他自己来解决，这让西蒙大受震撼。但他无法独自面对，同伴需负责掩护，只要自己破开蛛网，怪物的火力就会全部被他吸引。朱菲恩听罢立刻点头应下。克里斯蒂安暗中催动魔力，原本以为暂时用不上这项底牌，若只将魔力提升到极限，充其量也就达到5星中阶。然而他
他真正的底牌是体内同时拥有的双核心，两股狂暴能量瞬间爆发。双核心魔力爆发的瞬间，直接附着在剑身之上。一旁的西蒙看得彻底呆住，根本不敢相信少爷隐藏的真正实力。克里斯蒂安眼神一沉，挥动黑剑，画出暗紫色剑光，整个人顺势向前急速冲锋。凌厉的斩击撕裂空气，直奔前方的魔蛛轰去。被锁定的怪物吓得凄厉尖叫。朱菲恩和玛丽莎紧接着催动魔法掩护，蓝色能量在场上连番炸裂，配合压制周围的蛛群。克里斯蒂安抓住空档急速冲锋，挥剑斩断阻挡视线的所有蛛网。他踏着石阶高高跃起，握紧黑剑直奔目标轰去。克里斯蒂安挥剑重重斩下，却被对方展开的结界硬生生挡下。没等他重新调整姿态，密密麻麻的攻击瞬间反弹过来，将克里斯蒂安逼得接连后退。还没来得及稳住局势，一道狂暴的力量横扫全场，克里斯蒂安根本避无可避，当场被狂暴的冲击重创吐血。克里斯蒂安死咬牙注入魔力，试图强行撕开眼前的屏障，然而接连的高强度爆发让他的体力瞬间到达极限。危急关头，卡什米尔大喝一声，挺身而出，手持湛蓝长剑直奔前方刺去。狂暴的魔法在剑尖瞬间炸裂，轰向密布的蛛网与敌人。湛蓝魔法在怪物身上猛烈炸裂，瞬间撕开了强力的防御。克里斯蒂安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时机，狂暴的暗紫色魔力横扫而出，一剑将巨大的魔蛛当场斩首。庞大的怪物躯干重重轰塌在石阶上，彻底失去了生息。目睹这震撼的一幕，后方的同伴一时间全看傻了眼。克里斯蒂安缓缓收起魔力，转过身风轻云淡地抛出一句：“就说这地方交给他就行。”西蒙忍不住暗自感慨：小少爷果然没让人失望。随着魔蛛领主彻底倒下，系统提示第17层顺利通关，但因为并非首次通关，所以没有任何通关奖励。克里斯蒂安收拾好战局，带着众人继续向上攀登。谁知系统突然跳出全域广播，宣布克里斯蒂安一举连跨8层，还解锁了以卵击石的特殊称号。突如其来的广播让他直接愣在原地。系统紧接着提示，因他连续创造了2次不可能的奇迹，该成就将被实时传送至玻璃湖。听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名，克里斯蒂安和同伴们全都一头雾水，为什么会突然提到玻璃湖？此时的玻璃湖畔，广播界面高悬在夜空之中，剑术名门的副家主匆忙赶来，向湖边伫立的先知躬身行礼。然而先知却缓缓开口，一场浩劫正在悄然逼近，沉寂已久的暗黑名门恐怕很快就会诞生新的魔王。副家主听后大吃一惊，那个地方已经100年没出过魔王，究竟是谁有这种本事？正是克里斯蒂安。副家主万万没想到，预言中可能成为魔王的人，竟是这个刚当上少主的孩子。先知沉声提醒，在早已衰落的同盟之中，哪怕再微小的隐患，也足以引燃毁灭的火花。为了同盟的未来，副家主当即下定决心，要抢先一步除掉克里斯蒂安。然而暗黑名门底蕴深厚，任何潜入刺杀的人几乎必死无疑。要再过去，他或许还会求助于那位被诅咒的王子，可惜那位王子早已不在人世。副家主正苦恼该派谁去，思索再三，他最终照出了隐藏在暗处的刺客暗影。而在秘境的另一边，大家成功渡过难关，正围坐在酒馆里举杯庆祝。西蒙端着姜汁汽水打趣道：“经历过生死，大家确实清静不少。不过引发这场风波的克里斯蒂安，看起来可完全没有这个自觉。”克里斯蒂安先表达了谢意，但也郑重提醒同伴以后必须量力而行，绝不能再冒失铤而走险。同伴虽然心有不满，想当场找幕后黑手算账，克里斯蒂安劝大家冷静，表示动手也不能选在现在。他顺势转过头去，向一旁的卡什米尔询问原委，直言卡什米尔的表现并不像真心想要大家的命。卡什米尔这才道出真相，自己是为了给重病的母亲换药，才被迫听从哥哥的命令。原本打算在第17层同归于尽。听完卡什米尔的交代，克里斯蒂安陷入沉思，显然有人将他们的崛起视为了威胁，而且光靠破灭家门，绝不可能独自安排好这一切。克里斯蒂安在心中快速梳理，被召集的都是被家族边缘化的人，这说明除了破灭家门之外，剧毒名门也参与了这场阴谋。卡什米尔深知自己将众人置于险境，再次向众人躬身致歉。朱菲恩并没有计较，反而主动关心起卡什米尔母亲的病情。听到对方正为解药发愁，克里斯蒂安顺势摸出一个盒子，卡什米尔认出盒中正是极其珍贵的火焰丹，震惊地询问药丸的来历。克里斯蒂安随口编了个拍卖会的借口，表示只要服下此药，母亲的病就能痊愈。面对这等价值连城的救命重宝，卡什米尔一时受宠若惊，不敢轻易收下。克里斯蒂安却丝毫不在意，直接打消了他的顾虑，坚持将要相赠。卡什米尔心里百感交集，自己明明是为了杀他而来，对方却自始至终在以善意相报。面对这等救命重宝，卡什米尔直言自己受之有愧，克里斯蒂安却表示这药并非白给，自己也有一个条件。卡什米尔连忙表态，只要小少爷需要，自己献出这条命都在所不惜。克里斯蒂安当场打断了他，表示唯一的条件就是让他活下去。克里斯蒂安很清楚，大家接下来还要面对无数苦难，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打垮，一定要咬牙撑到让那些欺压者付出代价的那一天。听完这番话，卡什米尔备受触动，当场郑重发誓绝不辜负这份信任。随着误会彻底冰释，众人重新在餐桌前围坐在一起，酒馆里的气氛也再次热闹了起来。宴会结束后，克里斯蒂安驾着喝醉的西蒙回房，明明是执事，却因为喝姜汁汽水把自己灌倒，害得所有人今晚只能留宿旅馆。
克里斯蒂安无奈地把他塞进房间，刚安顿好西蒙，还没休息的朱菲英便凑了过来，难得有两人独处的机会，兴致勃勃地提议切磋一番。克里斯蒂安想都没想就当场拒绝，催促对方赶紧去睡觉，随后果断关上门离开，独自站在走廊窗口。克里斯蒂安看着夜色，在心中盘算，如今卡什米尔有了救母亲的方法，不必再忍辱负重，接下来只要带着大家安全返回就行。克里斯蒂安很清楚，其他人也会借机拼命提升实力，不过让他头疼的是，通告居然传到了剑圣一族的秘境玻璃湖，这样一来，同盟那边的人恐怕很快就会盯上他，开始调查他的底细。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刚才战斗消耗了太多魔力，克里斯蒂安只觉一阵虚脱，一回到房间便径直扑倒在床上。夜色沉沉，窗外泛起诡异的血色雾气，一道披着兜帽的黑影悄然出现在了房间之中，兜帽下赫然是伊德雷妮，周身萦绕着诡异的血色气息。手下随后赶来汇报，表示整座旅馆的人已被全部抓获，感叹伊德雷妮大人的能力确实非同凡响。随手解开伪装，他显现出真实的姿态。他径直走到床边，伸出指尖凝聚起红色魔力，直接注入了克里斯蒂安的额头。身后的手下见状大感意外，没想到伊德雷妮竟愿意共享自己的魔力，忍不住询问他究竟为何要如此出力相助。伊德雷妮直言，要想对抗强敌，就必须联合暗黑名门，一旦血魔法家门失守，对方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们，结盟对双方都有利。手下提醒道，除非他亲自与克里斯蒂安联姻，否则很难建立稳固的同盟。伊德雷妮毫不犹豫地表示，为了家族哪怕联姻他也接受。手下又担心起来，一个旁系继承人本就引人瞩目，克里斯蒂安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伊德雷妮看着昏迷的克里斯蒂安，表示这其实是一场考验，只要对方能挺过所有难关，那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同伴。克里斯蒂安乘马车顺利返回本家，梅林早已带人上前迎候，见少主实力又有提升，忍不住连连夸赞。玛丽也兴奋地打听少主的战果，斩杀蜘蛛女王的事如今早已传遍名门。旁边的阿洛斯刚私下质疑少主耍手段，当场就被梅林按住收拾，吓得赶忙改口夸赞。克里斯蒂安下车打趣了梅林几句，围观的族人们也开始议论纷纷，不敢相信他刚当上少主就有如此战绩，甚至猜测继承人的顺位怕是要彻底改写。但这番动静传到城堡室内，却让敌对阵营彻底失控。米萨克当场摔碎手中的茶杯，咬牙切齿地痛骂克里斯蒂安太傲慢。米萨克气得暴跳如雷，痛骂克里斯蒂安不过是个区区旁系。话音未落，身后的母亲就冷冷骂他窝囊，直接一巴掌重重甩在他脸上。母亲踏着满地碎片走上前，严厉斥责他输了还敢在这里发飙，随后给出最后一次机会，任命米萨克为暗鬼队的临时队长。这支部队是黑魔法家族的精锐死士，专门负责暗杀与袭击，内部全是高阶魔人。米萨克连忙表态，这次一定戴罪立功。可母亲却冷冷补充道，比起立功，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动用暗鬼队的全部力量，彻底除掉克里斯蒂安。第二天一早，梅林边下棋边提起，米萨克已被任命为暗鬼队的临时队长。克里斯蒂安对此并不在意，直言对方连低阶任务都做不好。梅林落下一子，提醒他绝不能掉以轻心，对方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他，建议他最近最好低调行事。正说着，手下赶来通报，侯爵夫人突然紧急召见，原来是剑术名门的刺客暗影潜入了本家领地，需要继承人们出动将其活捉。克里斯蒂安十分震惊，暗影作为剑术名门的秘密暗杀组织，向来只在暗中替同盟处理脏活，前世也从不敢冒进黑魔法领地，如今竟会如此反常的出现在这里。这种反常举动极其危险，一不留神就会引发派系的全面大战。克里斯蒂安隐隐担心，莫非是玻璃湖的动静引起了同盟注意？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先解决暗鬼队。克里斯蒂安交代手下回复侯爵夫人，自己随后就到。梅林忍不住打趣，没想到局势还真被他给说中了。克里斯蒂安却觉得十分乏味，敌人的招数实在太好预测，无非是想用暗鬼队下黑手，事后再把罪名全扣在刺客暗影头上。既然对方搭好了台，他也只能顺水推舟陪着演下去。收到调令的暗鬼队成员已经陆续集结，甚至私下吐槽起米萨克这个临时队长。出发前，克里斯蒂安拿出了暗鬼队的追踪罗盘，知道敌人搜寻刺客时必定会用到，便暗中在装置上动了手脚。加上梅林早已摸清了对方仓库的位置，此时暗鬼队恐怕正被误导着盲目搜寻。克里斯蒂安迅速穿梭在森林中，他的真正计划是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刺客暗影，将其一举击晕，接着再顺手收拾掉伏击自己的暗鬼队，把破坏权推到刺客身上，自己顺理成章地揽下大功。隐蔽在树枝上的克里斯蒂安暗中观察，发现现场留下的痕迹过于业余，当场断定这绝非失误，而是敌人故意留下的标记。克里斯想起埃文曾经说过，暗影刺客习惯制造假痕迹误导敌人，真正的藏身处其实在东南方向。克里斯蒂安顺着线索搜寻，在树叶上发现了沾染的血迹，推测对方是在越境时受了重伤，这才会被黑魔法领地的人抓住。还没等他多想，一道凌厉的剑光骤然劈来，克里斯蒂安凭本能惊险躲过，横飞的剑气直接斩断身旁大树。他认出这正是剑术名门的死海闪击。根据出手的剑招轨迹，克里斯蒂安瞬间认出了对方，这正是埃文的独门招式。看着眼前带伤持剑的蒙面刺客，克里斯蒂安大感意外。前世埃文确实效力于刺客组织暗影，但在他的记忆当中，对方绝对没有执行过这种越境任务。
眼下已经没有时间多想，克里斯蒂安决定先将埃文活捉，再设法说服对方。他迅速凝聚魔力，拔剑迎战。可埃文的攻势连绵不断，面对如此凶狠的剑招，手下留情根本无法招架。克里斯蒂安只能在硬抗的同时，寻找破绽，展开反击。克里斯蒂安抓住埃文攻势的空隙，迅速施展出泥沼之咒，把对方脚下的地面化为粘稠泥潭，限制了埃文的移动。紧接着，他又接连施展魔法，重压之物与束缚之锁同时爆发，数条紫色魔力锁链凭空涌现，瞬间将埃文重捆绑。被死死封锁在原地的埃文握紧长剑试图反抗，身上的锁链却突然发生了异变。为了强行脱困，埃文竟挥剑要砍断自己的手臂。克里斯蒂安大为震惊，在问清真相前，绝不能让对方寻死。他立刻挥剑冲上前阻止，强力的斩击瞬间破开束缚，巨大的冲击波直接撕碎了对方的面具，露出了那张金发蓝眼的面孔。眼前的袭击者正是埃文。既然已经确认是埃文，克里斯蒂安当即决定改变计划，要设法将他平安救下。面对埃文接连砍出的死海闪击，克里斯蒂安显得游刃有余。前世他早已见过无数次这一招，如今年轻的埃文威力远不如当年。两人在森林中激战在一起，剑刃碰撞出耀眼的火花，连死海闪击都被轻松化解。埃文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对手，自己的剑术在对方面前毫无作用。克里斯蒂安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长剑上瞬间缠绕起紫色魔力，凌空挥剑劈下。埃文仓皇间撑起防护盾，试图抵挡，护盾在斩击下瞬间碎裂，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重砸向地面。克里斯蒂安刚想开口劝降，不料埃文竟当场吐血倒地。克里斯蒂安大惊失色，刚才交手他分明已经手下留情，连忙冲上前扶住对方。要是埃文死在这里，将来可就没人去击败魔王了。他只能痛心地拿出原本留给自己保命的昂贵应急药丸。克里斯蒂安把药丸塞进埃文嘴里，暗想等这小子醒了，必须让他赔偿。药力化开后，虽然蓝光浮现，但埃文仍在不断咳血，光靠保命药显然还不够。克里斯蒂安当即运转从黄公爵那里得来的医圣秘籍，按压穴位稳住伤势。随着治疗推进，埃文的呼吸终于慢慢平稳，可严重失血依然致命，连医圣气功也无法根治。看着昏迷不醒的埃文，克里斯蒂安不禁回想起当年埃文与克里斯并肩作战的模样。如果救不下眼前这个人，前世的悲剧恐怕又要重演，混乱会再次降临，所有人依然难逃一死。绝境之中，克里斯蒂安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黑魔法，也许只有利用黑魔法才能保住眼前这小子的性命。想到了利用黑魔法中的集血之术，前世他曾见过塞拉德将自身血液注入布下来进行控制，这种手段与死灵魔法极为相似，也许真的能保住埃文的性命。眼下已经没有退路，克里斯蒂安决定放手一搏。他抽出匕首，毫不犹豫地割破了自己的手掌。看着鲜血不断滴落，克里斯蒂安自嘲地笑了一声，没想到自己竟会依靠这种手段。克里斯蒂安集中精神，简化手中的魔法架构，只保留维系生命的最核心咒文。趁着魔力凝聚，他一掌重重按在埃文胸口，将蕴含魔力的血液注入对方体内。红色阵纹瞬间在埃文身上展开，原本濒死的埃文猛地倒吸一口气，当场睁开眼睛醒了过来。克里斯蒂安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苏醒的埃文就喘着粗气看向他，厉声质问他到底做了什么。感受到体内散发出的邪恶魔力，埃文愤怒地质问：“是不是用了黑魔法救他？”克里斯蒂安坦然承认，痛骂对方不该轻易放弃生命。可埃文宁死也不愿苟活。正当二人争执时，埃文胸口的魔法光芒猛然亮起，黑魔法竟意外触发了主从契约。看着凭空出现的契约印记，克里斯蒂安解释这不是故意的，可埃文根本不信，反倒痛骂他虚伪。面对如此固执的埃文，克里斯蒂安感到十分头疼。就算说出回溯的真相，对方也绝不会相信。要是埃文现在已经觉醒了，能看透人心的心眼能力，沟通起来就会简单得多。可惜眼下能力尚未觉醒，克里斯蒂安只能选择从头开始建立这小子的信任。还没等他付诸行动，埃文就叫嚣着让他干脆杀了自己。埃文叫嚣着宁死也不当奴隶，克里斯蒂安直接喝止他别吵，警告周围正有人在快速靠近。还没等埃文反应过来，克里斯蒂安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这让埃文大感震惊，完全不明白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克里斯蒂安坦言，埃文在黑魔法帝国早就名声在外，只不过大家叫的都是那个耻辱称号——剑尊家族的稻草人少爷。作为剑帝一族难得一见的天才，本是继承父亲衣钵的最佳人选，可这份名气却把他推向权力漩涡。被迫离开家族之后，为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存活下来，他只能选择加入暗影组织当个杀手。克里斯蒂安看着眼前的埃文，不由得同情起对方的遭遇，毕竟两人的身世实在太像了。被揭穿底细的埃文恼羞成怒，大声呵斥让克里斯蒂安闭嘴。克里斯蒂安却反问埃文，难道不想向那些陷害他、将他逼进暗影组织的人复仇吗？这番话瞬间击中了埃文的痛处。埃文压下内心的情绪，质问对方，怂恿自己复仇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克里斯蒂安顺水推舟，佯装恶人，声称作为黑魔法使用者，破坏联盟本就是莫大的功劳，能借刀杀人再好不过。面对这番恶劣的说辞，埃文眼中却亮起一道光芒，瞬间看穿了克里斯蒂安在撒谎。原来他从小拥有的神性能力心眼，此刻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觉醒了。凭借刚觉醒的心眼能力，埃文辨别出克里斯蒂安并无恶念，
虽然猜不透对方真正的动机，他还是决定先配合演戏。埃文坦言自己确实想复仇，但眼下的实力根本撼动不了强敌。克里斯蒂安劝他不必急于一时，大可以先隐姓埋名，伪装成死人，暗中积蓄力量，等宝剑足够锋利时再给仇人一击。比起继续给仇人当狗，埃文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决定暂时与克里斯蒂安合作。看到刚才还宁死不屈的埃文突然改口说要合作，克里斯蒂安顿时有些蒙圈。克里斯蒂安顺水推舟，命令埃文乖乖听话，不准再有任何自念念头。凭借心眼能力，埃文看穿了对方是在虚张声势，也更加疑惑他救自己的真实目的。克里斯蒂安随即下达第一个指令，让埃文先回到暗影组织隐蔽起来，静静等待后续联络。还没等二人细说，林子深处突然传来脚步声，走出来的正是米萨克。他看着站在一起的二人，冷笑质问克里斯蒂安是不是早有勾结。米萨克的突然搅局让局势瞬间变得棘手起来。克里斯蒂安直接伸手拿走了埃文身上的长剑。埃文感到莫名其妙，问他怎么突然要拿走武器。克里斯蒂安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总得拿一件战利品，随后直接打断埃文的追问，要他别多问，听从命令就行。克里斯蒂安指引埃文逃往边境客栈，并交代了接头暗号，要他好好活下去，这里的敌人交给自己来处理。对面的米萨克却觉得正中下怀，解决掉这个间谍，正好能让自己离大功之位更进一步。他当即下令手下发起围攻，克里斯蒂安大声催促埃文撤离，自己则挥剑迎上，正面挡下了敌人的第一波攻击。黑衣刺客顺势向埃文展开猛攻，克里斯蒂安当即大喊一声住手，一道巨大的蓝色屏障瞬间拔地而起，不仅强行弹开了敌人的暗器，还把整个战场彻底封锁。克里斯蒂安轻松挡下袭来的刀刃，顺手激活了手中的蓝色魔方。他冷笑着看向眼前的敌人，表示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坟墓。米萨克嘲笑克里斯蒂安只是垂死挣扎，打算先干掉带伤的他，再去追杀埃文。克里斯蒂安顺势将长剑重重插向地面，笑着反问死人还怎么去追别人。巨大的屏障顺势将敌人的退路彻底封死。米萨克恼羞成怒，当即下令全体围攻，发誓要让他求死不能。刺客们纷纷掷出飞刀，发起猛攻。克里斯蒂安挥剑连番格挡，敌人则趁机竟身杀到了他的面前。暗鬼小队本就擅长暗杀，如今在狭窄结界内无法发挥全貌。男人见状，当即下令让全体刺客立刻组建暗鬼阵。手下刺客们大吃一惊，没想到对付区区一个王子，居然要动用最强的合击阵型。面对敌人汇聚的杀意，克里斯蒂安依然面不改色，平静地握紧手中长剑。刺客们纷纷催动紫黑色的能量，巨大的法阵在地面轰然张开，准备发起彻底的绞杀。但阵法刚一激活，男人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眼看局势异常，他当即改变战术，下令全员倾尽魔气，直接痛下杀手。米萨克怒地质问为何不按原计划活捉。男人根本顾不上多说，直接下达了总攻指令。面对全员扑上来的狂暴绞杀，克里斯蒂安嘴角却勾起了一丝冷笑，一道耀眼的斩击瞬间炸裂，直接将紫黑色的阵法撕碎。围攻上来的刺客全被轰飞在地，刺客们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镇住，不敢相信暗鬼阵会被正面破开，甚至开始质疑这只是幻术。克里斯蒂安只是轻蔑的一笑，胸前瞬间爆发出耀眼的金光，再次拔出长剑，准备发起反击。天空骤然亮起巨大的金光法阵，狂暴的神圣力量轰然坠落，直接在森林中炸开巨坑。看清眼前的招式后，米萨克彻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分明是5星级别的神圣魔法，一个黑魔法师怎么可能掌握这种力量？面对众人的惊恐，克里斯蒂安反而笑得格外轻松，表示光用魔气太无聊，就顺便学了点神圣力量。这荒谬的答案让米萨克吓得浑身发抖。克里斯蒂安笑着打趣，说自己可是很刻苦才学会的。不过既然底牌已经被看见，那今天在场的就一个也别想活。刺客们吓得拔腿就跑，克里斯蒂安瞬间挥剑拦住去路，狂暴的金光再次炸开，眨眼间刺客们全被拍倒在地。解决掉所有动手的敌人，克里斯蒂安扛着长剑走到面前，笑着表示现在终于可以好好聊聊了。克里斯蒂安一步步向前逼近，米萨克吓得瘫坐在地上，挥舞着手里的长矛，警告他别靠近。克里斯蒂安直接挥剑抵在米萨克面前，顺势反问他刚才要干什么。米萨克当场吓得举双手，大声求饶。克里斯蒂安要求米萨克拿出等价的筹码来换命。米萨克为了保命，立马抛出自家父亲准备造反，甚至联络4王城谋害前家主的消息。但克里斯蒂安对此毫无兴趣，表示这些情报他早就知道了。米萨克见状，赶紧抛出更大的秘密，声称阿西德正在密谋暗杀他。克里斯蒂安有些意外，因为阿西德遭遇魔气反噬，理论上早已是个废人。米萨克透露，阿西德能治好伤势，是因为秘密进行了活人献祭。克里斯蒂安大吃一惊，毕竟联魔皇都明令禁止这种禁术。暗影家族的附庸利贝里伯爵家在背后全力协助阿西德，这个世代效忠的贵族世家，如今已彻底站到了敌人那边。米萨克紧接着爆料，阿西德的生母正是来自利贝里伯爵家。克里斯蒂安顿时陷入沉思，看来事情的发展已经和前世截然不同。靠着活人献祭复苏的阿西德，实力恐怕会比过去更加可怕。米萨克战战兢兢地请求收下长剑，以为这些秘密足够换回一条命。克里斯蒂安却突然追问关于尤里安的下落，米萨克慌忙表示自己对姐姐的事情一无所知。
既然再也榨不出任何价值，克里斯蒂安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挥剑斩下，彻底解决了米萨克。克里斯蒂安看着倒地的米萨克，认为他活着也只会碍手碍脚，反正大战爆发他也活不下来，这样死掉反而算是个解脱。随后，克里斯蒂安收起魔方，解除了封锁整片森林的结界，接着动手清理现场。他特意将联盟专用的剑丢在地上，打算把这场杀局彻底嫁祸给暗影。刚才消耗了太多力量，克里斯蒂安感到有些疲惫，一边操心朱菲恩是否安全撤离，一边赶紧动身准备回去休息。可他不知道的是，塞拉德早已蹲在树梢上，将一切尽收眼底，看着远去的背影，觉得这位弟弟比想象中还要有趣。树梢上的塞拉德兴奋不已，甚至生出了想要亲手杀掉他的冲动。手下正在向狼恶母汇报现场情况，现场留下了剑气痕迹与联盟的武器，而袭击者早已逃之夭夭。克里斯蒂安顺势演了起来，自责表示如果自己能早点赶到，或许就能救下米萨克王子。狼恶母听完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让他退下休息。克里斯蒂安心里很清楚，就算没有任何证据，对方也肯定猜到了真相。不过按照黑魔法师的规矩，王子之间的生死决斗本就合法，更何况是米萨克挑衅在先，弱者本就是错的，这就是黑魔法师的规则。得知死讯的马尔克维斯崩溃大哭，根本无法接受米萨克的离世，他绝不相信这是暗影所为，认定凶手就是克里斯蒂安，死死握紧双拳发誓要亲手剁掉他的手指报仇。就在这时，玛丽安喝止了他的疯狂行为，他当即拔出长剑，直指眼前的马尔克维斯。黑影骑士团早已调查过马尔克维斯贪污腐败的勾当家族，可以不计较，但私自调动暗鬼小队去攻击克里斯蒂安，就已经彻底触犯了底线。继承人决斗战死完全符合规则，绝不允许家族长辈私自干涉。玛丽安转达了家主的严厉警告，要是敢再碰克里斯蒂安一根手指，就先砍下他的项上人头。面对家主的严厉通牒，马尔克维斯彻底绝望，瘫倒在地，只能眼睁睁看着众人冷漠离开。马尔克维斯深知在伯爵的严令之下，家族里再无人敢伸出援手，可看着死去儿子的画像，他绝不甘心就此放弃。既然无法亲自动手，那就借力贝里家族的手除掉对方。几天之后，卫兵突然闯入大厅，当场宣布将克里斯蒂安正式软禁。面对突如其来的软禁通知，正端着茶杯的克里斯蒂安当场大感意外，直言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卫兵甩下一句不得离开房间，便重重关上了房门。梅林在一旁提醒克里斯蒂安，这次软禁恐怕是马尔克维斯在背后搞鬼，听说他最近频繁拜访利贝里伯爵家。得知消息的克里斯蒂安缓缓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这件事背后少不了阿西德的推波助澜。克里斯蒂安陷入沉思，没想到对方会直接朝自己的家族势力下手，大公继承人的争夺战势必会变得更加残酷。如果任由形势恶化，大战很快就会席卷整片大陆。如今阿西德提前复苏，必须在他成为阻碍前彻底解决他。可阿西德的实力与势力远不是此前那些对手能比的。最麻烦的是，这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复杂的家族内斗。克里斯蒂安吩咐玛丽先在黑魔法师家族内部展开调查，一发现任何异常立刻汇报。玛丽趁机讨要心动奖励，得到敷衍答应后便高兴的领命，化作一道幽火溜出房间。梅林打趣他管理下属的方式确实特别，克里斯蒂安无奈表示对方纯粹只是个怪人。而在克里斯蒂安被软禁的几分钟前，一封来自联盟前线经十字布尔森领地的密信已被秘密送达。密信的内容震惊众人，联盟宣布正式对卡扎尔伯爵领宣战，理由是卡扎尔家在密室里用联盟公民进行了活人献祭，警告卡扎尔家必须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封宣战书在会议上引发巨震，有人怒斥这绝不可能，认为全都是联盟捏造的阴谋。但阿西德却当场出面否认，表示这一切都是他亲眼所见。卡扎尔伯爵领郊外早已堆满了活人献祭的尸体，城堡内部的密室里也找到了用于献祭的魔导具，直接把活人献祭的罪名死死扣在了卡扎尔家族头上。面对突然到场指证的阿西德，朗恶姆有些意外。阿西德恭敬地向父亲行礼，表示家族危机当前，自己必须赶来。说完便当场释放出惊人的魔气，这股力量瞬间震惊了全场族人。先前大家都以为他早已反噬废掉，如今竟然达到了高级5星。联想到刚收到的献祭情报，众人心里明白了一切，却因为忌惮报复，谁也不敢声张。朗恶姆依然面不改色，冷冷批评阿西德不知轻重，竟敢在长老会肆意释放魔气。面对家主的威压，阿西德只能收敛魔力，低头致歉。朗恶姆没再追究，直接将会议拉回正题。会议开始讨论是否要支援卡扎尔家族。有人担忧，如果献祭属实，一旦引发与联盟的大战，恐怕连南方领主的魔皇都得被迫卷入。朱菲恩当场站出来反驳，表示目前这一切都只是间接证据，应该先调查清楚再做决定。阿西德却冷笑着打断了他，声称最关键的证据就在身边，那就是克里斯蒂安。他指控克里斯蒂安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惊人的实力与成就，如果不靠活人献祭或恶魔契约，根本就无法解释。朱菲恩听完顿时勃然大怒，当场怒斥这纯粹是在胡说八道。阿西德借机挑衅朱菲恩，嘲讽他竟和克里斯蒂安混在一起，甚至假装关心，表示只要审讯完克里斯蒂安，真相自然大白。朗恶姆在一旁冷眼旁观，虽然眼前的变局不在计划内，但他认为这反而是个好机会，正好能借机清理分家，省得日后干扰造反大局。
朗厄姆当场拍板，在查清真相前，主家不会轻易介入，但必须先将克里斯蒂安软禁在府邸。一旁的朱菲恩听完全场震惊。随着软禁命令下达，这场各怀鬼胎的会议终于结束，众人心思各异的陆续散去。时间来到几天前，在利贝里伯爵府，马尔克维斯秘密找上了阿西德，他开门见山提出交易，要阿西德动手除掉克里斯蒂安。阿西德起初还想装傻，却被马尔克维斯当场拆穿，他早已掌握了阿西德暗中转移献祭祭品，以此陷害对方的证据。见心思被看破，阿西德冷笑着不再伪装，嘲讽米萨克是因为太弱才会丧命，但他并不介意顺手帮这个忙。阿西德反问对方能给出什么回报，马尔克维斯当即承诺会奉上足以弥补他天赋缺陷的力量。马尔克维斯坦言，克里斯蒂安是个真正的天才，而阿西德无论用什么办法，实力也始终停留在5星。为了帮儿子报仇，马尔克维斯提出要献祭自己的全部魔力，将活人献祭的效率提升到极致。阿西德当场提醒他，这样做会永远失去魔力，但马尔克维斯根本不在乎，只要能除掉克里斯蒂安，哪怕彻底变成废人也在所不惜。在警告阿西德履行承诺后，面对如此疯狂的献祭条件，阿西德嘴角上扬露出了阴险的笑容。